次吃饭我都会把食物埋进土里，有时连双脚也一起埋进去。可奇怪的是，过一会我挖开泥土后，里面的饭菜竟然都消失了，而我的肚子也饱了。其实我是一颗假扮成人的树妖，我原以为能躲在人族宗门里慢慢提升实力，没想到师兄陆长寿突然带着师弟们闯进藏经阁，说是要找延寿药材的资料。我正猜测是哪位宗门前辈快不行了，陆长寿却突然盯着我问：“师弟，最近宗门有没有新的延寿药材？”作为负责整理藏经阁的人，我老实回答：“没有，都是些老方子。”谁知我刚说完，一个弟子突然举起一本大荒经，喊道：“这里有延寿的方法！”其他弟子立刻都围了过去，只有我心里猛地一紧，赶紧深呼吸，让自己冷静下来。那弟子大声念道：“大荒经上写着，圆丘山上有棵长生树，吃了它的果实就能长生不老。”听到这话，我更害怕了，正想离这些人远一点，陆长寿突然开口：“别看了，大荒太危险了，别说我们灵虚洞天，就是那些顶级宗门也不敢随便去。走吧，去别处打听打听。”看着他们走远后，我才松了口气，赶紧把大荒经塞到柜子的最底下，希望以后都不会有人注意到它。其实我就是书上说的长生树，刚出生时只会变成人形，正好碰上灵虚洞天收徒，不敢到处乱跑的我幸运的被选上了。可谁能想到，我的灵根资质实在太差，修炼了10几年才到炼气2层后期，结果被派来藏书阁整理资料。但更糟的是，虽然我能长生不老，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身上的妖气越来越难控制，要是被人族修士发现，他们肯定会把我吃的连渣都不剩。现在最要紧的是提升实力，隐藏妖气。正当我发愁该怎么办时，突然收到的一张纸条让我看到了希望。那天我像平时一样整理弟子们交上来的报告，上面写的都是谁发现了什么药材，有什么功效之类的内容。可当我看到第10张纸条时，上面的内容让我直接愣住了。上面写着榕树精专门杀害路人，用血肉当养料，后面还详细记录了他炼化血肉修炼的方法。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可能从一开始就搞错了方向，就像植物需要肥料才能长得好，我这树妖是不是也该这样？之前我一直跟着人类的方法吃丹药修炼，虽然记下了吸收血肉的修炼方法，但我没急着用，现在弄不到养料，只能等下个月再说了。每个月宗门都会发修炼资源，但我只能领到一颗最低级的炼气丹。晚上我试着用榕树精的修炼方法，感觉灵气一点点进入身体，此时的我惊喜不已，这速度比宗门的灵虚玄功快了1倍。果然妖怪就该练妖怪的功法。我正想继续修炼时，可没想到体内的妖气突然停止增长，丹田里的树妖之力刚碰到灵虚玄功就被完全吞噬，除非废掉玄功，否则根本没法同时修炼树妖功法。我躺在床上琢磨着，废掉玄功肯定不行，但带着一身妖气也不合适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就急忙赶到藏书阁，正翻找解决办法时，陆长寿突然拿着本书过来说：“师弟，3天内把这些妖语学会。”闻言我顿时一惊，还以为师兄发现我是树妖了，只能颤颤巍巍地问：“学这个干嘛？”他神秘地笑了笑说道：“3天后我带你去审问妖修，到时候有你好处。”我松了口气，立刻答应下来，只要没被发现就好。可接下来让我意外的是，我只是随便翻了翻妖语书，那些文字就像刻在脑子里一样，好像我本来就会。很快3天过后，师兄按约定带我去灵剑峰监狱，刚被领进审讯室，他就扔下一句：“交给你了。”说完就走了。炼气一脉的聂球师兄独自在审讯室里，不知为何被派来审问妖族。他熟练地从牢房拖出一只豹子精，直接挂在了刑具的铁钩上，剧烈的疼痛让豹子精立刻惊醒，正要张嘴咆哮，迎面而来的却是毫不留情的藤鞭。聂球冷笑着说：“老实点，对大家都好，省得我费力气。”我忍不住小声提醒：“聂师兄，他好像在求饶。”聂球愣了一下，迟疑地问：“真的吗？”他说：“只是吃了几个普通人，从没招惹过灵虚洞天。”我继续帮他翻译，在严刑拷打下，豹子精很快就把修炼功法全招了。我一一记下。聂球满意的点点头，让我再问问他为什么要害人。豹子精老实交代说，人的血肉对修炼大有好处。我本以为聂球会放过他，谁知聂球听完翻译后突然暴怒，直接一刀砍死了豹子精，还说什么最恨这种滥杀无辜的妖怪，活该被我们炼化。审讯完一批又一批的妖族后，我发现不管是什么种类的妖，最后都抵挡不住血肉的诱惑，走上了害人的道路，结果全被聂球一刀解决。现在我自己都顾不过来，哪有闲工夫同情他们，只是把他们的修炼方法都记下来，心里也冒出一个疑问：宗门怎么突然对妖族的修炼方法这么上心？中午休息的时候，聂球高兴地请我吃饭，有了妖语帮忙，审讯果然轻松多了，以前打死都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。吃完午饭，聂球没再继续审讯妖族，而是叫上我一起去处理那些妖族的尸体。我们把能入药的部分都收好，坚韧的骨头也装起来留着以后炼气用，剩下那些没什么用处的边角料就归我们处理。聂球装了一大桶血肉递给我，拿去吧，炖了吃对你的修炼有帮助。我愣了一下，这才明白陆长寿说的好处是什么，正好我需要修炼资源。忙到晚上，我提着那桶血肉回到木屋，虽然是边角料，但蕴含的灵气不比一颗下品炼气丹差。盯着桶里的血肉，我慢慢把右手伸了进去，刹那间，我的右手变成根须状，配合树精炼化法快速吸收血肉，同时运转灵虚玄功转化这股精纯灵力。修炼草木功法会产生妖气，在找到解决办法前，我只能继续练灵虚玄功，省去了吸收灵气的步骤，直接炼化血肉效率更高，这样我的修炼速度提升了1倍。果然妖怪还是靠吸收血肉升级快。我一边当翻译赚钱，一边用血肉提升修为，直到我的下品炼气丹发下来。经过整晚的修炼，我终于突破到炼气3层，虽然暂时压住了妖气，但功法问题还没解决。没想到一个巨大机缘正在等着我。这天刚到监狱，我就注意到一头小青牛偷偷瞄了我一眼，又马上闭上眼睛。我刚想上前查看情况，聂球就笑着说：“师弟想吃牛肉吗？外门弟子抓了头牛妖。”说完直接把那头小青牛拖了出来。就在他准备把牛挂上铁钩时，我急忙拦住说：“师兄别急着用刑，他其实醒着，在装睡呢。”聂球一听这话，吓得往后猛退几步。小
小青牛也被惊醒了，睁眼看到那些刑具，吓得牛眼瞪得老大，吃了药还能醒着，难不成是筑基期的大妖？让我先问问他。我说完，直接用妖族的语言问道：老实交代，你是怎么修炼的？又是怎么开灵智的？但奇怪的是，小青牛一脸茫然地看着我，我不由得皱起眉头，难道他听不懂我说的话？聂球见状，眼神立刻冷了下来，以为他在装傻，便抄起旁边的藤鞭说：看来是个硬骨头，那就用刑吧。小青牛吓得趴在地上直发抖，嘴里发出奇怪的叫声。可更让人惊讶的是，我听完后脸色突然变了。师兄，这是古妖语，他在问我们为什么抓他。其实这头青牛还问了一句，说为什么觉得我身上有熟悉的感觉。我直接无视了他这句话。没想到聂球听到后突然满脸兴奋，说这是一只古妖，古妖族的血脉越纯正，天赋就越可怕。但他很快又皱起眉头，让我问问他父母在哪儿。如果他父母还在，我们得赶紧把他送回去，毕竟成年古妖可不是灵虚洞天能惹得起的。我转达了问题，小青牛懵懂的回答，他从没见过父母，一出生就在山里。聂球一听，立刻转身就走，让我在原地等着。他要去报告宗门长老，没有父母的古妖要是培养好了，将来可是能成为妖王级别的护宗神兽。没过多久，聂球带着白玉泉长老过来了，长老笑眯眯的看着我说，问问这头青牛愿不愿意拜他为师。我马上帮忙传话，可小青牛却愣住了，一时半会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我用古妖语告诉他，想活命就赶紧答应拜师，长老不但会教你修炼，还会给你修炼资源。青牛一听这话，立刻点头答应，当场就跪下行礼，小妖愿意拜见师傅。白长老满意的点头，好好好，为师一定把你培养成一代妖王。其实我挺羡慕的，论身份我也不比古妖差，但要是让他们知道我是长生树，别说收徒了，怕是直接就把我生吞活剥了。不过这次也不算白来，白长老随手给了我一瓶上品炼气丹，随后就牵着小青牛离开了，真是一步登天啊。聂球羡慕的小声嘀咕，是啊，我也很眼红，同样是妖，怎么待遇差别就这么大呢？到了晚上，我还是照例分到了一桶血肉。临走时，聂球特意嘱咐我，上品炼气丹的事别往外说。我拱手道谢，多谢师兄提醒。要知道上品炼气丹不是一般弟子能用的，就连陆长寿这样的炼气6层，每月也只能领到中品丹药。可我刚回到木屋，就看见陆长寿已经等在那里，他阴阳怪气地说，听说你发现了古妖，白长老没少给你好处吧？他以为我会偷偷藏私，没想到我直接把丹药拿了出来。陆长寿打开药瓶，看到10颗丹药完好无损，立马惊讶地说，你居然一颗都没动。师兄让我学妖语，说这样才能遇到古妖，师弟正发愁怎么回报师兄呢。我装出一副恭敬的样子回答他，他听完点点头，拿出一个瓷瓶递给我，说不会白拿我的东西，这瓶中品炼气丹算是补偿，多谢师兄。我赶紧装作很感激的样子道谢，好好干，以后有好处少不了你的。陆长寿满意的走了，现在实力不够只能忍着，反正我是长生树，最不缺的就是时间。天亮时分，我终于炼化完血肉和2颗中品炼气丹，顺利突破到炼气4层。随后我拎着木桶来到监狱，没想到聂球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让我愣住，你的上品炼气丹是不是被陆长寿拿走了？以你的身份和实力，根本保不住这种好东西。我皱起眉头，陆师兄人很好，还给了我一瓶中品炼气丹。聂球冷笑一声，他可真善良啊，10颗中品也抵不上1颗上品。不过像我们这种人，生来就是被人欺负的命。让他没想到的是，我竟然笑了笑，表示并不在乎这些。上品炼气丹我确实想要，可安全更重要，要是不老实交出来，至少得挨顿揍再被抢走丹药，万一打起来受伤暴露了什么异常，那就死定了。反正修炼也不急这一时半会儿。我试探着问聂师兄，今天能不能多给我点血肉？聂球一脸诧异，这一桶还不够你吃的吗？我指了指他结实的肌肉，最近在练体，需要更多血肉，我也想练成像师兄这样的好身材。其实我还有个想法没说，我要成为一棵谁都咬不动的长生树。聂球对我的夸奖很受用，师弟眼光不错，正好我吃这些也腻了，都给你吧。聂球因为小青牛的事得了长老赏赐，现在看不上这些血肉了。我赶紧向他道谢。晚上我带回2大桶血肉，其中1桶是内脏，蕴含的能量比边角料强太多了。我立即将双手化作根须，同时吸收2桶能量，感受着能量源源不断的融入全身。我脑海中的那株碧绿小树此刻多了一丝血色气息。等血肉完全吸收后，我的炼体境界终于突破到了炼气1层。我捏了捏自己变得坚硬的皮肤，估计能抗住炼气1层的攻击了，但这还远远不够。我决定继续苦修炼体，只要足够硬，就没人能伤得了我。就这样安心修炼了半个月，我的修为达到了炼气5层，炼体也到了炼气2层。本以为能继续安稳的提升实力，没想到这一天，陆长寿突然来找我，师弟，待会儿牛问道要来跟你学说话。我愣了一下，是那头小青牛吗？陆长寿笑眯眯的看着我，不错，长老带走他后取名叫牛问道，但发现语言不通没法交流，本来想找别的弟子教，不过在我推荐下，决定让你来教，多谢师兄。我恭敬的道谢，陆长寿却意味深长的说，师弟应该明白该怎么做吧？师兄的提携之恩，师弟一定记在心里。我装出感激的样子，陆长寿这才满意的离开。聂球知道这事后，兴奋的说，这是好事啊，那青牛现在可是个宝贝，地位都快赶上掌门的亲传弟子长春了，就是脾气有点大，之前教他说话的弟子都受伤了。我有点惊讶，长春可是宗门最顶级的天才。没过多久，牛问道被一位师姐带到了监狱，师姐趾高气扬的叫我出来，我刚恭敬的行完礼，牛问道就凑到我身边蹭了蹭，我有点无语，生怕这头牛突然咬我一口。没想到师姐看到这情景，脸色反而缓和下来，叮嘱我好好教牛师弟说话，说晚上会再来。说完就走了，总算见到你了。那群人根本没法沟通，我想吃桃子，牛妖开心的望着我，等晚上回去我让师姐给你带桃子。我边说边领他进了审讯室，没想
想到他一进门就说了句话，直接把我吓懵了。为什么我在你身上感觉特别亲切，对别人就没这种感觉？我也不清楚，可能是有缘吧。我随便应付道，绝对不能让人知道我是妖，我得离这头牛远点。他是第一个发现我不对劲的。接下来我继续审问其他妖族。牛问道看到后好奇地问：你记这些东西干嘛？我边写边回答：是宗门要求的，他们要收集妖族的修炼方法，也不知道想干什么。那你为啥这么听话？是不是打不过他们？牛问道像个好奇宝宝一样追问。见我点头承认，他又接着问：那你为什么不逃跑呢？外面太危险了，到处都是妖怪和修仙门派。想到大家都是妖族，我还是忍不住说出了心里话。你要记住，不管在人类世界还是妖怪世界，都得学会隐藏好自己。你身上流着古妖的血，有些妖怪会想吃了你来提升实力，而在人类世界，要是他们发现自己养的妖怪控制不住，也会想办法除掉你。这世界太危险了。牛问道想起以前流浪时差点被妖怪吃掉的事，现在还后怕，所以对我的话深信不疑。我安慰他说，在实力不够强之前，你要学会装怪，让所有人都觉得你就是个人类。牛问道听完想了想说道，那我得赶紧学会说人话。我耐心地教着牛问道，他血脉力量强大，学得也很快。傍晚师姐过来时，牛问道立刻跑过去，用人类语言打招呼，师姐好。师姐一听就乐了，好师弟。他随手扔给我一颗上品丹药，赏你的，明天我再带牛师弟过来。我赶紧道谢，多谢师姐赏赐。收下丹药后，转身回了自己的木屋。没想到陆长寿已经来了，还听说牛问道和你关系挺好。我拿出那颗丹药，告诉他这是师姐给的，可陆长寿却一脸嫌弃，说怎么才一颗？他现在刚突破炼气7层，一颗上品炼气丹根本不够用。我只好解释，师姐就给了这一颗。监狱里的师兄也看到了，陆长寿冷着脸接过丹药，转身就要走。我突然叫住他，长寿师兄，能不能给我一颗中品炼气丹？陆长寿瞥了眼我手里的血肉，冷笑道，别忘了是谁帮你的，要不是我，你还在藏书阁发霉呢。明天我要看到至少3颗上品炼气丹。我皱起眉头，师弟当然记得师兄的恩情，可丹药都是靠赏赐的，我上哪弄3颗啊？陆长寿嘴角一扬，牛问道不是跟你关系好吗？让他去要，他现在可是很受宠的。我试探着问，那师兄能给我留1颗吗？你也就配吃这些下脚料？陆长寿丢下这句话转身就走。我叹了口气，这次算是明抢了，但也没多想，回到木屋就开始吸收血肉修炼，盘算着至少还得20份这样的血肉才能突破到炼体3层。想要变得足够强大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第二天我照例去监狱，不过这次没找牛问道帮忙，直接找到聂球说，聂师兄，我遇到点麻烦，能不能请你帮个忙？让牛问道去要上品炼气丹简直是找死，我可不敢去招惹那位师姐。聂球最近突破到了炼气9层，要是他肯帮忙，我宁愿把上品炼气丹给他，也不给陆长寿。没想到聂球接下来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，居然和陆长寿有关。我一脸困惑，聂师兄怎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？听说他最近在巴结别人，每个月也就领2颗上品炼气丹，只能打你的主意了。聂师兄想了想说，我那还有监空房，今晚你就住我那儿吧。我连忙道谢，聂师兄放心，等拿到上品炼气丹，我一定先孝敬您。没想到聂球突然大笑，1、2颗你自己留着用，多的话分我几颗就行，我这人最要面子。说完就去处理妖族的事了。要脸的人确实不错，可陆长寿那家伙根本不懂这个道理。我暗暗攥紧了拳头。这时牛问道兴冲冲地跑过来，你猜怎么着？昨天我回去喊了声师傅，可把老头子高兴坏了。你说过要听话，要让他们觉得我能控制。他说完掏出一个瓷瓶，这是我师姐给的丹药，分你1瓶。我瞥了一眼，发现是上品炼气丹，心想这牛问道真是头好牛啊，但我还是摆手拒绝了。拿着吧，我多的是，昨天师傅还给了我好几瓶呢。牛问道对丹药毫不在意地说。我不由得在心里叹气，同样是妖怪，怎么差别就那么大呢？看我收下丹药后，牛问道显得特别高兴，我在这儿就你一个朋友，虽然师傅他们待我不错，但总觉得有点距离感，只有你让我觉得亲近。我不是母牛，说话注意点。我轻咳一声，赶紧岔开话题，你得学着做人，就算不想做，在人类世界也得装得像个人样。牛问道若有所思的点点头，我不光教他说话，还教他在人类世界生存的规矩。学了小半天后，牛问道跑去监狱转悠，没想到他意外打听到我丹药被抢的事，回来就忍不住问我打算怎么办。我耸耸肩，当然是躲着，有聂师兄在，陆长寿也不敢来找麻烦。牛问道一脸困惑地问，是因为打不过陆长寿吗？我认真地说，不是，我这人一向与人为善，不喜欢打打杀杀，其实就算能打赢，我也不会明说，而是会暗中把他变成养料。聂球在旁边插话，要是师弟你有炼气7层的实力，完全可以对陆长寿直接动手。牛问道突然明白过来，用古妖语说道，你是想借这个机会教我，实力不够时要隐忍，等变强了再反击吗？我真是服了，我就想好好修炼，这头牛怎么会有这种想法？谢谢你的教导，我会记住的。实力不够时要学会忍让，等变强了一定要报仇雪恨。我一时语塞，本来只是想劝牛妖要低调行事，谁知道他却想着要灭人满门。晚上我跟着聂球回到他住的地方，一进门我就拿出丹药，师兄，这是牛问道给的丹药，说好要和你平分，我肯定不会独吞。聂球无奈的摇摇头，倒出5颗丹药，把剩下的还给我。我刚要回屋修炼，没想到他又突然掏出10个瓷瓶，这是气血丹，对炼体很有帮助。我们炼气一脉都需要炼体，光靠灵力不够，所以得配合气血丹修炼。我这才明白过来，道谢后收下瓷瓶，现在确实很需要这些气血丹。我这人好面子，实在不好意思白拿别人东西，我先回房修炼了。聂球说完转身就走，我也回房锁好门，开始服用丹药炼化。让我惊喜的是，1颗气血丹的效果竟然抵得上6份血肉。在吸收完3颗气血丹后，我顺利突破到炼体3层，接着又靠炼气丹的帮助，直接冲到了炼气6层。但更让我意外的好事还在后头。第二天，牛问道一见到我就塞给我2瓶上品炼气丹，还用古妖语神神秘秘的说，我想早点看到你反杀陆长寿。我直接无语了，他这么一搞，就算人不是我杀的，我也洗不清嫌疑了。牛问道没管我的反
反应，突然叹气道：“要不你跟我走吧，别待在这监狱了。我在上面觉得特别孤单。”我立刻板起脸来：“你作为在人类宗门的妖，必须习惯孤独，千万别让人看出你想回妖界，否则他们会觉得你养不熟。”牛问道吓得直冒冷汗，赶紧点头答应。之后的日子又恢复了平静。陆长寿虽然来找我，但只是远远的看了一眼就走了，他根本不敢招惹聂球。我安心的继续修炼，炼体突破到了第5层，修为也达到了炼气6层巅峰。可就在我准备冲击第7层时，突然来了个不速之客。陆长寿，你来干什么？聂球冷冷的质问道。我是来通知你们，半个月后要举行3脉会晤。陆长寿瞪着我恨恨地说，以前有什么好处我都想着你，没想到你竟然背叛我。聂球忍不住破口大骂，你嫌妖语难学就不肯练，觉得监狱脏就推给师弟，现在碰上牛问道得了好处，你倒是一点都不肯分出来。陆长寿，做人要讲良心。陆长寿脸色铁青，却不敢对聂球发火，快滚，看见你就烦。聂球不耐烦地挥手赶人。陆长寿冷哼一声，希望3脉会晤的时候你还能这么硬气。说完转身就走。聂球皱着眉头看我，3脉会晤是灵虚洞天弟子间的比试，你或许能借这个机会离开监狱，要是牛问道帮你说句话，说不定还能拜个长老为师。不过陆长寿肯定会找你麻烦。然而我却笑着说，我不去不就行了。聂球愣了一下，可牛问道不可能一直来找你，你们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，到最后可能连朋友都做不成。我一脸平静，本来就是萍水相逢，算什么朋友？聂球愣了好一会儿才说，也对，就是你这副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，牛问道才愿意亲近你，白长老才允许你们做朋友，要是你想往上爬，师姐早就收拾你了。我没接他的话，转而问道，师兄是想参加3脉会晤，好离开监狱吗？聂球很干脆的回答，当然，我现在已经是炼气9层巅峰，只要在本脉比试中进入前10，就能得到筑基丹，有望突破筑基7。我有点不解，以师兄的天赋，怎么会沦落到监狱里来？但聂球只是摇摇头，不愿多说。看他这样，我也没再追问。作为妖修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别太好奇。第2天，牛问道听说了3脉会晤的消息，一见到我就神神秘秘的说，想不想快点变强？他告诉我，师父已经决定让我和长春师兄去灵虚秘境，听说那里有珍稀的灵果，不过也挺危险的。我直接摇头拒绝，谢谢你的好意，但我不想去，我只想安安静静的修炼。没想到牛问道又开始瞎猜，我懂了，你是想继续隐藏实力，等有把握报仇了再出手。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，这牛妖怎么老觉得我要报仇？他这样想的话，就算我实力够了，也不好下手啊。牛问道接着说，明天我就要去秘境修炼了，师父希望我在比试中取得好成绩，最好能把长春也打败。说到这，他突然压低声音，我觉得长春有点不对劲，不像传闻中那么天才。我立刻板起脸警告他，人类最爱藏秘密，千万别多打听。为了守住秘密，他们连知情的人和妖都会除掉。牛问道用力点头，明白了，要是有好处的话，我就去查清楚。我被他噎得说不出话，这到底是该夸他悟性高，还是该揍他一顿？牛问道临走时又塞给我3瓶上品炼气丹，这才离开。这头牛真不错，希望他能把我的话听进去，再多忍一阵子。回住处的路上又碰见陆长寿，我忍不住说，长寿师兄，你还真是时刻盯着我啊。陆长寿恶狠狠地瞪着我，要不是你，进灵虚秘境的名额就该有我一个。我淡淡的回他，那可真是太遗憾了，师兄这次是白忙活一场。陆长寿刚想动手，可看到站在不远处的聂球，又强压下了怒火。聂球再过10天就要回炼气峰了，到时候没人护着你，看你能怎么办？我无奈的摇摇头，站起来离开。人心真是贪得无厌，连长生树也是有脾气的。10天后，聂球果然要回炼气峰做准备，还好临走前他帮我开启了防护大阵。他临走时对我说，师弟你安心闭关等我回来，要是我能拿到筑基丹成功筑基，就能有自己的炼气房，到时候跟我学炼气吧。他万万没想到，这句话无意间点醒了我，既然妖族的骨头能用来炼气，那我为什么不把自己也练成一件法器呢？我暗自决定以后要跟聂球好好学炼气，不过现在得先解决眼前的危机。聂球刚走不久，陆长寿果然来了，但他被大阵挡在外面进不来，正要愤然离去时，我却大摇大摆地走出阵法。奇怪的是，陆长寿看到我出来竟然没动手，只是冷冷地盯着我，可能是怕把我吓回阵里。我仔细想了想，突然施展土遁术离开。陆长寿立刻察觉到我的气息，他冷哼一声，原来是土遁术，难怪敢现身，修为居然从炼气2层提升到6层，这得消耗多少丹药？这些本该都是我的。想到这，他极度的几乎发狂，立刻施展遁术追了上来。追到一片僻静的树林时，陆长寿猛地从地下钻出，却发现感应不到我的踪迹。他皱起眉头，难道聂球还给了他隐藏气息的法器？就在他思索之际，突然一道剑光从树后闪电般刺来，陆长寿急忙举剑格挡，手臂却猛地一震，差点连剑都握不住。他惊恐地盯着我，上品法剑，炼气7层，那牛妖到底给了你多少好处？居然让你突破到了炼气7层？他得到的消息只有女师姐赏赐，私下里牛问道给了他多少，只有李长生和聂球清楚。李长生不语，剑锋再起，一股沉闷气息弥漫而出，隐隐有乌云在头顶翻涌。凌云3剑，乌云之怒。陆长寿自然认得这招，同样催动灵力，同样的一剑，就你踏入炼气7层，也不是我的对手。嗡，同样的剑招即将碰撞，却见李长生突然遁地消失。你，陆长寿面色一变，但剑招已然无法收回，无声无息，如若幽灵从地底钻出，一剑穿身，噗嗤，鲜血流淌而出。陆长寿剑招尽散，看着穿身一剑，勉力提剑，可是李长生又遁走了。卑鄙，你有本事出来，硬碰硬一战！陆长寿趁机服下一颗丹药，怒吼道：“如师兄所愿！”话音一落，剑光乍现，如同羚羊挂角，无迹可寻。陆长寿眼中一喜，一剑刺出，剑气万千，封锁李长生四面八方。可下一刻，李长生又消失了。陆长寿一掌拍出，雄浑掌力没入地面，迅速渗入地。没有，
陆长寿一怔，咻！剑光再现，李长生从身后树木显化而出，再次一剑穿身，磅礴剑气冲入体内，肆意破坏。师兄，我可不只是会土遁。李长生悠悠道，拔剑而出，带起猩红鲜血，两剑穿身。陆长寿身躯踉跄，面目狰狞，眼中满是森然寒光。你个卑鄙小人，做人嘛，心脏才活得久。李长生冷哼一声，速度骤然加快，白云无踪，白云无定。一时间，整个密林内四面八方都是李长生的身影和剑光。陆长寿连忙想要施展遁地之术逃走，可身上止不住的鲜血让他遁地一样会暴露出来。同样想借术而遁，却不料李长生总能快他一步。这个时候，陆长寿才骇然发现，李长生的修为早已超越了他。片刻之间，陆长寿已然遍体鳞伤，鲜血肆意流淌，气息都粗重起来。长生，住手！住手！陆长寿面色大变，惊慌求饶：“我知错了，我知错了，你放了我，以后我都听你的。”真的？李长生声音响起。真的，我对天发誓，以后我认你为主。陆长寿急声道：“跪下，放下长剑，我便信你。”李长生道：“好。”陆长寿面色变幻，却还是答应下来，丢弃了长剑，果断跪了下去，将剑扔远点。李长生冷声道：“陆长寿照做，喘息越发粗重，跪下的身子都在摇晃。”李长生缓步而来，看着意识都快模糊的陆长寿，叹道：“师兄本不至于如此，我知错了，我以后都听你的，你就是我的柱子。”陆长寿喃喃道，右手却是猛地探出。李长生早有所料一般，侧身避开，一剑刺穿咽喉。都说了，心脏活得久，我又不傻，连内甲都没用上，真是抬举陆长寿。这段时间的攀附耽搁了修行，连宝物都没捞到一件，白准备了这么。抓住陆长寿尸体，遁地而去，双掌迅速化为根须，缠绕陆长寿尸体，迅速将陆长寿分解，化为精纯养分，遁地离开树林。陆长寿真是个穷鬼，身上没有丹药，就那柄上品法剑，这法剑拿了就是麻烦，他也不需要。没想到炼气7层修士，养分如此充足，应能让我破入炼体7层。李长生回到住处，心中惊讶，一个陆长寿抵得上1瓶多的气血丹了。安心消化养分，淬炼全身，本体上的血丝也再次增加浓郁的气血之力，令人心惊。第15章，牛问道：“徒儿委屈啊！”一缕缕血丝如同血管一般遍布本体之上，碧绿生机流淌，让整棵树晶莹如玉，呈现妖异之状。茂盛的树叶此刻也多了一分血色，更加坚固有韧性。炼体7层，李长生睁开双眼，双手化作根须，触碰了一下上品法剑，比起上品法剑还是差了些。李长生心道：同阶法器是能破开自己防御的，还是啃得动自己？等以后和聂球学习下炼气之道。李长生沉吟自语：没道理，那些妖族骨骼能炼气，自己就不行。将自己当成一件法器炼制，应该没问题吧？至于损伤什么的，倒是不用在意，只要不被人察觉身份，那无尽生机会修补一切伤势。到时候自己偷偷研究。没有了丹药，李长生也不想出去，安心修行。等聂球回来，自己跟着聂球学炼气，研究更强的炼体之道。玄功方面也需要继续研究，他的修行法只到炼气9层，可惜没有筑基境的草木妖修，没了参考。继续修行，修为进展缓慢，一天下来才精进一丝，炼体进展也是缓慢至极，难怪那些妖修耐不住性子去抓捕生灵作为养料。不过自己不缺时间，倒也不必行此手段。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？万一暴露了妖身，轻则被斩妖除魔，重则被分尸食之。至于陆长寿，无奈之举，漆树太甚，只能化为养料。地底只剩下一件衣服，一柄飞出去的长剑，也没人能查出是自己所。2日时间一晃而过，长生一声呼唤响起，李长生微微一愣，从窗外望去，牛问道正站在门外，被阵法拦着，进不来。下了楼，将牛问道迎了进来，道：“你从灵虚秘境出来了，看样子进步不少。长生，我想问，如果抢了人东西，该怎么办？”牛问道低沉着声音道。李长生眼皮一跳，有不好预感，试探地道：“你不会抢了长春吧？”“是的。”牛问道点头，但我是被迫的。那家伙居然想奴役我，还好我师父给了我护身宝物。我一怒之下激发血脉，借助宝物将他重创，抢了他的灵药。李长生沉默了。牛问道继续道：“还别说，那灵药确实厉害，让我踏入炼气7层。别看长春现在炼气8层，还真不是我对手。”李长生，你很厉害。长春没继续许你麻烦。李长生深吸一口气道：“他暗中下的手，别人不知道。”牛问道讲述道：“也正因此，我才抢了他灵药。既然是私下所为，那就当作无事发生。”李长生道：“你将此事告知你师父，他也会劝你忍耐下。我打得赢长春，为何还要继续隐忍？”牛问道不解道：“我光明正大打败他，说不得能夺他位置，成为大师兄。我师父就是这般想的，会支持我。”李长生呵呵一笑：“哪有这般容易？你打得过长春，打得过掌门吗？你师父帮你，掌门就不帮长春了？”牛问道一阵道：“你说的对，不过那长春确实有问题。白玉泉只是筑基，而掌门可是金叶还丹，差了一个大境界。有问题就有问题，不要有太大好奇心。”李长生淡淡道：“我从他身上感应到了妖气。”牛问道讲述道：“我没有探查，只是交手时感应到了妖气。”李长生心头一跳，难道灵虚洞天真的在研究妖族修行法？长春就是第一个修炼者，就当什么都不知道。李长生低声道：“适当装傻，你才能在灵虚洞天活得更好。我这是有秘密了。”牛问道眨了眨眼：“对，你有秘密了。”李长生道：“你去和你师父说时，只说长春害你，不要提灵药之事。为何？”牛问道迷惑：“不全说，那灵药这般贵重，怎么能说？”李长生反问道：“反正只是长春一人知晓，你打死不承认便是。”我记住了。
牛问道重重点头，那回去吧，以后别轻易来找我了。你是古妖天才，我只是个普通弟子。李长生道。牛问道皱眉道，我们是朋友呀，身份地位差距太大，就不是朋友。李长生道，我不理解。牛问道摇头道，对了，你报名三脉会武是想当着所有人面打败陆长寿吗？李长生，我什么时候报名三脉会武了？不是，我何时报了名？李长生错愕道，我在名单上看见了你。牛问道诧异道，不是你自己报名的？李长生坚定摇头道，不是，我只想安心修行，不想这些。哪个混账帮他报的名？没有他的身份令牌是怎么报名成功的？等我回去帮你问问。牛问道说完便离开了聂球住处。李长生眉头紧锁，究竟谁干的？三脉会武这等抛头露面的事情，长生树怎么能干？直接不去？好像不行，三脉会武对于灵虚洞天来说极为重要，报名却不上去，那是大罪。算了，不管是谁干的，到时候直接认输。长生树还是要低调，不能太惹人注意，除非自己确定对方啃不动自己。而另一边，牛问道来到白玉泉住处，白玉泉刚修行完毕，见他回来道，听说你出了灵虚秘境，去寻了李长生，为何不直接回来？师父，我是不敢回来啊。牛问道当场痛哭流涕，徒儿委屈啊。白玉泉一怔，脸色沉了下来，你委屈什么？是谁欺负你了？这可是他的徒儿，古妖天才，怎么能受欺负？在灵虚秘境，那长春想奴役我，幸有师父给的手段，才保下一命。牛问道委屈地道，徒儿心中委屈，不敢言语。长生教我语言，地位低微，可以诉苦。诉说之后，心情才好些，回来见师父。奴役你？白玉泉面色难看，阴沉至极，他怎敢如此？为师这就带你去寻掌门。师父息怒。牛问道连忙拦住白玉泉，道：徒儿委屈些没什么，长春乃是掌门弟子，掌门定会偏袒，最后也会不了了之。白玉泉神色复杂，这牛问道真是贴心。确实，掌门会偏袒自己弟子，他去了也没什么结果。好徒儿，为师没用，委屈你了。白玉泉沉重地道：师父，你已经对徒儿很好了，徒儿只想师父开心，只想和师父好好修行。牛问道亲昵地蹭着白玉泉衣衫。白玉泉神色动容，能得如此古妖弟子，真是自己的幸运。第16章剑脉会武。自己弟子受欺负，却不能为其出头。白玉泉长老心中叹息，却也知道自己去找掌门也无用，无法为徒弟出气，只能给他更多的照顾了。于是乎，牛问道又得了一堆资源，还有护身手段。长生教的真好，只是几句话便让我得了一堆资源。牛问道心道，真是自己的好朋友。而李长生运转灵虚玄功和练体法，默默修行。时间流逝，剑脉会武的日子如期而至。有弟子给他送来参赛剑令，让他准时前往比武。李长生不得不走出聂球住处，前往会武之地。距离不远，灵剑峰弟子们练习术法之地。如今已经摆好了10个擂台，四周全是灵虚洞天弟子，有剑脉的，也有丹脉和气脉前来观看。现场很热闹。李长生不喜欢，长老来了，掌门来了，一声声惊呼响起。李长生抬眼看去，一名头发半白的男子，身穿紫色道袍，神情刚毅，腰挂一块金色玉佩。此人正是灵虚洞天掌门葛望仙，金叶还丹之境。在其身后，则是一位鹤发童颜的老者，皮肤如同婴儿一般，面上挂着慈祥笑容。此人是灵虚洞天大长老顾恒通，筑基顶峰之境。恭迎掌门，恭迎大长老。一位位弟子整齐划一，作揖行礼。掌门登上擂台，面上满是笑容。他登上擂台，扫视全场，全场弟子安静下来。2年一度的三脉会武，此次却是不同以往，因为我灵虚洞天天才踊跃，未来必然辉煌。葛望仙神情肃然，扫视全场，各位弟子都知道，本掌门收徒长春，其7日练气都有听闻。长春师兄天资无双，绝世之资。长春师兄天资无双，将来必问仙道。一群弟子疯狂吹捧，李长生也跟着附和吹捧，表现得和这些普通弟子没什么区别。有多天才，他不关注，除了古妖青牛。牛问道，他还没见过什么天才。葛望仙很满意众弟子们的反应，点头道：虽然长春天才，但宗门还有一位天才，那就是白玉泉长老，一位古妖血脉。牛问道，当真是天佑我，灵虚洞天。牛问道的消息早已传遍整个宗门，也想遇上古妖，不少弟子都往监狱跑过。天佑灵虚洞天，天佑灵虚！众弟子们激动呼喊。若是牛问道和长春都成长起来，必然将灵虚洞天带上一个新的高度。葛望仙双手虚按道：长春、牛问道有原始宝珠之资，将来必定超越本掌门，带领宗门强盛。原始宝珠之资？弟子们哗然，震惊不已。掌门也在金叶还丹之后才是原始宝珠，将来都超越掌门，那灵虚洞天肯定更上一层楼。此次剑脉会武，长春和牛问道不会与你们争，你们依旧是10个名额。葛望仙声音响起，待选出10人之后，再与你们比试，不影响你们排名。掌门英明！弟子们顿时沸腾了，有几位练气9层顶峰，差点激动地跳起来。他们一直忌惮着长春和牛问道，没有把握能对。如今掌门这般说，那就还是10颗筑基丹可以争夺。好，本掌门宣布灵虚洞天剑脉会武开始，报名者上台抽签。葛望仙说完，目光看向顾恒通，此次会武一切由大长老主持。说完，下了擂台，有弟子搬来桌椅。顾恒通登上1号擂台，神情淡然，如以往一般，凭借剑令上台抽签。话音一落，一位位弟子纵身跃上擂台，手中拿着一块巴掌大小的剑令。李长生手中也有一块，无奈叹息一声，前往10号擂台。擂台上已经有弟子排队，他便拍在下面。一位位弟子抽签，带着灵签下了擂台，安静等候。很快，轮到了李长生，他抽到了83号。
这抽签不分先后，总共有120个会武名额，根据签号与相邻的比试，1号与2号比试，3号和4号，以此类推，他则要和84号比试。师弟，你是83号？一位嘴角有痣的弟子瞥了他一眼，看见了他的号码。李长生问道：“师兄，莫非是84号？”“不是，我是72。”该弟子道。李长生没有多言，10个擂台同时开启，两人对战，一次20。他和参赛的弟子们在一旁耐心等待。一位位练气境弟子上台，李长生看着这些弟子，最差的也是练气7层，一个个风华正茂，年轻气盛，都充满了自信。他也打量着这些人的术法手段，练气境还不通飞剑之法，只是寻常剑具。不过他们都学了其余手段，比如掌心雷。虽然练气境的掌心雷只闻雷声不见雷霆，掌力却是刚猛霸道，也是不凡了。好强，这一剑怕是能威胁练气8层了。一位弟子突然惊呼。只见10号擂台上，2位弟子剑疾如雨，身法之快，在擂台上留下一道道残影。李长生认得他们所用剑法灵虚13剑，这套剑法讲究的是迅捷狠辣，招招不离要害，13剑出，笼罩敌人周身所有方位，让人无处可避。灵虚洞天的弟子们几乎都会修习这套剑，他自己所修行的凌云3剑反而不如这灵虚13剑受欢迎。凌云3剑缥缈无踪，不可捉摸，视敌已弱，寻找敌人破绽，再发出乌云之怒，一击必杀。李长生觉得灵虚13剑更像是莽夫之剑，虽然看着很强，但讲究的是一股气势，杀敌的决心。他不喜欢这种剑法，一套杀不了敌人，气势就泄了，可能连跑的机会都没有。还是凌云3剑好，随时可撤退，保命为上。这种同样武学的比武，拼的就是剑法掌握、战斗经验，还有修为了。1刻钟后，第1轮比试结束，10位弟子被淘汰，一脸不忿之色，表示来年再战一定会打败对手。下面弟子们则在讨论，若是自己遇上了该怎么办，能不能胜过对方。有人信心十足，有人已经忐忑不安了。李长生神情平静，自己就不担心，上去认输就是。第17章，那画面太残酷。一直到临近中午，终于轮到了李长生，他带着签号和剑令登上了擂台，手中的长剑则是从聂球住处带来。比武的话，宗门可不会准备武器。他的对手是一位约莫20来岁的道人，练气7层中期。李长生拱手道：“小弟李长生见过师兄。”对手也作揖一礼：“林剑锋，韩久远，我认得你，你在监狱发现了牛问道。师兄知道小弟，是小弟的荣幸。”李长生道：“听闻你遇见牛问道之前只是练气2层，没想到今日却敢站在这擂台上与我比试。”韩久远却不是那般和善，冷笑道：“可你却是一个不懂感恩之人。当初让你学妖语，给你机会的人，在你攀上牛问道之后，便将其一番羞辱，断绝了来往。”李长生微微一怔：“师兄何出此言？在下不曾如此。”这李长生居然是这样的人，则攀上牛问道，马上忘了之前的师兄，真不是个东西。下面弟子们闻言，当即怒骂起来，看向李长生的眼中满是鄙夷之色。今日我就为那位师兄好好教训你一番。韩久远冷声道：“你本天资低劣，不过靠丹药强行提升，今日就将你打回原形，以后好好待在监狱，别再有其他想法。”李长生眉头一皱，心中明了，不再多言。师兄多言无益，请吧。眼前人应该是陆长寿的熟悉之人，这会武乃是大长老一脉主持的，暗箱操作与他对上很容易。哼！韩久远冷哼一声，长剑出鞘，霎时间剑光弥漫，10数道剑光直逼而来，封锁四面八方。韩师兄不要留手，将他打回监狱。废物就该好好在监狱待着。下面也有不少弟子高声呼喊，想要以此扰乱李长生内心。李长生连忙拱手丢出自己的剑令：“师兄实力高强，在下认输。”韩久远一怔，下一刻却是面色冰冷，剑光直刺而来。李长生面色一变，剑光已至身前，像是慌乱一般踉跄而退，身躯几乎是擦着剑光躲开，快速退到擂台边缘，一个不稳，直接摔了下去。韩久远微微一呆，李长生却是迅速爬了起来，在擂台下拱手道：“师兄剑法高明，在下输了，告辞。”韩久远，下方弟子这一幕也让大长老顾恒通瞥了一眼，却没有多在意。真是废物，被韩师兄一剑吓破了胆。韩师兄的灵虚13剑简直出神入化，刚才我都没看清。是啊，韩师兄太厉害了，这种依靠攀附牛问道的家伙能有什么本事？很快，韩久远淹没在一阵吹捧之中。韩久远有些茫然，真是这样吗？可是他还没真正出手呢。答应过陆长寿要好好教训李长生，不说重伤，至少要让他狼狈至极，丢尽脸面。现在脸面是没了，可压根就没受伤。而这李长生失败了，怎么不伤心，反而拍拍屁股就走了，好像很兴奋一样。对了，自己好像几天都没见到陆长寿了，这会武怎么也没见到。李长生却不理会这些，就是来认个输。现在已经输了，该回去安心修行了。回到住处，李长生再次安心修炼。虽然没了丹药，修炼进步很慢，但修行本就是日久月累的活计，慢慢打磨灵力，安心修行。外面的一切事物都与自己无关，什么三脉会武，爱怎么比怎么比吧。一直修行到傍晚，牛问道又来了。李长生叹道：“不是说不要轻易来找我？”虽然牛问道给自己资源是头好牛，但牛问道风头太盛，来了这里他也会被人关注。我是来安慰你的。牛问道沉声道：“安慰我？”李长生愕然：“安慰我什么？会武啊，连一招都没接下，狼狈倒下擂台。”牛问道关切地道：“这事确实很丢脸，但不能为此伤心。我相信你一定能振作起来，早晚打败那个韩什么来着？韩久远。”李长生白了他一眼，道：“我没事，不用安慰，你不用假装坚强。”牛问道沉声道。李长生揉着眉心：“我没假装，我本来就不想参加会武，让一棵长生树去抛头露面，压力很大的。”
除非确定他们都啃不动自己。你故意认输？牛问道。错愕，明都报了，人都上去了，为什么不拼一把？我实力不够，还要继续隐忍。李长生只能以牛问道能理解的方式向他解释。跳出监狱够了，我觉得。牛问道思索道，你就不向往上面的好资源？不向往。李长生坚定摇头，他也想要好资源，但要与人动手去争，那还是算了。自己炼体还挡不住同阶法剑，比武之中不缺炼气9层的。第一轮就是炼气7层中期的韩久远，第二轮呢，万一受个伤，大庭广众下长生树飙血，那画面太残酷，不敢想象。好吧，牛问道有些失望，我还想等你取得好名次，与我一起修行。你要明白，你是天才，注定要走上巅峰的，不能盯着我这个废物。李长生语重心长地道，我本想给你资源的，但我师父限制了我的资源。牛问道叹道，他说要用来拉拢贱卖弟子，这样我身边有人，以后多个保障。听你师父的，我不用资源。李长生道，以后我会去气脉跟随聂球师兄学炼气，以后当个炼气师，这就是我的一生。那太可惜了。牛问道有些低沉，李长生是他唯一感到亲近的人，在他身边才不会觉得孤独。可是李长生不愿意随他上去，天资确实差了，若没有他给的资源，或许现在才炼气4层。人类有句话，不如意事10之8九，不可能事事都如意。李长生道。牛问道抬头道，以后还能许你聊聊吗？就是单纯的聊聊，这个私下里可以，别让你师父知道。李长生道，好。牛问道咧嘴，正要离开，低声道，长生，若有一天我回了妖族，你愿意跟我走吗？到时我会带师父一起走，断不可有此想法。李长生双眼一眯，你现在在人类宗门，想回妖的世界，我和你师父去了妖的世界，和你的感觉一样，以后不论何地，不论是谁，包括你师父，都不能再说此话。这次我就当没听见。我明白了。牛问道深吸一口气，快步离开。他还是有回归妖族世界的想法，哪怕师父对他再好，却依旧改变不了心中的孤独。他知道感恩，记得师父的恩情，但这孤独不是恩情能弥补。第18章，能不能把自己炼制成法器？妖在人类世界缺乏归属感，李长生很理解，因为他也是，但他不同，他去了妖的世界也是一样啊。长生不只是人类，妖也在追求安心修行，等有了自保之力，再做其他想法。牛问道走了，李长生开启阵法，继续闭关。灵虚洞天，三脉会武如火如荼，没人关注他这个小弟子。韩久远虽然迷惑，但现在更重要的是会武之事。至于陆长寿，有人在寻找，但却便寻不到踪迹。时间流逝，一晃眼，半月时间过去，李长生终于炼气7层后期了，炼体还是7层初期，没了气血丹，没有血肉养料，进步缓慢。聂球回来了，面上洋溢着笑容。聂师兄，李长生拱手道：“恭喜聂师兄得到筑基丹。”聂球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一直在闭关，怎么知道我得了筑基丹？”师兄脸上写着呢。李长生笑道：“若不是得了筑基丹，怎会有如此笑容？”哈哈，我确实得到了筑基丹，也可以回气脉了。聂球取出一个瓷瓶，里面有一颗青色丹药，待我筑基，带你去气脉炼气。多谢师兄。李长生作揖一礼，去了气脉。牛问道：“应该不会再随时来寻他？”聂球却没急着去突破，而是道：“当初我与人炼气赌斗，自负炼制的上品法剑，不比那些炼气9层的差。失败者筑基之前，除了会武，不得回气脉。幸亏遇见了你，才能让我达到炼气9层，夺得筑基丹。当初师兄是赌斗输了。”李长生恍然道：“难怪师兄会在监狱。那胜者呢？”胜者第11名，败于我手。聂球笑道：“这次我却要先他一步筑基，恭喜师兄。”李长生再次道喜。不说了，我去修行，等我筑基成功。聂球说完，登上2楼，刚走上去，一拍脑袋：“你瞧我这记性，这是给你带的上品气血丹。”说完，2个瓷瓶丢给李长生：“多谢师兄。”李长生接过，作揖道谢。聂球闭关，李长生也回房闭关，炼化气血丹。气血丹化为精纯养分，融入体内，迅速消化，本体上的血色越发浓郁，变得坚韧坚固。一颗颗丹药炼化，身躯在快速进步。炼体累了，便开始炼气，慢慢打磨体内灵力。一晃眼，7日时间过去，2瓶气血丹已经炼化完毕，达到炼体中期，距离后期也不远了。聂球还在修行，李长生没有出关，服用辟谷丹继续修炼，炼气炼体双重进行，虽然缓慢，但每天都能感到精进。又是7日时间过去，一股强大气息传来，惊醒了李长生。磅礴的能量波动让他感觉到内心精进。筑基，聂球筑基成功了，他也体验到了筑基强者的可怕，只是这溢散出来的能量波动都让他心悸不可敌的。那些长老筑基多年，实力深不可测。李长生离开房间，作揖祝贺，恭贺师兄筑基成功。聂球走出房间，浑身散发着强大气息。我还要3日时间巩固修为，3日后我们去气脉。是。李长生转身回房，3日时间瞬息而过。聂球修为稳固，气息内敛，一处无带，将3层法器全部收。走吧，带你去气脉。林剑锋这边我会联系。聂球道：“多谢师兄。”李长生道谢：“你我之间不必客气，你可是我的贵人。”聂球哈哈一笑，一挥手，法剑飞出，一手提着李长生，踏剑而上，御剑而行，瞬间升空，消失在云层之中。筑基御物，金丹驾云。这剑差了点，等入了气脉便可重炼。聂球道：“以师兄的技艺，自然轻而易举。”李长生道：“灵气峰。”聂球带着他来到峰顶，宫殿阁楼连接成片，灵气浓郁程度远非之前在灵剑峰可比。牛问道说：“灵剑峰有聚灵阵，这灵气峰也有。”灵气殿里面只有一个白须老者正在悠哉品茶。五长老。聂球走了进去，恭敬作揖。老者看着他，抚须微笑：“不错，筑基境，可学习风云极炼，自己去领吧，这是你的炼气室。”说完，抛出一块漆黑令牌丢给聂球：“
多谢长老。聂球接过令牌，上面刻画着13字样，带着李长生下了峰顶。这里周围有不少房屋，但相互间都隔了数十米的距离，每一间房屋都有冶炼炉，以阵法隔绝，周围也有茂盛的草木遮掩。来到13号房屋，3层小楼，以令牌开启阵法，进入屋内。院内有一个巨大冶炼炉，还有一口水井。聂球道：“你且在此等我，我先去领取风云极炼。”是。李长生乖巧应了一声，进屋等待。一层内摆放着各种锤子、冶炼工具，2楼和3楼是居住之地。他没有碰，盘坐修行。这里的灵气虽然不如峰顶，却也远超他之前所在之地。约莫半个时辰，聂球回来了，手中拿着一本小册子。师兄，李长生道。聂球打开储物袋，取出一堆书籍，道：“这上面的阵法，你都看看。自古阵气不分家，练气先学阵。阵法。”李长生眨了眨眼。是啊，不然的话，这些法器如何能够坚韧难摧？如何加持修士的力量？聂球道：“好的炼器材料也需要阵法帮助，否则只是材料。”原来如此，我一定用心学习。李长生坚定道。聂球扬了扬手中册子：“你想学，我就全心教你。等你筑基，也传你风云极炼。”风云极炼。李长生有些好奇，这是灵气峰的独门炼器之术。不错，风云极炼传闻是灵虚洞天祖师在一处古遗迹中习得。聂球道：“可惜只是残缺，最高只能炼制精液还丹的法器，了不得的法门。”李长生道：“可惜筑基期才能修炼，因为炼器修士灵力无法支撑。”聂球道：“只有筑基的浑厚灵力，才能摆脱冶炼炉，以灵力炼制。筑基期脱离了凡火，可以灵力现真火炼器。”李长生忽然道：“师兄，我心中好奇，你说能不能以活物炼制成器？而且那活物还活着？”活物？聂球一怔：“对，比如一棵灵树，直接将一株树炼制成法器。你这脑子。”聂球摇头失笑：“自然不可能，活物会被真火烧死。”李长生沉默了，他炼体挡不住同阶法器，便是突然奇想，若是自己将自己当作法器炼制，身上刻满阵法，那是不是就能兼顾到同阶破不了？第19章学阵。李长生安心学习着阵法知识。陆长寿的长剑终于被人找到，可除了长剑，再无其余物品。陆长寿失去了踪迹，林剑锋也派人调查，自然有人找到李长生。可李长生有聂球作证，一直闭关修行。当时我开启了阵法，并未告知长生如何调动阵法，他相当于被封困。聂球解释道。这句话一出，直接解决了李长生所有疑点，调查的弟子只能离开。李长生拱手道：“多谢师兄。”当时聂球可是教会他自由出入，掌控阵法。聂球现在这么说，直接将他摘除出去，与这事无关。待弟子走远后，聂球道：“陆长寿，不会真是你杀的吧？”“怎么可能？”李长生苦笑道：“陆长寿可是炼气7层，我如何是对手？”“也是。”聂球点点头，不再多想。陆长寿没了也好，没人许你麻烦，安心跟我学炼气。唉。李长生叹息一声，不再多言，安心学习阵法。陆长寿的事情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，除了一柄剑，再无其余线索。那残留的衣服还在地底藏在，就算是找到衣服，也只是确认陆长寿死亡而已，断不可能查出他来。了却这一事情，李长生也彻底安心了。研究阵法，聂球也细心为他讲述炼气之道。炼气看着简单，却是困难重重，是精细手艺，阵法万千，以气承载。你之前问活的灵树炼制，真火熬炼材料，已然杀死了灵树，而我们需要的是一件能承载自己力量法器。不论是草木也好，还是矿石材料、妖修骨骼，其实对于我们的灵力运转都有阻碍。阻碍？李长生挑眉。对，毕竟不是我们自己的身体。所谓炼气，就是消除这种阻碍，将之化为能顺畅运转，从而增幅我们灵力的法器。聂球道：“所以灵物不可能，或者我们会以真火驱除器物杂质，将之形体焚烧淬炼，重新构造，如何能活？”原来如此。李长生恍然道，接着却是在想：既然如此，那将自己炼制了，自己的身体运转自己力量，自然毫无阻碍，顺畅无，不需要真火焚烧，那就不用死了。等等，真火淬炼，驱除杂质，若是这样，自己是不是也能以真火炼体？但想想，那得需要筑基才能催发出真火，他只能暂时放弃了，让聂球帮忙淬炼，不能冒这个险。若是中途被发现什么，那就不是淬炼，直接是炼制长生药。聂球继续讲道：“我们要以真元，也就是灵力，在法器上刻画阵法。筑基境界，灵力化为真元精液，才有后来的精液还丹。灵力刻画阵法，牵引天地灵气，温养法器，保持法器的灵力。也因为阵法牵引的灵力存在，才能让法器足够强，能够增幅使用者。每一件法器最基础的阵法便是小型聚灵阵，只有聚灵阵才能让法器拥有灵力，时刻温养法器本身。还有一种便是量身打造本命法器，这种本命法器完全是由炼器师根据修行者修行之法而打造的。一般情况下，除非完全不会炼器，否则不会请炼器师帮忙，因为炼器师需要了解对方修行法，又亲手打造出本命法器，很可能知晓对方弱点所在。那师兄，为人炼制过本命法器吗？李长生问道。未曾接过，唯有筑基境才有资格温养本命法器。聂球道：“本命法器需要真元温养，自身心血温养，炼气境可做不到。”我明白了。李长生点头道：“好了，我先炼气了。这里有炼气境材料，还有打造之法，你先自行研究。”聂球递给他一个储物袋，道：“我刚踏入筑基，需要修习风云极炼，闭关炼制法剑。”好。李长生接过储物袋，带着阵法书籍离开房屋。他盘坐在外面冶炼炉前，钻研阵法。聚灵阵、五行迷踪阵、玄金阵、灵木阵、幻阵、灵虚剑阵等各种炼气境阵。
李长生沉浸其中，这些阵法并不算复杂，毕竟只是炼气境层次的阵法。学阵法的最好办法便是画出来，在地面上画，画好再毁掉。虽然地面画的阵法几乎没什么用，因为泥土不蕴含灵力，自然无法驱动阵。李长生刻画着一个个阵法，聚灵阵、五行迷踪阵、幻阵，上面的阵法全部刻画尝试，心中对比了一下，如果将这些阵法刻画在自己身上，自己怕是得修改一番运功路线，只能压下心中想法，等以后去气脉藏书阁看看，能否找出解决之道。学习完阵法，便是以灵力刻画，选了石头作为试验品，或者取一节木材，在木材上刻画。他没有急着练气，要做好万全准备，再开始炼制法器。一天下来，他也只是学会了阵法而已。7日时间过去，阵法彻底掌握，才开始在石头和木材上刻画。石头和木材太小太脆弱，刻画起来很难。一块块石头粉碎，一块块木材化为齑粉。李长生并不气馁，继续练习。半月时间眨眼而逝，他在石头和木材上终于刻画成功了。当然，只是刻画成功，依旧是凡木和石头，没有作用。铿锵一声清脆剑鸣响起，聂球出关了。聂球红光满面，整个人的气息变得更强了，手中的法剑也弥漫着远超炼气境的灵力波动。筑基法剑终于成了，现在的我才是真正的筑基境炼气师。聂球笑道：“恭贺师兄修成风云极炼。”李长生道：“你学得怎么样？”聂球问道。李长生道：“阵法都记下了，只是刻画阵法还在练习。”聂球扫了一眼，诧异道：“你还没开始练气，还未做好准备，觉得没把握。”李长生道：“阵法的刻画确实是个精细活，有一丝差池就会毁掉法器。”聂球叹道：“你比当初的我强太多了，当初我就没你这性子，急着上手，毁掉不少材料。都是师兄教的好，我只是觉得自己还不够。”李长生笑道：“你放心炼制便是，我已修成风云极炼，委屈你一下，当我学徒，气脉会有材料与你练手。”聂球道：“这是长生的荣幸。”李长生郑重作揖道：“见过师傅。”叫什么师傅，依旧师兄弟相称，学徒又不是非要是徒弟。聂球摆手道：“若非你这个贵人，我也无法筑基成功。”第20章炼气任务，聂球去帮他办理炼气学徒的事情。李长生继续刻画阵法，极为小心，一块块木头、石头被他刻上各种阵法。到了晚上，已经刻画了10余件。聂球回来之后，看着地面上的物件，也惊讶道：“没想到你一天下来能刻画这么多，有把握炼气了？”“有把握了，明天开始炼气。”李长生道。聂球取出一块令牌给他，13学徒令，代表他是13号炼气师的学徒。多谢师兄。李长生收起学徒令，从水井内打水冲澡，回房修行，炼体、炼气都没耽搁，慢慢打磨自身。白天炼气，晚上修行。聂球也是如此，到了筑基，已然可以用修行来代替睡眠了。第2天，李长生开始炼气，聂球在一旁指点。熊熊大火燃烧，煅烧着一块玄铁。李长生在聂球指引下，抡起铁锤捶打。铁锤配合呼吸吐纳，也有技巧。聂球淡淡道：“这铁锤也算是一件法器，锤打的反震之力可配合呼吸吐纳，锻炼身体。这么说来，这炼气打铁也是炼体之法。”李长生道：“自然。”聂球笑道：“待你炼制上品材料时，需要动用更多的灵力，若不配合呼吸吐纳，纵使连7、8层也难以承受。”原来如此，李长生恍然，对炼气也充满了兴趣。以后有什么锤打的活，就交给我吧。对于炼体，他很热爱，早晚成为一棵谁都啃不动的长生树。在聂球的指点下，李长生调整呼吸，有微弱的天地灵气随着呼吸没入体内，铁锤的反震之力传入全身，随着呼吸吐纳，配合灵气淬炼身体。这种淬炼相比起自己修炼要慢得多，胜在日积月累。玄铁在铁锤下变形，一些杂质也在锤炼中震飞出去。反复锤打，一天下来已成一块精纯玄铁，杂质几乎排除的差不多了。炼气之道非一日可成，努力练习。聂球转身回了房间，李长生回房继续修行。第2日锤打冶炼矿石，一柄法剑的炼制非一块玄铁可成，还需要其余材料。这还只是普通法剑，一些特殊法剑蕴含各种属性，需要不同的炼制之法。连续3日时间都在处理材料，一直到第4日才将材料化为精纯铁水。还好有现成的模板，只需要在凝固之前梳理铁水，将阵法烙印上去。这些材料本身便是炼气境材料，算是灵物，虽然比木头和石头坚韧，但现在还是铁水，依旧要小心。多种材料融合，以灵力梳理融合在一起，阵法引入内部。这一柄法剑，他刻画了聚灵阵和玄金阵。聚灵阵聚集灵气，温阳法剑加持使用者剑招威力；玄金阵则汇聚天地间金属性力量，让长剑更加锋利，轻易破开铜阶防御。李长生终于明白自己为何挡不住铜阶法剑了。金克木不提，只是这阵法加持，他也不可能以身体挡住铜阶法器。待第2天中午，这柄法剑冷却，已能自行聚集灵气，剑身弥漫着锋锐之气，算是成了。你很有天分，第1次炼气就成了。聂球称赞道：“当初我就没你这性子，阵法半生不熟便开始炼气，失败了好几次，都是师兄用心教授。”李长生笑道：“继续练习吧，多炼制些下品的，有把握就炼制中品和上品的。”聂球道：“在气脉想要获得修行资源，便需要炼制出法器，每一件法器奖励1颗气血丹，10件奖励1颗炼气丹。我会努力的。”李长生道：“等你能炼制上品法器，我便带你接炼制任务，那才是大头。”聂球道：“炼制任务？”李长生好奇道：“宗门的任务？我听说林剑锋就有抓妖、寻灵药这些任务。”“是的，各脉有个脉的任务，弟子们随意接取。”
聂球讲述道：丹脉炼丹，气脉炼气，外面有不少修士不会炼气，便会委托给我们，有时候还要离开宗门去对方家中炼气。一般这种报酬丰厚，一半要交给宗门。虽然一半要交给宗门，但却比在宗门之中炼制法器获得的资源多。那在外会不会有危险？李长生道：一般不会，除非有人想赖账，不给报酬，杀人灭口，这种极少，我还没遇见过。聂球道：危险的是灵剑锋弟，他们在外斩妖除魔，打打杀杀的，不知道哪天就丢了性命。当然，他们获得的奖励更多，那是应该的，他们拿命挣。李长生道：是啊，拿命挣得。聂球叹道。两人又聊了一回炼气知识，各自回房修行。第二天起来继续炼气，李长生要将所有阵法都用上几遍，彻底熟练阵。熟练炼制下品法器之后，他也加快了速度。聂球每次炼制完后，便会来指点他炼气，他的体魄也在炼气中缓慢增强，安心炼气，不闻外界之事。半年时间飞逝而过，李长生炼气7层顶峰，炼体也到了7层后期，灵力已经打磨到极致，即将破入8层。如今的他已然能熟练炼制中品法剑，各种阵法熟练于胸，开始炼制上品法剑。上品材料处理起来较为麻烦，他要半个月才处理完毕。冶炼炉的火焰终究是反火，想要熔炼材料太慢。他还炼制了3个阵法：五行迷踪阵、幻阵和灵虚剑阵，存放在储物袋，需要动用时随时布阵就行。这半年来，牛问道没有来寻他，李长生偶尔去藏书阁看书，倒是听见了他牛问道的天才传说。3脉会武，牛问道打败炼气9层，击败长春，夺得第一，风头无量，成了第一天才。长春号称7日炼气，掌门继承人，结果在牛问道面前完全不够看。牛问道听了他的话，对谁都很客气，对师傅那是极为孝顺，对师兄师姐极为恭敬。他简直做到了完美，甚至有人说，若非他是妖，这掌门继承人的身份会换成他。而牛问道的传奇才刚刚开始，经常带师兄弟下山斩妖除魔，以人类自居。他很像个人，若不是依旧是青牛身，还无法化形，那和人没什么区别。至于他这个朋友，没人提及，牛问道也未和人提起过，像是遗忘了一般。对此，李长生很欣慰，终于不用被关注。长生，我找到一个好活计。聂球从任务店回来，道：一块百年寒铁炼制成筑基法剑，奖励真元丹1瓶，对方还要炼制2柄炼气镜法剑，奖励2瓶上品炼气丹，正好我们去。距离远吗？李长生问道。不远，就在30里外的中阳城。第21章成精的老柳树。灵虚洞天30里外，中阳城。中阳城属于人类国度大前国，城内普通人和修行者共同生活，由3大家族把控着城池，就连中阳城主也要忌惮3大家族几分。聂球带着李长生在城内走着，道：我们灵虚洞天弟不必怕什么，3大家族虽强，却也只是筑基而已。中阳城内没有金叶还丹？李长生问道。曾经有，作化了。聂球叹道：当年中阳真人坐镇此城，就连我们灵虚洞天也要给其面子，可惜后继无人。金叶还丹号称真人，可惜依旧不敌岁月摧残。李长生没有言语。聂球唏嘘道：中阳真人庇护此城200年，几乎将周围宗门打了一个遍，有胜有负。200年？李长生眨了眨眼。我灵虚洞天胜了还是败了？自然是胜了。聂球微微昂头道：中阳真人战斗太多，体内暗伤无数，只活了200多年。这哪是斗法战斗，这完全是在玩命。300年寿元，硬生生打没了近100年。李长生目光扫视四周，有不少修行者，遇见他们都刻意远离了几步，无他，全因他们道袍上绣着灵虚2字。灵虚洞天在中阳城名气不小。说话间，两人来到一套宅院前，院门匾额高挂，青柳院。敲响大门，一名老者开门相迎，将他们请了进去。院内有一棵老柳树，枝繁叶茂，一男一女，两人盘坐在柳树下修行。灵虚洞天气脉聂球见过道友，这位是师弟李长生。聂球作揖道。老者还了一礼，老朽柳青，那2位是老朽孙子，待修行完毕便来拜见。倒也不必，还是直入正题吧。聂球道。柳青点点头，一挥手，3块矿石出现，一块成年人脑袋大小的寒铁，散发着刺骨的寒气，李长生炼气7层顶峰的修为都抵挡不住。另外2块要小上不少，只有寒铁1半大小，一块赤红，弥漫着热气，竟能与寒气抗衡。最后一块却是青色，周围像是有一缕缕微风一般。聂球面露惊讶之色，寒铁、赤岩石、清风石，道友好机缘，竟能得这3块好材料，祖传之物。柳青拱手道：有劳2位道友，炼制成法剑不知需要多久？寒铁炼制筑基法剑已然足够，另外2块却是少了些。聂球沉吟道：可还有别的辅料？柳青闻言摇头道：没有了，老朽无能，只能拜祖宗基业，只剩下这3块奇石。我有个提议，不知当讲不当讲？聂球道：请讲。老者道：或能将清风石与赤岩石相融，铸就风火法剑，必然能成就筑基中品法剑。聂球道：风助火势，火长风威，汇聚之后自有其能。柳青摇头道：老朽知晓此中道理，奈何徒儿有2个，老朽也要手中有兵器，方能守护他们，能否劳烦道友添些材料，能成就一柄好法剑，添些材料也无妨。聂球道：那就有劳道友了。柳青躬身一礼：寒铁之剑可差些，补了道友。聂球微微颔首，很满意柳青的提议，毕竟他们来炼气，总不能倒贴进去。赤岩石和清风石就不想了，这么一大块寒铁，怎么说也要留些材料下来，哪怕是一些边角料，积攒起来以后也能用上。他的筑基法剑只能算是普通法剑，可没有特殊属性。柳青倒了茶水，聂球又问道：此地可有冶炼炉？没有。柳青叹道。
聂球没有再多言，李长生静静地站在他身边。没多久，那一男一女修炼完毕，前来见礼。李长生也跟着还礼，两人年纪都不大，约莫16、17岁。男子俊俏，名为柳贤；女子名为柳清月，半边脸极美，另外半边脸却是有一块红色胎记，破坏了美感。相识之后，柳青带着他们来到地下密室，这里安静异常，不被打扰。两人带着奇石进入密室之中。聂球道：“本想让你练练手，可此地也没野炼路，而又都是奇石。师兄，此等奇物，我也不敢上手。”李长生道：“我去外面等师兄，你正好去城内玩玩，还未出来过。”聂球一翻手，取出一个钱袋子，这里有些大钱币，可买些小玩意。我寻个房间修行，不想出去。李长生道：“拿着吧，万一有用呢。”聂球将东西递给他，道：“这3件奇石处理麻烦，想要炼制成法剑，至少4、5个月时间。”李长生这才收下钱袋，离开了密室，正要寻柳青要个房间修行。柳青道：“你可去那树下修行，那里有聚灵阵。”也好。李长生微微点头，来到老柳树下。此地灵气确实浓郁，但却有一股淡淡妖气弥漫。这妖气很淡，若非身为树妖比较敏锐，还真不一定能察觉到这妖气。他看了一眼老柳树，柳树静悄悄的，没有露出什么异常。柳贤和柳清月出门游玩了，安心修行，灵气自然比不得聂球炼丹房。观想自身天地，吸纳天地灵气，灵虚玄功微微运转。随着他的运功，柳青不注意时，老柳树微微摇曳了一下，竟然也开始吸收灵气。李长生心神却是注意着老柳树，果然成精了。在外修炼，他可不会完全入定。老柳树只是修行，没有惊扰他。修行1天下来，他感觉到了8层的瓶颈，慢慢打磨，自有突破之日。柳贤和柳清月回来了，柳青已经做好了饭菜，招呼李长生一起吃。李长生跟着吃了些，给聂球送了饭菜。给聂球送饭的事情也是他来办，3人不会接近密室，以免有窥探之嫌，也担心不懂炼气之事打扰了聂球。晚上继续修行，累了就依靠着老柳树睡下。第2天早上，柳贤和柳清月也来此修行，他们只修炼半日，并不想李长生，除了吃饭都在休息。见状，柳青对两人一阵大骂：“看看人家洞天地如此刻苦，再看看你们。”两人一阵羞愧，表示一定努力。当天多修行了半日。对于年少的他们来说，枯燥的修行哪有外面的世界精彩？第22章老柳树的回馈。李长生安心在青柳院住了下来，日日修行打磨自身。聂球进入密室，一步未出，安心练气。柳贤兄妹2人自努力半日后，又恢复了懒散。柳青无可奈何，也不再多言。李长生一边修行，一边注意着老柳树的情况。老柳树应该刚踏入修行不久，意识浑噩，尚未完全踏入妖修行列。看在同为树妖的份上，李长生会帮他聚集一些灵气，加速他修行。反正现在已经到了瓶颈，只剩下打磨，倒也不需要太多灵气。到了饭点，准时吃饭。中午柳贤兄妹是不会回来的，只有他和柳青。柳青偶尔会打听一下灵虚洞天的事情，看样子是有心让兄妹2人拜入灵虚洞天修行。听闻你们灵虚洞天有2大天才。柳青道：“7日炼气的长春，古妖血脉的牛问道，他们名声已经传到您老这了。”李长生惊讶道：“他们可没少来中阳城，和3大家族也交过几次手。”柳青笑道：“我不想知道也难啊，只要出门打听，几乎都知道。看来风头挺盛。”李长生淡笑道：“少年意气风发，几个不想世间有名。”柳青道：“我还听闻那牛问道虽为古妖青牛，却待人客气有礼，身边弟子敬重。我也有所听闻。”李长生道：“哦，你不认识他们？”柳青诧异道：“他们是贱卖的，我和聂球师兄只是气脉弟子，一直在峰内炼气，也只能听些传言。”李长生道：“也是，如此天才之辈，确实难见。”柳青点头道：“以李长生的身份地位，接触不到牛问道他们，也实属正常。不过听外面传闻，长春和牛问道似有不和。”柳青道：“哦，有此事？”李长生面露诧异：“我不曾听说他们有什么不和。约莫2个月前，两人曾因一株灵药打起来，牛问道夺了灵药。”柳青道：“听说当时长春受伤吐血，扬言要将他牛角给折了。后来呢？”李长生问：“后来就不知道了。”柳青摇头，他也只是在城内听说这些事。李长生没有多言，回老柳树下修行。牛问道和长春早已结下了梁子，想要奴役牛问道，这对于一只妖来说乃是生死之仇。只是没想到已经闹出城外，在中阳城都有他们不和的消息。一门2天才听起来很好，但这2个天才掐架就不太好了。不过这些与自己无关，安心修行，早日炼气8层。1日时间过去，眨眼间来到青柳院已有1个月。李长生终于磨破了瓶颈，水到渠成，进入炼气8层，浑厚的灵力流淌全身，涌入4肢百骸，脑海中的本体也长高了1寸。他的突破，不远处的柳青看见了，道：“皇天不负苦心人，恭喜小道友修为大进。天资差，只能刻苦修行。”李长生笑道。柳青不再多言，让他安心巩固修为。炼气8层的灵力流淌全身，刚突破的感觉让他觉得自己异常强大。但看了一眼自己本体后，任何感觉都熄灭。炼气8层，长生树变得更好吃了。如果说以前的自己吃起来软软的，现在是吃起来带点脆感。待到晚上，柳贤兄妹2人回来，又被人柳青训斥了一顿，拿李长生当教材。李长生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成为别人口中别人家的孩子，他自然不会多话，回房休息去。来青柳院1个月了，聂球还在处理材料，那3块奇石实在是坚硬，再加上特殊属性，处理起来必须小心翼翼。咚咚，敲门声响起，李长生打开房门，是柳贤，疑惑道：“柳贤道友，深夜有何事？”明日牛问道要来中阳城，李道友是灵虚洞天地，不如一起去见见。柳贤道：“
李长生摇头：“我是气脉的，与之不熟，身份低微，去了也不会见我。我现在可不想和牛问道见面，他风头太盛，被人关注，躲都来不及，还主动贴上去，那可是古妖血脉。你们灵虚第一天才，你就不心动？”柳贤有些激动地道：“若他得了势，将来当上掌门，你也飞黄腾达，相差太大。我这种弟子，灵虚太多了，不值入眼。”李长生再次摇头：“这柳贤脑子有问题。掌门继承人长春还在，真以为凭借天资就能当掌门？还有一点，牛问道是妖，人类宗门让古妖来统领，种族问题注定了他再天才再好，也不可能担任掌门。就算是长春脑子一抽，来一手退位让贤，其余人也不会答应。”见他完全不动心，柳贤有些失望，只得离开。本想凭借李长生灵虚洞天弟子的身份，能面见牛问道，若是能入了牛眼，拜入灵虚洞天，那就不是普通弟子，日子会好过不少。李长生摇头轻叹，柳贤不好好修行，居然想着投机取巧。第二天，柳贤兄妹二人又出去了。李长生来到老柳树下修行，柳青道：“小友，我出去一趟，你安心修行，午饭在灶上，劳烦你自己热一热。前辈尽管去忙吧。”李长生道：“这柳青怕是不放心兄妹二人，担心他们直接去找牛问道，不管了，自己安心修行。”抬头看了一眼老柳树，他传音道：“念你修行不易，我也帮你。”脑海中回忆起树妖修行法，念给老柳树听。老柳树刚开灵智，尚不通言语，摇曳着树干表示感谢。同时，老柳树也聚集灵气，将自己修行法给李长生观看。李长生笑了笑，没有多言。老柳树刚开启灵智不久，他的修行法太过简陋，没什么作用。嗡！地面泛起一道青光，无声无息间，一根青色手指从地底浮了出来。李长生一怔，这青色手指明显不是人类的手指，乃是石头，上面却是有一条条细密纹路。他摩挲着食指，可能是岁月久远，外加老柳树吸收，已经精华进去，但这上面的纹路却是吸引了他，像是某种高级阵。第23章古妖符文。这根食指应该是开启老柳树灵智的宝物，里面精华都成了老柳树的养料。你可知此物来历？李长生为柳树聚集灵气，询问其来历。老柳树摇曳，一道灵力没入李长生脑海之中。李长生脑海内浮现一道巨大身影，一股古老气息流淌而出，像是一尊上古存在于脑海中复苏。一尊高达数丈的青色身影，浑身如同石头堆积而成，每一块石头上都有细密纹路。那一根食指只是一根小拇指，而除了小拇指上的纹路以外，其余的全都看不清。老柳树也只知道是食人，并不知道全部纹路。食人，李长生浑身一震，那身上的纹路莫非是古妖符文？灵虚洞天关于古妖记载，传承古老血脉，内有古老神通，古妖符文便是血脉中蕴藏的传承。这种古妖符文只有在古妖激发血脉，动用古老血脉之力时才会浮现。传闻中有修行者从古妖符文中领悟出修行法和大神通，可惜古妖太过稀少，灵虚洞天没有关于古妖符文的记录，只是寥寥几句提及。至于牛问道，现在还太年幼了，修为太浅，血脉顶多激发一丝，断不可能激发出古妖符文。思索间，已经到了中午。李长生热了饭菜，来到密室，终于处理完2块了，还剩下1块赤岩石。聂球舒了口气道：“师兄辛苦了。”李长生道：“哎，收人钱财，替人办事，谈何辛苦？”聂球大口吃着饭菜道：“对了，你在外面如何？有没有出去逛逛？院内有聚灵阵，我一直在院内修行，略有精进。”李长生道：“你呀，别一心扑在修行上，人生还长，多玩玩。”聂球道：“李长生没有答话，他的人生很长，寿元无尽，以后有的是时间玩，现在先修行，有自保之力再说。”和聂球分别，李长生再次来到老柳树下，柳青他们还没回来，单手按在老柳树上，为他聚集灵气，帮其炼化。古妖食指虽然没有了精华，但却点醒了他。他想烙印阵法，是否能像古妖符文一样？可惜只有1根食指，若是有一整具食人尸体供他研究就好。帮老柳树修行完毕，李长生也开始寻找木刻画食指上的纹路。虽然只是全身符文的一角，但毕竟是古妖符文，刻画起来比他学的阵法艰难多了，但多练习就好了。李长生有耐心和时间。到了傍晚，柳青和柳贤二人终于回来了。柳贤二人脸色明显不开心，柳青铁青着脸，李长生识趣的没凑上去。没多久，屋内传来喝骂声，还有柳青月的哭泣声。好在柳青没忘记，密室内还有聂球等着吃饭。送完饭菜，李长生继续修行。柳贤和柳青月也来了，两人脸上都有巴掌印，显然是挨了打。李长生依旧没说话，自顾自修行，一直到深夜，柳青叫他们休息，这才离开。李长生也结束了1天的修行，准备回房，却见柳青月的房门开了。柳青月走了出来，做了个噤声手势，并向他走去。你这是？李长生疑惑道。今日找错了地，险些回不来了。柳青月叹道，还好爷爷及时赶到，带走了我。找错了地？李长生越发疑惑，这不是去寻牛问道了吗？是啊，都在传牛问道会在千灵客栈，谁知道是长春。柳青月说到这，叹道，幸好我胎记丑陋，才没遭他们污了清白。李长生明白了，这是寻牛问道寻到了长春头上，双方本来就有仇，当着长春面高喊一声拜见牛问道大天才，这是赶着送死啊！长春人品如此低劣吗？竟然想污你清白！李长生皱眉道，柳青月的半边脸确实漂亮，若当时只看见半张脸，确实容易让人有非分之想。但灵虚洞天好歹也是修仙宗门，名门正派，不是长春，是跟随在长春身边的人，叫什么韩九远。柳青月恶狠狠的道，他确实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李长生道，你认识韩九远？柳青月眼前一亮道，听说过。
李长生道：“以后安心修行，别去招惹他们。灵虚洞天没你想象的好。”柳清月闷闷地道：“我知道了。本来爷爷想让我们拜入灵虚洞天，也有个保障，看来只能去别的宗门。虽然算不上得罪长春，但也在韩久远那边留下了深刻印象。若是入了灵虚洞天，牛问道不照顾他们，日子很难过。中阳城附近不是只有灵虚洞天，还有水月洞天、清玄洞天。虽然这2个洞天比起灵虚要差些，但差的也不多。最近灵虚洞天又是7日炼气的长春，又是古妖牛问道，声势全面盖过了这2个洞天。如今拜入宗门都会优先选择灵虚洞天，以你们的年纪与天资，应该早入宗门才对。”李长生道：“那时候家里还有些基业。”柳清月叹道：“如今基业败了，只能投身宗门了。”李长生道：“其余洞天也许更适合你们。”柳清月张了张口，还想说什么，李长生摇头道：“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无非是觉得我是灵虚洞天弟子，师兄又是筑基炼气师，能为你们牵线搭桥，化解恩怨什么。”柳清月连连点头，面露期待。李长生摇头道：“我和师兄都未曾与长春有过接触，那韩久远，只听过其名，经常索要弟子丹药，不惹为好。”柳清月沉默了。安心修行吧，修行才是第一要事，打打杀杀只会影响寿命。李长生道：“想想中阳真人今夜还丹修为200多年就没了，打打杀杀有什么好？安心修行不好吗？真以为人人都是牛问道那种天才？我知道了，我以后都会安心修行。”柳清月回房了，表示记住他的话，至于真记住还是敷衍，就不是李长生能管的。李长生瞥了眼柳贤房间，这位也没睡，一直在房内听着。也许柳青这老家伙也没睡，回房休息，第2天继续修行。柳贤和柳清月没有再出去，安心修行了。对此，柳青老脸很欣慰。只是这欣慰没持续多久，只是闭门了2、3日，柳贤便坐不住，出门逛去。柳清月倒是耐住了性子，没有再出去。李长生依旧安心修行，刻画古妖符文。3日后，他终于画成了。他发现刻画了古妖符文的木头会变得特别坚硬，比石头还硬。若是灌注灵力，坚固程度堪比一般下品法剑了。这结果让他很欣喜。如果刻印在自己身上，那同阶休想肯动自己。不过这还要继续研究，比如除了坚固，这古妖符文还有什么特性？第24章，牛问道横扫3大家族弟子。李长生还是用上了聂球给的钱，在附近寻了个铁匠铺，租下了铺子。他储物袋内有不少炼器材料，开始炼制简单的法器，不注重外形，只注重速度，哪怕是一个铁疙瘩也行。3日时间过去，他将食指符文烙印在一块铁牌上，铁牌更加坚固，下品材料配合食指符文堪比中品，几乎提升了一个品阶。仅仅是10人小拇指的符文便能提升一个品阶，那10人全身符文该何等强大！难怪古妖都是天才，血脉恐怖。牛问道：“将来也会觉醒满身符文吗？那时候会强大到什么地步？”摇了摇头，将思绪甩出。李长生运转灵力灌注铁牌之内，符文亮起，一股古老气息弥漫而出，他的灵力也得到了增幅。李长生眼前一花，像是看见一尊古老伟岸的石人，石人仰天咆哮，发出惊天吼叫，整个世界都在震荡。一条条纹路交织，体内灵力更是被符文牵引的沸腾。那石人的左手小拇指绽放璀璨光华，一股厚重的气息弥漫开来，石人小指缓缓落下，如同山岳一般，在地面砸出一个巨大坑洞。李长生仔细体悟符文的特性：坚固、厚重，加持灵力。石人能凝聚出符文，不知能否作用在我身上？李长生沉吟道：“这符文还能用来炼器，称之为更高级的阵法，也不为过。”自跟随聂球炼器以来，他一直在思索这件事，迟迟没有动作实践。如今石人符文的出现，让他看见了希望。一般炼器烙印阵法是根据人类修行者来的，需要改变材料，炼制成适合灵力运转的法器，而他自身不需要改变，需要改变的是阵法和符文，变成适合自己。不过虽然现在还做不到，但却能让我炼制出更好的宝。李长生沉吟道：“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可以重炼一下法器。若非上品法器太过浪费时间，他真想试试这食指符文能否提升上品法器的品质。若是能够提升的话，那上品炼器法器岂不是能变成下品筑基法器来？”暗下心来，专心炼制法器，将之前的中品法剑融了。虽然会浪费一些材料，但若能提升品阶，这点浪费是值得。每日泡在铁匠铺，中午和晚上会回去送饭送菜，晚上修行。他的刻苦反而激励了柳清月。至于柳贤，还是耐不住性子，修炼几天就要出去玩一天。柳贤虽然玩乐，却也保证不闹事，不再想着寻牛问道，只是闲逛，和修行者交流什么。柳青暗中跟随几天，确定柳贤真是如此，才放下心来。柳清月修炼累了，也会跟随出去放松一天，毕竟一直修炼确实枯燥乏味。李长生沉浸在炼器修行之中，研究食指符文，中品法器成功晋升成了上品法器，下品的也变成了中品。每一柄剑都变得坚固厚重，一般同阶修行者拿在手里都会觉得沉重，但也能挥动。之前用普通木头、石头没什么感觉，现在换成法器，才这厚重感才明显。一直在铁匠铺泡了1个月，将带来的中下品法剑全部改造完成。这一日，李长生傍晚返回青柳院，刚进门就听见柳贤兴奋而激动地说着关于牛问道的事情。牛问道好生厉害，在外连挑3大家族年轻弟子，夺得灵药。李长生心中一咯噔，这牛怎么就不懂得低调一些？虽然背后有灵虚洞天，但掌门可是长春那边的，真出大事还真不一定管牛问道。那3大家族盘踞中阳城多年，也是要脸面的，这牛问道很可能惹上麻烦。李道兄回来了。柳贤见他回来，连忙道：“我和你讲讲，牛问道当真威风。平日里散打家族横行霸道惯了，在外面遇见资源，基本都是他们。有时候灵药都到手了，还被他们杀人越货。这次牛问道可是做了大好事。”
是啊，听说牛问道，一杆铁棍横扫那几位弟子。柳青月也小脸激动地道：后来三大家族有人来支援，想要联手对付他。牛问道一棍下去，横扫一片，打杀了10几个，吓得他们落荒而逃。厉害！李长生也跟着称赞一声。柳青道：这些话在家里说说便可，不可在外乱说。这中阳城三大家族力量太大。爷爷，我们明白。柳青月和柳贤连忙应道。李长生起身给聂球送饭，出来后他们还在谈论牛问道的事情。牛问道打杀了他们之后呢？李长生问道。自然是回城了，但住在哪就不知道了。有说千灵客栈，也有说得到城主宴请。柳贤说道。城主宴请？李长生挑眉。城主和三大家族争斗多年，此刻牛问道出来，自然想拉拢借力。柳青年迈，看得通透，若是能通过牛问道将灵虚洞天拉下水，那三大家族就不足为虑了。前辈看得透彻。李长生道。那前辈觉得牛问道会怎么选择？不知道。柳青摇头道。我非牛问道，但最好的办法便是顺了城主意，联合城主对付三大家族。就怕牛问道出生牛犊，不通人情，被人利用，也怕他自作聪明，看透了城主拉拢借力，连城主也得罪。爷爷，那灵虚洞天自会护他。柳贤道。柳青摇头叹道。灵虚洞天怕也斗得厉害。李长生没有再多言，回房休息。长春和牛问道势如水火，已成仇人。牛问道除了自家师傅，真未必能请来什么长老高手。如柳青所言，看牛问道如何选择了。得罪了三大家族，打杀了10几个，此事难以善了。白玉泉吗？李长生呢喃低语。他想起了牛问道的话，白玉泉想让牛问道成为大师兄，争夺掌门之位。三脉会武，击败长春，牛问道越天才，他这位长老脸上越有光。可惜这位白长老还不如柳青看得通透。不想了，明天开始注意下好了。若无能为力，他也没办法。第25章烙印骨妖符文。李长生安心修行，淬炼身体，没有了气血丹和血肉养料，炼体速度就慢了下来。他估算着进度，若是这样下去，还得2个月才能炼体7层顶峰。至于炼气，距离炼气8层中期也还有段距离。到了白天，离开青柳院，没有再去铁匠铺，而是去城内酒馆客栈之地走动，注意牛问道的消息。牛问道已经成了中阳城修行者的饭后谈资，到了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的地步。昨夜牛问道去了城主府，但出来之后好像很不开心的样子。听闻这话，李长生心头一咯噔，这牛问道不会将城主也得罪了？这牛是有了什么倚仗，还是脑子被蚊子给吃干净了？至于牛问道的具体位置就不知道了，有的说在城内，有的说牛问道连夜离开了中阳城，具体在哪谁也不清楚。李长生去城内几个地点走了一趟，并未寻到灵虚洞天的地址，只能返回青柳院。回到青柳院，柳贤得到的消息和他差不多。柳青月又开始刻苦修行，他已经明白了修行的重要性。回房修行，明天继续研究下10指符文。聂球每天都很忙，暂时无法请教。研究到了这个地步，便是如何改变符文和阵法，契合自身。他感觉和量身打造法器有些像，了解修行者运功路线，从而打造出适合修行者的法器。这样的话，修行者本身没有改变，只是法器上的变化。这古妖符文凝聚在古妖身上，古妖不可能改变灵力运转，而研究10人符文，10人古妖的自身绝对不弱于一般法器。压下心中思绪，安心修行。第二天早上起来继续修行，中午送了饭，便借口去铁匠铺，实则出去注意牛问道的消息。牛问道失去了消息，连带着他身边的人也没了踪迹，好似凭空蒸发了一般。没人知道牛问道去了哪，三大家族也在派人四处搜查。有人猜测可能是回灵虚洞天了，也有人猜测得罪了城主，被城主暗害。李长生不信暗害的话，被长春暗害还差不多。牛问道毕竟是灵虚洞天第一天才，现在这程度，这些人还不敢下杀手，哪怕抓到了牛问道，惩治一顿，最后能不能杀，还得问灵虚洞天。李长生一直注意了半个月，都没有牛问道的消息，只能回去安心修行。这牛问道应该没事，否则半个月时间，白玉泉长老不可能没反应。静下心修行，给聂球送饭菜。聂球刚放下手中的材料，擦拭额头汗水，这种其实还真是难练。李长生道：师兄手段高超，换了一般炼气师，估计拿这3块其实没办法。多亏了风云急炼，炼制之法非凡，否则我对其实真不知如何下手。聂球说完，接着道：之前听你说在外租了铁匠铺，不知可有什么难处？李长生闻言道：遇见了些难题，等师兄炼制完法剑，回宗再请教。尽管说来。聂球摆手道：区区炼气境的炼气知识，应该费不了什么功夫。是这样的，我在想如何给人量身打造法器。李长生道：我也想给自己量身打造一件法器，但却不知这炼制之法、阵法烙印如何改变。聂球闻言笑道：我倒以为是什么难题，量身打造法器，困难之处还是契合自身的材料。材料？李长生闻言疑惑。不错，一般法器人人通用，这3块其实具备各自属性，需要适合的修行者。聂球道：量身打造法器几乎都是寻找适合修行者的奇实，那阵法呢？李长生问。他自身为材料，不需要再寻找阵法，有何疑惑？聂球取出一柄法剑、一柄长刀、一柄炼制的法器扇子，这3件法器都不同，可阵法何曾变过？李长生脑海一震，豁然开朗。作揖见礼道：多谢师兄解惑，长生明白。无论是刀枪剑戟还是木头石块，阵法依旧是阵法，不曾变过，只是不同的身体烙印阵法的位置不一样，自己只需要遵循自身来烙印阵法就够了。和我客气什么？以后有何不懂之处，尽管问我。聂球摆手笑道。李长生离开了密室，回房运功修行，研究自身。没多久，他拿出10指开始研究，脑海中回忆起之前感应到的10人影。
10人战斗之间，浑身符文亮起，自己应当烙印全身还是烙印部分？至于以后更换更好阵法问题，他也不担心。如果能直接更换烙印阵法，那就最好；不能的话，毁掉便是。大不了疼痛一段时间，受些伤，无尽生机在，没多久就恢复。安心修行，钻研自身，本体摇曳，爬满无数血管般的血丝。李长生闭关修行，除了送饭时间出关，全都关在房间里。柳青、爷孙3人没有打扰他。柳青做饭，柳青月修行，柳贤还是修行几日便出去放松一天，一遍遍修行法运转，还有炼体之法也随之运转。他自身情况自身很清楚，但还是要慎重一些。一直过去7日，李长生才开始以灵力幻化，在体内开辟符文路线。他要烙印10指符文，10指符文虽然残缺，但对于炼气境的他来说却是最好。哪怕气脉阵法也远远比不上10指符文，那股厚重坚固正是他所需要的。当然，玄金阵也必不可少，让自己浑身如同法剑一般锋利。随着10指符文烙印，本体之上血丝像是活了过来一般，在树干上纵横交错，一股坚固厚重的气息从本体之上弥漫而出。10指符文顺利烙印，接着是玄金剑阵，血石再度交织，灵力流淌，一股锋锐之气散发，像是一柄法剑成型。双掌化作树枝，双腿化作根须，一股略微古老的气息弥漫，像是一尊古妖复苏一般。好在这股气息迅速收敛，没有惊动爷孙3人。李长生沉浸在修行之中，灵力流淌全身，感觉自己浑身力量似乎暴增了数倍一般，举手投足间都充斥着恐怖距离，翻掌如同山岳，好像自己化成了那尊10人古妖。当然，他不可能成为10人古妖，只是烙印了对方的符文罢了。第26章，牛问道横扫中阳城。李长生在房间内待了整整7天，才从修炼中醒来。灵力流淌全身，就是消耗有些大。烙印了符文，灵力流淌就相当于驱动阵法，在动用法器一般。而古妖符文强大，远非一般法器可比。他取出一柄上品法剑，尝试了下，却是叮当之声传出，身上没有丝毫伤痕。同阶法器，休想肯动他！这动静惊动了柳青，还以为有人潜入房间对他下手。李长生连忙解释自己在试验炼制的法剑，而10指符文烙印，他的炼体更上一层，感觉浑身都流淌着一股巨力。炼体8层初期，唯一需要在意的就是消耗太大。不过好在自己也不需要多动手，而且可以用封存之法封存灵力，将体内封存足够的灵力，需要用时再引动出来，那就不担心消耗。他静心闭关，除了送饭时间，就是在储存灵力，一直花费3天时间，将浑身每一个部位都储存了灵力，这才停止。他感觉现在虽然自己只是炼气和炼体8层，但就算是一般9层，也未必是自己对手。现在的自己应该不弱于一般的古妖吧？不过得验证过才知道，牛问到这个古妖可是能越级杀敌的，完全不将炼气9层当回事。离开房间透了口气，李长生看了眼老柳树，等有机会也给他烙印符文。只是老柳树现在还太弱，符文烙印他支撑不起。刚刚踏入修行道不久，老柳树勉强算是炼气1层初期，随便来几个凡人都能砍了他，说1层初期都是抬举。柳贤和刘青都不在，只有柳清月在院内修行。清月道友，柳前辈也出去了？李长生问道。柳清月道：是啊，他们去看牛问道横扫中阳城年轻1辈去。牛问道横扫中阳城年轻1辈。李长生微微一怔，具体是怎么回事？自你闭关没多久，城主府还有3大家族又死了不少弟子，全是牛问道打死的。柳清月轻叹道：外界都传牛问道不屑与城主联手，讥讽城主痴心妄想，还想与他联合，有这事？李长生皱眉道：但凡他牛脑子里还有一点脑浆，也不可能说出这些话。牛问道：虽然是妖，有很多事情不懂，但这种平白无故给自己增加一个敌人的事情，应该不会干。得罪了3大家族，又得罪了城主，这将中阳城的大势力全得罪了个遍。别说牛问道，就算是他师父白玉泉来了，也不敢这么干。后来牛问道现身，否认了这些，说城主派人暗杀他，他还受了伤，一直在养伤。柳清月摇头道：现在真分不清谁真谁假了，灵虚洞天是不能去了。他们遇上长春，若非脸上胎记，清白都保不住。有心投靠牛问道，结果这牛怎么看都像是被蚊子吸干了牛脑子，这要是败入灵虚洞天，估计哪天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李长生很庆幸自己跟聂球去了气脉，没有继续留在灵剑锋。现在的灵剑锋几乎分成了2派，长春一派，牛问道一派。硬碰硬自然是牛问道强，但论起脑子阴招，绝对是长春强。那牛问道这次对付中阳城年轻1辈，不会是在城内吧？李长生道：当然不是，牛问道在城外与他们交手。柳清月道：灵虚洞天也有筑基期高手前来，约定不让筑基期参与。若没了筑基期，牛问道应该能走。李长生道：应该吧。柳清月也不确定地道：具体在哪？我也去凑凑热闹。李长生道：北城城门外。柳清月神色一动：要不带上我？你好好修行，师兄还在练气呢，也需要人在这守着。饭点我会回来。李长生说完，出了青柳院，从储物袋拿出一件黑衣披上，前往北城门。北城门城墙上已经站满了修行者，就连城门口都挤满了人。这些人可真爱凑热闹，喜欢看人打架。李长生费力地挤入人群，登上城墙。四周修行者面露不满，李长生毫不客气地亮出自己的令牌“灵虚洞天地”。周围修行者脸上瞬间挂上了笑容，给他让出一个位置。城下大战已经开始，近100位炼气境修行者正在与一头青牛交手。青牛浑身绽放璀璨金光，直立而起，双蹄已经化为双手，握着一根铁棍横扫四方，终究不能化为人形，只能变化部分躯体。炼气境修行者们则布下法阵，限制牛问道实力。
可惜这法阵对于牛问道来说还是差了些。那一根铁棍横扫间，棍芒万千，周围修行者碰着就伤，不敢应接。李长生看得心惊，这些修行者有一半是炼气9层，9层顶峰的也有7、8位。牛问道独自战尽100位修行者，还稳占上风，不愧是古妖血脉。大家别冲动，牛问道实力再强，也有气空力尽的时候。一位炼气9层顶峰的弟子冷声道：“我们借助阵法，消耗他的力量就行。”对，消耗他的灵力，不信他能无止境的战斗下去。有修行者高声应道：“卑鄙无耻的东西！”牛问道勃然大怒，没想到这群人如此心机，手中铁棍绽放刺目光芒，快速冲向最先出生的修行者，高高跃起，一棍砸下。修行者面色一变，身形连忙后退，体内有一道金色屏障亮起，护住自身。轰！一时间气浪滚滚，浓烟遮蔽视线，四周修行者都被掀飞出去，可牛问道也倒退而回。烟尘散去，气浪消失，那金色屏障依旧守护着修行者。没有这护身之物，我定斩你！牛问道咬牙切齿地道。修行者冷嗤道：“你身上没有宗门赐下的护身之物，不如你丢了，我也丢了，继续战如何？”你的卑鄙真是出乎我的想象。牛问道冷声道：“我若丢了，是不是就会有一支暗箭偷袭杀了我？到时查无此人，你可别乱说。”修行者面色微变，冷声道：“他们不敢杀牛问道，但偷袭一下重创还是敢的。只要牛问道重创，自有人下杀手，比如长春。”城墙上的李长生闻言松了口气，看来牛问道还没蠢到家，若真放弃护身宝物，那就是自己蠢死。第27章暗箭。牛问道虽然占据了上风，但这些人也有护身宝物，一时间战局焦灼，谁也拿不下对方。修行者们完全采取了缠斗之法，想要消磨他的体力。牛问道显然也看出来了他们的打算，他的内心焦急起来。铁棍法器连连挥动，棍芒越来越强，一口气打出36棍。轰隆隆，气爆声不断响起。牛问道剧烈喘着粗气，可依旧未能打破防御。你们当真卑鄙！牛问道气急，却也无可奈何，何来卑鄙？修行者们大笑出声：“你这牛妖只会蛮力，妖就是妖，蛮力莽夫，反而怪我们卑鄙。”修行者们纷纷出声，乱他心神。某牛问道眼底闪过一道凶光，双蹄一踏，地面炸裂，尘浪飞扬，一股强大的气势弥漫而出，古老的气息波动，恐怖的力量冲天起，像是从远古复苏的古老存在重临世间。牛问道周身肌肉隆起，双目绽放血红光芒，背后浮现一尊青牛虚影，古妖血脉，搏命了！四周围观的修行者们惊呼出声，他激发了血脉！筑基修士们凝重开口。古妖血脉激发，牛问道的气息几乎翻了1倍，直逼筑基境界。当然，只是直逼，未能跨越这个极限。挡住！他只是炼气，血脉复苏不了多久。炼气9层顶峰的修行者大吼，体内灵力催到极致，阵法运转，地面涌动，如若泥潭，限制牛问道双足。众多修行者结阵，灵力汇聚一体，同时御使剑诀。牛问道铁棍横天，周身灵力如同电弧一般缭绕全身，猛然用力一击，给我破！激发血脉的一击，涌动的地面停止，恐怖的力量以牛问道为中心爆发开来。轰隆隆，噗嗤，数十道剑芒瞬间溃散，一位位修行者瞬间口吐血水，横飞出去。那几位炼气9层顶峰的修士也是面色一变，身形滑退出去，地面塌陷，气浪冲击100余米。一位位修行者不可思议地看着自身屏障，屏障还在，但却有一丝丝裂纹，更有一个细小洞口。牛问道的力量已然击穿了这屏障。众人抬目看去，牛问道的铁棍赫然多了一截枪头，弥漫着恐怖力量。筑基法器！修行者们神情一凝，终于明白牛问道为何能打破屏障。牛问道喘气粗重，单手握着法器长枪，牛眼虽然血红，却未失去理智。而背后的青牛虚影此刻暗淡的几乎消散。我再说一遍，我没有杀你们家族之人，反倒是你们暗中派人害我。牛问道冷声道。嗤嗤！突然破空声传来，一道冰冷的剑矢从远方急速飞来，直指牛问道。你们卑鄙！牛问道面色一变，提起长枪想要抵挡，却是身形一晃，险些摔倒。刚才一击他已气空力尽，不好，有人要杀牛问道！该死，不能让牛问道死了！诸多筑基修士面色大变，若是牛问道死了，灵虚洞天必然大怒，会牵连到他们。可现在却是已经迟了。铿锵一声剑鸣，一柄长剑宛若流星般飞来，与冰冷剑矢撞击在一起。咔嚓，长剑竟是瞬间断裂，不敌冰冷剑矢。好在剑矢也微微一顿，偏了方向，为牛问道争取片刻时间。牛问道连忙后撤，身上也亮起一道金色屏障。嗡！剑矢贯穿了屏障，穿透了牛问道胳膊，没入地面。虽然受创，却不是要害，让牛问道松了口气。可下一刻，剑矢却是飞了起来，再度杀向牛问道。好胆！诸多筑基震怒，终于赶到，磅礴真元汹涌而出，护住牛问道，笼罩剑矢。问道：先和我离开！灵虚洞天的筑基修士第一时间抓住牛问道，身形瞬间消失在原地。城墙上，李长生也离开了。周围修行者疑惑道：刚才那位灵虚洞天的黑衣弟子呢？不知道，只见到他扔出一柄剑就不见了。李长生遁地回到青柳院门口，进入院内。李道友，你回来了。柳清月醒来道：大战结果如何？2败俱伤吧。李长生想了想道：那些弟子也伤了。牛问道气空力尽，被暗箭所伤，算是2败俱伤。他们居然能挡住牛问道。柳清月惊讶道：在他想来，古妖天才应当横推八方，不说纵横天下无敌手，纵横中阳城那是没问题。李长生简略地讲道：牛问道还是天真了些，那些人用阵法护身宝物消耗，事后有暗箭偷袭，卑鄙！他们就不怕灵虚洞天报？
虽然李长生一句话讲完，但柳青月还是大概弄清了发生了什么。李长生摇摇头，没有多言，盘坐修行。没多久，柳青带着柳贤回来了。柳贤绘声绘色地描绘着城门大战，在他口中，牛问道力战近100位炼器，稳占上风，最后复苏血脉，重创他们。若非暗箭偷袭，牛问道绝对能打赢所有人，哪怕他们有护身宝物，依旧不是对手。对此，李长生笑而不语，柳青也没出声点破。牛问道是占了上风，但那些人并未重创到不能动手，而牛问道却是气空力尽，没有暗箭再战下去，牛问道激发护身宝物，估计会被那群人当球踢。当然，这不能否认牛问道的强大，没有护身宝物，早就将那些人击败。而另一边，一间密室内，牛问道吞服下丹药，稳住了伤势，看着身旁的断剑，问道：没有寻到暗中放箭之人，此人御剑之法精妙，又能一剑洞穿你的护身金光，至少是筑基中期。一位青年男子道：根据剑识检查，乃是中品筑基法器。牛问道看着眼前断剑道：曾鹏师兄，可知道灵虚洞天有多少人来了中阳城？你怀疑是宗内之人？曾鹏眉头一皱，想到了长春，道：也有可能，我去查查。有劳曾鹏师兄了，我想知道他们的详细落脚地。牛问道沉声道：3日后给你消息。曾鹏点头。密室内只剩下牛问道一人，他拿起长剑，嘀咕道：长生的气息，自从他和聂球师兄练气之后，再未相见，没想到却是他帮了我。可是他既然来了，为何不来寻我？第28章，年轻气盛牛有道。只是第2天，牛问道便知道了李长生的落脚点。李长生和聂球只是普通弟子，也并未隐藏踪迹，查起来很容易。本想直接前往，但想到李长生不想被关注，自己如今也被人盯着，便忍耐下来。待到晚上，独自遁地而去。青柳院，李长生正和柳青月在院内修行。柳贤已经休息，柳青眉头一皱，走出房间。哪位道友？深夜奏。地面波动，牛问道遁地而出，拱手一礼。晚辈牛问道见过前辈，前来寻一朋友。牛问道。柳青月猛然睁眼，激动地看着牛问道。在兄妹2人中，牛问道乃是古妖天才，地位尊崇，极难见一面。可现在却主动前来自己家中。柳青也识得他，微微一愣，道：不知你朋友是？牛问道目光看向刚睁眼的李长生。长生来了中阳城，怎么不去寻我？寻你一起去挨揍吗？李长生站起身来，淡淡道：若是他去寻了，之前战斗会不会带上他？那筑基期的剑士来他来上一下，那后果不敢想。牛问道有些尴尬，上次是意外，之前我都是横推，年轻一辈无人是我对手。李长生沉默不语。柳青月想开口，柳青道：青月回房，让他们好好聊聊。是。柳青月有些不情愿，但还是跟着回了房间。换个地方聊吧。李长生道：去我那。牛问道说道：我租的铁匠铺比较安静。李长生说完，遁地而去。牛问道连忙跟上，与他离开了青柳院。来到铁匠铺，屋内漆黑，李长生也没点油灯。对于他们来说，夜视不是问题。伤势怎么样？李长生这才问道。还好，有你那一剑，只是受了些轻伤，休养几日便好。牛问道说道：这次还真要多谢你，否则我怕是没有时间反应，以后小心些。李长生道：长生，别看我现在受了伤，但他们也别想讨到好处。牛问道冷声道：待我伤势好了，全部找回去。李长生犹豫了下，问道：你打算继续这样下去，和3大家族、城主府打下去？我受不了这个气。牛问道哼了一声，道：3大家族也就罢了，那城主府我没有杀他的人，凭什么暗杀我？李长生轻叹道：你的牛脑子里面装的是水吗？你也未曾讥讽过城主，为何会有你不屑与城主联手的传言？牛问道眨了眨眼，长春。李长生皱眉道：你与长春恩怨颇多，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了吗？我记得你和我说过，当知道别人秘密的时候，对方就会想方设法杀了你。牛问道说道：你知道了长春的秘密？李长生诧异道：他能有什么秘密？他和我一样，不，甚至还不如我。牛问道笑道：一样不如你？李长生疑惑，什么意思？长春是半妖。牛问道低声道：他是人与妖结合产物，我之前说过，在他身上感应到了妖的气息。李长生听闻这话，也是瞪大了眼睛。还有这事？那掌门怎么可能收一个半妖作为亲传弟子？我也想不通，等我抓了长春，肯定能问出来。牛问道思忖道：我一定会打败他，成为大师兄。李长生愕然：还是你师父想让你当掌门？我觉得我师父说的有道理，一个半妖能当大师兄，有资格继承掌门之位，我古妖凭什么不行？牛问道意气风发地道：我实力更强，你也说过弱肉强食，自然法则。可是掌门压着。李长生劝道：就算是半妖不如你，但他还有1半的人族血。掌门寿元不多了。牛问道撇嘴道：我师父说掌门好像是为了带回长春，受了重创，损了寿元，之前一直寻延寿药材，却没寻到，估计也就能活个20-30年了。李长生想起自己在藏书阁时，陆长寿他们寻找延寿药材，给掌门寻的，那妖修功法也是为长春寻的，半人半妖，人族功法也不是很适合他修行，需要改动。难怪会搜集妖族功法。一切理顺了，李长生却是为牛问道感到担心。我觉得你还是太急躁了些，你师父也是短短20-30年而已，君子报仇10年不晚。长生。牛问道皱眉道：我以前觉得你说的话很有道理，但现在这条我不认同，有仇我尽量不隔夜。年轻气盛。李长生静静地看着牛问道，现在的牛问道正是年轻气盛、张狂时期，别说是他，就算是牛问道那不知道在哪的亲爹跑出来，估计也劝不了。想了想，他道：我也帮不了你什么，恰好有一个残缺古妖符文，希望对你有帮助。他将食指递给牛问道，他已经完全学会了符文，留在手中也无用。
牛问道接过食指，却是浑身一震，这是古妖的手指。食人古妖。李长生道：一截小拇指，我也不知道对你是否有用。有用，有大用。牛问道兴奋地道：等我研究透彻这古妖符文，或许血脉能复苏更多些，就是不知道这食人符文能否被我所掌握。我对于古妖符文也有几分好奇心，不知道这古妖符文对于古妖来说是什么。李长生问道。牛问道沉吟道：古妖符文其实就是古妖的修行法，古妖的道。修行法与道。李长生第一次听闻到灵虚洞天太小了，还没到谈道的层次。是的，修行到了极高深的境界，领悟天地大道，凝练出道文。牛问道解释道：而古妖符文就是道文的一种，会随着血脉传承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古妖天资强。这般说来，人类也是如此。李长生问道：当然，只是附近未曾见过这种天才。牛问道挠了挠头，等以后我见到了，和他们比比看，谁更厉害。争斗之心少一些，多活几年不好吗？李长生摇了摇头，行了，就到这里吧，以后有机会我去看你。那你可一定要来，等我当上掌门，许你一个长老之位。牛问道拍着胸脯道。李长生笑了笑，还真是年少轻狂、意气风发的小牛犊子。第29章，你可不能学牛问道那犊子。牛问道走了，李长生回了青柳院。他劝不动牛问道，最终能否当上掌门，李长生只能说可能性不大。回到房间，安心修行。通过和牛问道的交谈，对于古妖符文有了初步的认知，修行法与修行领悟形成古妖符文。难怪有修行者能从古妖符文中领悟出神通手段来。他也开始研究如何将自己的修行法与烙印的阵法、食指符文相结合起来，如此才是独属于自己的符文。不过在此之前，他还要烙印一个阵法，幻阵。有了幻阵，自己这棵长生树可以藏匿得更好，对付敌人也多一分手段。想到就干，李长生回忆着幻阵之法，在自己身上烙印起来。只是这样一来，消耗更大，一条条纹路勾勒，有了之前的经验，轻松而又顺利。到了早上，上品炼气幻阵已经勾勒成功。勾勒成功的一刹那，李长生也感觉到了一股极限感。他毕竟只有炼体8层初期，烙印的阵法到极限了，再多便承受不住，也支撑不起消耗。给聂球送了早饭，继续修行。刚来到老柳树下，柳青月便睁开了双眼。你和牛问道很熟？不是特别熟。李长生道。可他昨夜亲自来寻你，说是朋友。柳青月道。李长生沉默片刻，道：他刚入灵虚洞天时，我们是朋友，但他已经是灵虚洞天最强天才了。柳青月愣了下，道：那也是朋友。牛问道来找你，就证明他还将你当朋友。有时候朋友不是这般简单。李长生缓缓道：如果我现在和牛问道走了，你觉得还能再见到我？很难。柳青月蹙眉道：是啊，身份地位不一样了，差距太大，连见一面都困难。李长生叹道：牛问道是个好犊子，他记得我这个朋友，我就知足了。柳青月沉默片刻，道：你为什么不借助牛问道获取地位更好的资源？朋友不是这么用的。李长生微笑道：我自己修行也能提升，若是不断消磨朋友的情谊，你觉得这朋友能做多久？牛问道可以给我很多，但我能给牛问道什么？他可以不在意，但我在意。最重要的是，牛问道太年轻气盛，被人关注，他可不想。柳青月一时哑然，安心修行吧，只有自己强大，才是真的强大。李长生道。柳青月重重点头，我明白了，靠人不如靠己，爷爷也曾教导过我。李长生没有再多言，安心修行。柳贤又出去了，去关注中阳城情况。柳青没有再跟去，只是看了眼李长生，便去忙碌。显然他也还在惊讶，李长生居然和牛问道是朋友，没有再外出，安心在青柳院修行练气练体。柳青月也异常刻苦，修行完毕还会演练剑法、掌法，保证一天充实。柳青很满意，柳青月天资不差，如此刻苦，将来必成大器。至于柳贤，虽然还是耐不性子，但也比之前强很多了。他每次回来也会带回中阳城和灵虚洞天的消息。牛问道被暗箭所杀，惊动了灵虚洞天，白玉泉长老亲自来，可惜对方藏匿得太好了，并未查出是谁欲使暗箭伤人。对此，柳贤还气愤过一段时间，说不是3大家族就是长春的人。柳青看了眼李长生，见他没有任何表示，也没有多言。柳青月却是问道：长生道友，你觉得是谁所为？李长生一脸深沉地道：牛问道的敌人。柳青月失笑，牛问道现在到处都是敌人，具体哪位敌人，我如何得知？李长生耸了耸肩，道：这是有白玉泉长老操心，我们就别白费心思。自己的爱徒被伤，白玉泉很生气，亲自去了3大家族和城主府，给牛问道撑场面。白玉泉在中阳城待了半个月，牛问道的伤势完好才离开。虽然没找到放箭之人，却也压住了3大家族和城主府，让他们不敢在明面上针对牛问道，算是暂时化解了之前的恩怨。牛问道也再次带着师兄弟们在外纵横，寻找灵药，斩妖除魔。聂球也终于炼制出了2柄上品炼气净法剑，交给柳青。赤岩石所打造的武器交给柳贤，清风石所打造的法剑交给了柳青月。2人得到武器，迫不及待地对练一番。柳贤输得很惨，这段时间他远没有柳青月刻苦，输给了柳青月，也刺激了他刻苦修行。只是这份刻苦只坚持了7日，又出去放松了2日。这1日，柳青带着兄妹2人来到李长生面前，小道友，饭菜已经备好，我要带他们出去一趟。好，祝前辈此行顺利。李长生拱手道。柳青笑了笑，带着2人离开青柳院。他们离开，李长生看着老柳树，右手按在树干上，帮老柳树炼化灵气。老柳树也很放心他，任由他帮忙，并查探自己。
李长生倒也不是觊觎老柳树修行法什么，只是想帮他烙印食指符文，让他更坚固些，别自己走后不久就被人砍了当柴烧，或者被虫子、鸟什么的啄个窟窿。连续探查了3天，彻底了解了老柳树，李长生才帮他烙印食指符文。随着食指符文烙印，老柳树变得更加坚固，气息也厚重了一分。他摇曳起来，带起一股劲风。李长生道：“以后少动弹，以免引起注意，被人砍了当柴。”老柳树当即不再动弹，静静修行。待师兄炼制完法剑，我就要回宗了，不知何时才能出来。李长生低声交代道：“你可不能学牛问道那犊子，太过年轻气盛，早晚出大事。”老柳树伸出一根枝条，用力点了点，表示自己记住，也不可肆意害人，会被人斩妖除魔的。李长生又道：“当然，若是有人想害你，你也不必客气，化为肥料养分，助你成长。”老柳树再次点了点枝条，交代完毕，李长生盘坐而下，继续修行，一直到晚上，柳青才回来，却不见兄妹二人。他们二人呢？李长生疑惑道。柳青抚须笑道：“已经拜入清玄洞天，以后在洞天内好生修行，待法剑炼成，我也该去了。”恭喜！李长生道喜，到了清玄安心修行，清月刻苦，必有一番成就。唉，可惜灵虚洞天太乱了。柳青摇头叹息，否则还想让他们做你师弟师妹。第30章没有亏损的炼气师。和柳青又聊了几句，李长生回房修行去了，安心修行，等聂球炼气完成，李长生也会去铁匠铺磨练一下手艺，顺便注意一下关于牛问道的消息。自从白玉泉长老来了之后，一切就平静。牛问道没有再和3大家族城主府起冲突，都克制着自己，井水不犯河水。李长生不知道这平静能保持多久，但至少牛问道有了研究食指符文的时间。只是虽然中阳城平静了，可还有个长春。案件伤人不是3大家族和城主府，那就只剩下长春了。于是内斗再次开始，长春被牛问道追着到处跑，几位弟子被打成重伤。这位大师兄被牛问道打得一点面子都没有了，斩妖除魔，妖被抢了，在外寻找灵药，灵药被抢了。长春恨不得将牛问道扒皮抽筋，可却无能为力，只能保证自身安全。牛问道也很大方，将得来的灵药几乎都给了身边的师兄弟们，聚拢人心。中阳城不少修行者也投靠牛问道，得了赏赐。李长生轻叹，若是牛问道不是古妖，是人类天才，说不定真能争上一争。当然还有个前提，那就是掌门有换继承人的想法。在这个修仙世界，个人力量足够决定事情走向，而灵虚掌门就是决定一切的人。金叶还丹的境界几乎寻不到敌手。中阳城恢复平静，3大家族也低调了许多。时间飞逝，又是1个半月时间过去，聂球终于将筑基法剑炼制出来，那彻骨的寒气，只是看一眼都像是要被冰封一般。柳青很满意，交了真元丹和2瓶炼气丹。李长生和聂球离开中阳城，返回灵虚洞天。柳青也锁好院门，去了清玄洞天，他还要照顾柳贤兄妹2人。师兄，耗费这么久才得了1瓶真元丹，还要被宗门拿去一半，是不是亏了？李长生问道。这么久时间，在宗门能获得更多的真元丹，本来觉得挺好的任务，此刻算一笔账，好像亏大。聂球御剑而行，而言笑道：“长生，你要记住，只有亏损的囚气人，没有亏损的炼气师、炼丹师也是如此。为何？”李长生疑惑道。聂球一翻手，手中多了一块巴掌大小的寒铁。真元丹是小，这才是大头。师兄，你李长生惊愕，没想到聂球留了一块，他要的只是法剑，我给他炼制成了，剩下的材料自然是我的。聂球道。李长生竖起大拇指，果然是没有亏损的炼气师，这种特殊材料可不是一般材料可比。可惜赤岩石和清风石太小了，只弄到一点边角料。聂球道：“若是多些，再添些材料，又是一柄上好法剑，那爷孙3人能拿出3块奇石，已经很富有。”李长生道：“也是。”聂球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走吧，回去后好好修行。”御剑回归，随着聂球去交任务。真元丹去了5颗，炼气丹还剩下1瓶，将炼气丹递给李长生。聂球道：“你拿着修行吧，我并未出力。”李长生摇头道：“你我之间何须客气，也要多谢你这段时间送饭，怎能说没出力？”聂球笑道：“再者，这上品炼气丹已经对我无用了，留着也是吃灰。”李长生这才收下炼气丹，多谢师兄。走，随我下去一趟。聂球拿着真元丹，没有直接回房，而是去了另一个炼气师所在之地。一位黑袍炼气师正在冶炼炉前捶打，一身灵力十分浑厚，还不会用真火呢。聂球站在远处，冷嗤一声，举着真元丹：“卢君见过真元丹吗？”聂球打铁的炼气士，黑袍炼气师放下铁锤，怒视着聂球，咬牙切齿道：“你少在这里耀武扬威，你得意不了多久的。啧啧，筑基都不是的你，怎么敢这么跟我说话的？”聂球嗤道。李长生没插话，这位应该就是和聂球有仇的那个炼气师。当初聂球入监狱也是拜这位所赐。卢君牙齿咬得咯咯响，双目几乎喷出火来。你若跪下求我，说不得我心情一好，指点你一番，让你也能踏入筑基。聂球继续刺激着他。卢君冷哼一声，转身便走，不想面对聂球，还学会将自己藏起来了。聂球冷笑一声，也没多留，带李长生离开。聂球，你欺人太甚！卢君气得几乎吐血。要不是你运气好，得了不少丹药，岂会超越我？回到自己的炼丹小楼，聂球长出一口气，真是舒坦。那卢君怕是要恨死师兄了。李长生眨了眨眼道。聂球笑道：“就是让他恨，我就喜欢；他恨我，却又奈何不了我的样子。看来师兄对他怨念很深啊。”李长生道：“那倒不至于，若无他，我还无法遇见你，自然发现不了牛问道。”聂球道：“说不定我直接将牛问道砍了，哪有我的今天？就算是没有我，还会有长久他们。”
李长生道：“算了，不说这些了，歇息2日便继续练气。”聂球道：“李长生点点头，带着炼气丹回房修行。聂球也拿着真元丹闭关修炼，一颗颗炼气丹炼化，李长生的修为快速精进起来。只是现在已经炼气8层了，这炼气丹提升效果远不如之前。将一瓶炼气丹炼化完，还没到中期，慢慢打磨灵力，缓缓淬炼身体。闭关了2日，继续炼气，开始炼制上品法器。他的上品法器没有再用食指符文，只是炼制普通的法器。聂球也开始炼制筑基法器，他还要将得来的寒铁化入自己法剑之中，提升法剑威力。日子恢复平静，炼气修行得宗门赐下的丹药，偶尔换成气血丹用来淬体。他也会抽出时间去气脉藏书阁翻阅各种书籍，全部背下来。同时也在研究新的术法神通，比如幻剑诀主攻虚幻，与凌云3剑契合，也适合自己烙印的幻阵。同时也研读御剑术，等自己筑基了，直接御剑飞行。金盾、水盾这些盾法也在研究，每天都很充实。第31章，年轻气盛的牛犊子正在摩拳擦掌。五行遁术、幻术法门、灵虚13剑，每日练气完毕便钻研这些。李长生没有闲着，以前没时间，现在不一样，气脉比较清闲，有时间研究。研究累了，他也会放松一下，去看看书，听听弟子们的谈话，打听下牛问道的事情。自中阳城回来之后，牛问道还算安稳，只是追着长春不放。虽然矛盾不断，但没闹出人命。牛问道还是比较克制，或者说白玉泉也不敢让牛问道杀了长春，打败、羞辱、证明自己实力。可若是杀了门派大师兄，这性质就不一样了。牛问道风头更强盛，虽然名义上还不是大师兄，但已经完全盖过了长春。中阳城都知道一个古妖天才，谈论牛问道的事情，提及长春，哦，又被牛打了。听闻长春气急败坏，回到宗门后没少砸东西，掌门亲自出面寻白玉泉长老聊了聊，什么同门互相照拂，不该争斗之类。白玉泉当即应下，让牛问道不再为难长春，长春这才得以喘息，日子好过一些。两人开启了冷战期，出了宗门，长春往北，牛问道就往南。李长生写了日记，将牛问道的事情记录下来，等以后牛问道老了送给他，希望牛问道能安稳活到老。毕竟风头太盛，很可能遭了劫难。时光如水，半年一纵而过。李长生修为步入炼气8层中期，炼体也到了8层初期极限，即将中期。幻剑诀、凌云3剑已经大成，灵虚13剑这些剑诀就要差点。木盾和土盾同样大成，其余盾法稍次。牛问道则比较安稳，但却提升飞速，好像炼气9层了，血脉也复苏更多了，应该是掌握了食指符文。长春也进步神速，炼气9层后期，扬言3年内必然筑基，稳定自己大师兄的位置。这一日，李长生刚好炼制一柄上品法剑，咚，一道钟声传来，响彻整个气脉。气脉召集弟子的钟声。李长生诧异，无缘无故，气脉怎么会召集弟子？聂球从房间走出，也面露疑惑，道：“长生，我们去看看。”李长生跟随聂球前往气脉峰顶，气脉弟子们也纷纷赶往山顶。来到山顶，已经有上百位弟子聚集，还有弟子正在赶来。气脉五长老立于前方高台之上，见过五长老，不知钟声响起，可是有何大事发生？诸多弟子们出声问道。五长老抬了抬手，淡淡道：“等都来了，本长老再宣布。”众弟子当即乖顺站好，没有再问。李长生和聂球站在人群之中，静静等着。1刻钟后，峰顶已经聚集了300余位弟子，全都仰头看向五长老。五长老扫视在场弟子们，这才开口道：“本长老召集你们前来，是有一件大事交给你们，那就是再次会晤。”再次会晤，弟子们错愕，有筑基弟子疑惑道：“长老，会晤日期还未到吧？2年一次会晤，还远远没到呢。”这次不同于以往的会晤，乃是与水月洞天、清玄洞天的比试。五长老沉声道：“每一脉都会挑选10人，于中阳城设下擂台，3派会晤，和水月洞天、清玄洞天比试。”弟子们没想到会是与这2个宗门比试，这是为了共同进步。掌门有令，若是胜了2派，必有赏赐。五长老肃然道：“筑基丹、炼气丹、真元丹，甚至其实材料皆可赏赐。”筑基丹，那些炼气境的弟子们眼中泛着光芒。一些炼气9层弟子一直卡着，就是缺一颗筑基丹、真元丹。其实筑基期的弟子们也面露喜色，他们修行需要真元丹，而若有其实材料，也能打造出更好的法器。聂球也有些心动，这些奖励很好，但不知道奖励多少真元丹。有弟子问出他的疑惑：“长老，若是胜了，不知道奖励几颗真元丹？”五长老道：“胜一场，奖励1瓶真元丹；败者没有奖励。若你能带领宗门胜过2派炼气师，奖励10瓶真元丹，2块奇石材料。胜一场奖励1瓶，2块奇石，10瓶真元丹，我一定能踏入筑基中期。”一位位筑基弟子都开始幻想自己力压2派，将所有奖励收入囊中了。长生，以你的技艺也可参与。聂球道：“3派比试不可能只比筑基境，炼气也会比。”李长生摇头道：“我就算了，半路出家，如何比得上这些师兄？你炼制的上品法器可不比他们差。”聂球道：“大家都是同样的炼气法，都能炼制上品法器，如何不如？炼制速度。”李长生平静道：“他才炼气多久？哪怕再努力钻研，也不可能比得上这些炼气多年的气脉弟。虽然同样能炼制上品法器，但炼气9层处理材料就是比8层快。”闻言，聂球愣了下，道：“要不试试看？万一不看速度呢？”师兄也不必安慰我，我在气脉安心炼气，每月有几颗丹药修行，已经很满足了。李长生笑道：“最开始来气脉，只是单纯不想被欺负，人要学会知足。你倒是想得开，我还在想如何帮你争呢。”聂球笑道：“师兄去就行了，
李长生道。聂球充满信心地道：“我也炼制过奇石，不少师兄，可是没这个机缘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奇石。柳青能有3块，全是祖上留下。不少气脉炼气师也只是在宗门见过，没有上手过。自从炼制奇石之后，他炼气术进步非常大，完全不惧那些筑基中期的师兄。你们还有3个月的时间准备，到时挑选出10位弟子。”五长老的声音响起：“筑基5位，炼气5位，选出之后告知你们3派比试的具体时间。”是。众多弟子们轰然应道。弟子们各自散去，想参加的留下寻五长老报名。李长生则先回炼气房练气练体，熟悉一下剑诀和手段。比试的事情他就不参与了，太过引人注目的事情不适合长生术。3派比试不只是气脉，牛问道应该也会参与。年轻气盛的牛犊子应该正在摩拳擦掌，想着夺第1吧。第32章初生牛犊心气高。聂球回来之后便一头扎入炼气室闭关了。李长生依旧是炼气修行，日子没有变化。不想练气，便出去看看书，听弟子们谈论宗门事情。听说长春和牛问道下了赌约，这一次谁能带宗门胜利，谁就是大师兄。一位炼气8层弟子道：“长春居然将自己大师兄位置拿出来做赌注。”一位炼气7层弟子接话道：“如此魄力，实在是佩服，还不是牛问道一直纠缠，觊觎大师兄之位。长春大师兄心系宗门，不想再斗下去了，想的是一直对外，乃像他一头牛，能懂什么？话可不能这么说，牛问道本就比长春强，他当大师兄或许真的更好。哼，一头妖觊觎大师兄之位，其心本就有问题。妖怎么了？那也是我灵虚洞天的古妖天才。”李长生静静听着，转身离开。宗门弟子有的支持牛问道，有的支持长春。这才听了一会儿，这2人谈话已经有了火药味，大有斗上一场的趋势，赶紧离开，以免打起来被波及。年轻气盛的牛犊子果然贼心不死，还想着当大师兄。倒是长春这一手以退为进，玩得着实漂亮，收获了不少弟子好感。拿大师兄之位做赌注，这明显是给牛问道下套。长春怎么可能将大师兄之位让出来？一旦让了，那掌门继承人呢？一般不出意外的情况下，掌门之位便是传给大师兄的。摇了摇头，转身回了炼气室。他现在去灵剑峰太过招摇，等以后有机会再提醒牛问道。处理材料，再次开始炼气。他已经尝试过了，十指符文对于上品法器也有用，而且下品筑基法器也斩不断。当然，只是一般下品法器，并非奇石打造。李长生处理完炼气材料，便开始修行。日子如常，并未因3脉会晤而打乱生活节奏。一转眼，2个月时间过去，李长生的体魄也再次增强，炼气方面距离8层后期也不远了。炼气也小有精进，剑诀术法也进步飞快。这天晚上，李长生正在修行，耳旁传来呼唤声。李长生睁开双眼，从窗外看去，牛问道站在阵法之外。这牛犊子怎么来找自己了？出了房间，来到阵法处，将牛问道迎了进去。不等他开口，牛问道便激动道：“长生，机会来了，我马上就是大师兄了，掌门继承人也是我的。”李长生看着兴奋的牛问道，琢磨着是不是该泼他冷水。牛问道继续道：“等我成了掌门继承人，你便跟我去灵剑峰吧，绝对没人敢欺负你。气脉生活很好，我很满意。”李长生轻叹一声道：“你就没想过这可能是陷阱？长春为什么会以大师兄之位做赌注？”我知道。牛问道笑了：“你知道还这么干？”李长生诧异道：“长生，我想当大师兄，只能如此。”牛问道傲然道：“我师父也说是陷阱，但还是支持我。他相信我的实力，哪怕是陷阱又如何？我牛问道就粉碎他的陷阱，夺了他的位。还真是初生牛犊，心气高招呢。”李长生沉吟道：“看来你已经有对策，多亏了你给的那根食人手指，我已经掌握了，血脉复苏了些。”牛问道回道：“所以我有信心，虽然是陷阱，但也是机会。错过这次机会，可能就没有。”长春这完全是抓住了牛问道的心理，逼迫他应战。牛问道继续道：“我现在有信心，炼气境内无敌手。他长春心机再深，也不可能料到我有如此进步。若还是暗箭呢？”李长生淡淡道：“之前御史剑使伤了牛问道之人，可是还没找到。师父已经给了我新的护身手段，那剑使绝对伤不了我。”牛问道拍着胸脯道：“长生，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，以后就跟着我，我也会带领灵虚洞天更上一层楼。”李长生见他模样，心中越发有些不安。但牛问道现在正是兴头上，血脉复苏让他信心爆棚，一切听起来却是没问题，他也不好再说什么。那就祝你成功，不过万事谨慎一些，没有大错。李长生道：“放心，这次绝对没问题。”牛问道咧嘴道：“对了，你会代表气脉参加吗？”“不参与，我不喜欢抛头露面，受人关注。”李长生道：“我喜欢安静。”“哎，我还以为我们能一起参与呢。”牛问道有些失望。李长生摇摇头，没有多言。牛问道也不再多说，离开了炼气师，返回灵剑峰，希望自己的担忧是多余的吧。李长生轻叹一声，安心修行。他在想一个问题：长春是个很大的问题，掌门为何如此培养长春？更何况还是个半妖，不惜搜集妖修功法，为其研究适合的修行法。长春天资强，能有牛问道强？这其中有问题。算了，有问题也不是自己能探查的。李长生将脑海中的想法甩去，他对于长春其实也有些兴趣，比如他的修行法，半人半妖的血脉，修行的功法也比较特殊，还有收集的妖修功法。那监狱之中藏书阁都只是记载了炼气境，那筑基境的呢？研究心得呢？这些是他想要的，但想到实力低微，就只能按耐住心中一切想法。至于请牛问道帮忙抢夺长春功法，算了吧，这个麻烦惹不起。一旦抢了长春的功法，那便是传达给长春一个信息，他们知道长春身份。他当初也提醒过牛问道，知道太多秘密的人或妖会被杀的。掌门这位今夜还单在背后站着，
真逼得他出手，谁挡得住？不急，慢慢等。李长生心道，自己有的是时间，掌门那20-30年寿命，相对他来说很短暂。只要掌门没了，长春若还成长不起来，必然完蛋。就算是成长起来，长春以后的孩子也会有腰许，一样要继续研究。只要耐住性子，得到这些功法是迟早的事情。心中再次叮嘱自己，不要去冒险，不要学牛问道这小犊子。想通之后，他静下心来，继续修行。第33章，师兄真会说笑，安心修行，空闲时间出去听弟子们谈论。他知道了牛问道为何晚上去寻他。现在长春和牛问道都在拉拢气脉和丹脉弟子啊，这两个家伙将手都伸到2脉来。刚回到家中，一名熟人来了，韩久远，我还记得你，李长生。韩久远平静地看着他，有劳师兄挂念。李长生作揖见礼，不知师兄前来有何指教？韩久远问道，这次3派比试你没报名，半路出家，技艺低微，参与不了。李长生道。韩久远点点头，毫不掩饰自己的轻蔑，也是，你本就天资差，转入气脉也不可能有什么成就。李长生沉默不语。韩久远继续道，我来寻聂求师兄，请他出来一见。稍待。李长生拱手道。韩久远微微点头，在外等候。来到聂求房间，李长生道，师兄。韩久远代表长春大师兄前来。韩久远。聂求声音响起，道，可有说前来作甚？无非是3派比武，请你支持长春。李长生道，长春和牛问道立下赌约，谁带领宗门胜利，谁就是新的大师兄。知呀。房门打开，聂求走了出来，道，我去见见他。两人出了房屋，来到阵法之前，聂求淡淡道，你来作甚？长春大师兄一心为了宗门，希望能与聂师兄联手，力压2宗，为宗门扬威。韩久远翻手取出一个瓷瓶，3粒真元丹，还请聂师兄不要嫌弃。3粒真元丹，长春还真是大方。聂求没有去接，而是道，你也清楚，我能有今日，是因为牛问道。韩久远低声道，发现古妖上报，乃是职责，聂师兄所为理所应当。若我不答应呢？聂求淡淡道。韩久远目光一寒，转瞬却又浮现笑容。如何抉择？聂师兄自己决定。长春师兄一心为宗门，就算是不答应，也不会怪师兄。李长生眉头一皱，没有多言。聂求看着韩久远，淡淡道：“你可知我炼制过奇石？”韩久远一怔，有些迷惑地道：“奇石？气脉筑基弟子基本没接触过奇石。”聂求淡淡道：“懂了吗？”“懂了，又不太懂。”韩久远有些茫然道：“答不答应就行了。你和我说这个做什么？”李长生忍不住道：“聂师兄技艺高超，你这3粒真元丹糟践谁呢？”韩久远。聂求微微昂头，面带几分傲气，满意的瞥了眼李长生。这我得问问长春师兄。韩久远迟疑了下，道：“长春定的是一人3粒真元丹，别的炼器师早就激动的收下，而聂求反而要加价。”韩久远并未走远，在一旁取出传音玉佩，联系长春。聂求低声道：“你说他会不会？”“会。现在长春要好名声，而且师兄确实技艺高超，就是不知道给多少了。”李长生道：“我也觉得会。”聂求沉吟道：“丹药我们先拿着，具体看情况，谁赢跟谁。”李长生微微点头。聂求道：“这样我们也不算对不起牛问道，还是中立。”师兄高见。李长生敬佩道：“算不得高见，只是送上门的丹药，不收对不起自己。”聂求道：“我也是这般想的。”李长生点头道。很快，韩久远回来了，将瓷瓶递给聂求。长春师兄技艺高超，这是5粒真元丹。好，以后我就是长春师兄的人了。聂求收下丹药，拱手道：“是宗门的人，长春师兄一心为宗门。”韩久远正色道。聂求笑道：“对，是宗门的人。对了，还有呢？还有什么？”韩久远迷惑：“长生的丹药还没给呢。”聂求道：“他又不参与气脉比试。”韩久远目光看向李长生，脸色难看地道：“但他是宗门的人，不是说一心为了宗门吗？”聂求皱眉道。韩久远嘴角一抽，又取出一瓶上品炼气丹，很不甘心地递给李长生：“这是你的，多谢师兄。”李长生笑着接过，没想到还有自己的一份。韩久远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聂师兄，能否让我和李长生师弟单独聊聊？”聂求看了眼李长生，见他点头，带着真元丹离开。李长生面露一色：“师兄想和我谈什么？陆长寿是怎么死的？”韩久远冷声道：“师兄何意？”李长生一脸茫然：“师兄怀疑我杀害了陆长寿师兄？你当然不行，但必然与你有关。”韩久远沉声道：“若非如此，你为何急着从剑脉转到气脉？因为聂师兄缺个帮手。”李长生淡淡道：“韩师兄，若是怀疑我，请你拿出证据再来说话，否则我要喊聂师兄了。你真以为聂求会护着你？”韩久远冷斥道：“别以为攀附了聂求就一飞冲天了。”李长生皱眉道：“韩师兄，若无正事，我要回去练气了。”哼！韩久远冷哼一声，接着语重心长地道：“长生师弟，你要明白，聂求不可能护你一辈子，在灵虚洞天生存，就得学会识时务。陆长寿之事可以不提，但你也要摆正自己位置，不要自视过高。多谢师兄教导，长生明白了。”李长生拱手道：“既然你明白了，那把炼气丹还我。”韩久远目光看向上品炼气丹。李长生微微错愕，旋即失笑：“师兄真会说笑，告辞。”说完转身离开，不再理会韩久远。到手的炼气丹怎么可能还回去？你韩久远一怒，可却进不去，这里被阵法隔绝了，而且就算是能进去，聂求还在里面呢。混蛋玩意，真把自己当回事了。韩久远心头恼怒，却也不敢说得太大声，生怕被聂求听见了。李长生回到屋内，聂求刚喝完一口水，道：“这韩久远不知道筑基期感应敏锐吗？可能是，这炼气丹是他自己的，他感到心疼了。”李长生道：“也是，他应该没准备炼气丹自己垫上。”
聂球沉吟道：“陆长寿的死真和你有关系？怎么可能？我当时在闭关，而且当时陆长寿炼气7层，我若杀得了他，也不会寻师兄了。”李长生道：“也是。”聂球道：“你也别多想，我是护不了一辈子，但在长春筑基之前，还不敢对筑基弟子下手。多谢师兄。”李长生道：“不必言谢，说不得牛问道就赢了，我们也算两边押宝了。”第34章算是发育不良的蛊妖，两边押宝算是正常操作，大部分弟子都会这么做，谁也不得罪。李长生拿着炼气丹闭关了，有了这一瓶丹药，他应该能步入炼气8层后期了。一颗丹药炼化，药力迅速转化，化为精纯灵力。法器先不急着炼制，等提升之后再说。聂球也闭关修行，将5粒真元丹消化。时间流逝，李长生炼化了丹药，顺利踏入炼气8层后期。聂球炼化了真元丹，前去参加气脉比试了。李长生继续炼制法器，换取丹药，有时间也不出门，开始研究新的修行法。蛊妖符文乃是修行法与自身所悟大道而成，他没有蛊妖传承，结合了10指符文和阵法，勉强算是半个蛊妖。他在想能否将修行功法与阵法和符文契合，若是可以，他也算是没有血脉的蛊妖了。李长生安心闭关修行，饿了就吃1粒辟谷丹，除了换丹药，基本不出门。至于韩久远，不可能来这里寻他麻烦，现在估计还在和长春商议如何对付牛犊子呢。气脉比试如火如荼，李长生安心在家研究自己的灵虚玄功、草木花妖修行法，各种阵法都在自己研究之中。10指符文能用，其余妖修的修行法应该也能用，只是没找对方法。1个月下来没什么进展，李长生也不失望，这本就是一件长久的事情。他回忆在藏书阁记下的各种秘籍心得：凌云3剑飘渺不定，难以捉摸，和幻剑诀契合，幻剑虚幻，虚实交合，配合凌云3剑，幻剑重重，真实杀剑越发诡秘。再加上自身烙印幻阵，对于这2门剑诀也有了新的理解和感悟。他想起了花妖的修行法，花妖能够迷惑的神智，特别是花香，一旦嗅到花香，便能让人进入幻境。李长生没有花香，但他有幻阵。花妖的修行法很适合与阵法幻阵相合，他打算借助花妖修行法改良自己的灵虚玄功。10人的厚重防御坚固需要土属性功法，对于土属性树妖其实也有优势，毕竟哪个树妖不是地里长出来的？于大地，他天生有亲和力，再配合脑海中一些鼠妖修行法，参考一番也能有所成。鼠妖天生的打洞高手，遁地行家，就是玄金阵有些难度，他脑海中没有关于金属性的妖修之法，只能慢慢从藏书阁中那些修行功法研究了。李长生沉浸在幻阵、10指符文的研究之中，周身浮现一道道灵力，让周围空气都在扭曲。下一刻，扭曲的空气化成一道道身影，有聂球，有陆长寿，有牛问道，还有他自己。之前见过的人、草木都在幻术中显化，转瞬间，这些人影、草木全都化作一柄柄法剑，散发出锋锐剑气。屋内只有自己一人，他也放开了休息。时间流逝，又是一股厚重气息散发，盘坐不动，如同山岳一般，给人一种无法撼动的感觉。10指符文，2种气息交织弥漫，他体内的灵虚玄功也随之变化，灵力迅速运转凝练，变得更强。一遍遍运转下来，周身浮现阵法纹路，丹田内的灵力变得更加浑厚，更加强大。连续运转修行法，一直到2个时辰后，他才停了下来，睁开双眼，感受着丹田灵力比之前浑厚了将近1半。这还只是初次改动，灵力提升这么多，那牛问道：“这蛊妖储存的灵力又该浑厚到什么地步？”李长生想到了牛问道：“那牛犊子乃是真的蛊妖，自己不过是模仿着蛊妖路子前行。不过仔细一想，蛊妖灵力却是要浑厚很多，不然的话无法支撑消耗。他算是半个蛊妖，都支撑不起身上的阵法消耗。那些蛊妖可是传承完整符文，需要更多的力量，自然是储存更多灵力。2个半月由此提升，不错了。”李长生很满意此次闭关结果，剩下的一时半会也研究不出什么了。灵力浑厚了，炼气也更快了。他也为自己炼制了一柄上好法剑，用的10指符文、幻阵、玄金阵、下品筑基法器也斩不断。不遇上其实打造的法器，或者牛问道这种蛊妖天才，炼气境应该寻不到什么敌手。当然，这是1对1的情况下，像牛问道那种动不动一挑一群的家伙，他可比不了。现在的他算是发育不良的蛊妖，总有一天自己会堪比蛊妖，甚至超越。李长生心中默默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，追赶蛊妖。牛问道：“当然，只是在同阶，追赶境界就算了，比不了，不再去想这些，安心炼制法器，拿去换气血丹，回来炼体。”1日过去，气脉的比试结束了，聂球脸带笑容回来了，他成功闯入前5名，恭喜师兄！李长生为其道喜，算不得喜，等打败了2派才是真正的喜。聂球道：“以师兄的技艺，自然不在话下。”李长生为他倒了杯水，道：“比试之日可定下了？”聂球点头道：“定下了，就在半个月后，中阳城外已经搭建好了比试擂台。那到时我为师兄呐喊助威。”李长生笑道：“好。”聂球笑道：“说不得还能遇上柳青3人，那段时间相处，你与他们应该挺熟的。”还行。李长生点头道：“他们入了清玄洞天，应该都有不小提升。清玄洞天有一种玄灵液，可助修行，比起上品炼气丹还好。”聂球道：“可惜产量极少，你可以问问他们能否弄到，可以用法器交易。”好。李长生点头道：“但他们刚入清玄洞天，可能性不大，而且清玄洞天也有炼气师，清玄洞天也是宗门，一个宗门怎么会没有自己的炼气师？问问看，柳青也是筑基，清玄洞天多少会给几分面子。”聂球道：“至于炼气师，清玄洞天可比不上我们气脉的风云极炼，那我们气脉这次岂不是稳赢？”李长生道：“若无意外，应是我们赢。”
聂球道：“风云极炼在这附近可是独门技艺，真希望早日筑基，能一观风云极炼之法。”李长生道：“会有那么一天的。”聂球笑道：“第35章，清玄洞天想挖牛犊子。”定下比试之日，聂球没有再练气，而是放松一下自己。李长生则继续练气修行。如今练气进法器，聂球已经指点不了他了，该学的都学会了，不该学的也学会了，比如十指符文。李长生更多的则是钻研功法，改造灵虚玄功。其余两脉也选出了前10名，准备前往中央城比试。林剑锋的练气境，牛问道和长春占据了第1和第2。半月时间眨眼而至，聂球带着李长生前往中阳城。他去比试，李长生接了一个炼制上品法器的任务，奖励只有4粒炼气丹，并非每个人都有其实，给的报酬丰厚，大多数都是普通人。中阳城东门门口已经摆好了擂台，还有清理出2个空地，有炼丹炉和冶炼炉。比试还没开始，周围已经聚集了不少人，观看着擂台、丹炉和冶炼炉。李长生和聂球分别孤身一人来到任务之地桃花院，敲了敲门，有仆人前来相迎。院内种植着10余棵桃树，故名桃花院。一名青年男子盘坐在桃树之间，挑动琴弦，铮铮琴音流淌院内。灵虚洞天气脉李长生前来为道友炼制法器。李长生拱手道：“青年男子起身作揖一礼，贫道莫玄明，道友有礼了。我所接任务，道友是要炼制一根笛子。”李长生问道：“不错。”莫玄明一挥手，一根米许长、小拇指粗的翠绿竹飞向李长生。李长生接过绿竹，莫玄明道：“此竹乃是不可多得的灵竹，已然简单炼制，缺少幻阵也不够坚固。”李长生打量着绿竹，灵力灌注进去，算得上一箭发起胚胎了，省了他打磨时间。我还有个要求，3日内炼制完成，再加2粒上品炼气丹。莫玄明道。李长生沉吟片刻，可以，不需要打磨，只需要刻画阵法，不需要3日，1、2日就够。莫玄明为他安排密室，李长生开始烙印阵法。坚固方面，他用的是气脉普通阵法，玄龟灵阵乃是气脉先辈们从玄龟防御所参悟出的阵法，比部的10指符文却也比一般土灵阵要强不少。幻阵也是正常幻阵，没有用上自己所参悟的幻剑，除非主动加钱，安心炼制，1日3餐也省了，直接辟谷丹解决。莫玄明在院内弹琴，琴声控制得很好，没有影响到李长生。到了第2天中午，李长生便炼制完成，将笛子交给莫玄明。莫玄明尝试一番，面露满意之色。不错，这是你的报酬，多谢。李长生收起炼气丹，起身离开。6粒炼气丹多加的2粒，属于自己的，宗门只会抽成固定的任务报酬。毕竟加多少酬劳，宗门可不知道。灵虚洞天的幻阵有了，清玄洞天的炼气师也要到了，汇聚你们2派阵法，加持我的镜花水月，2派弟子想必会大吃一惊。莫玄明带着笛子离开，收好炼气丹，李长生来到青柳院。如今3派比武，柳清月和柳青不回来，柳贤这个坐不住的应该会来凑热闹。敲了敲门，果然有人开门了，却是柳清月。长生道友。柳清月没想到他会来，惊讶了一下，连忙请他进去。院中的老柳树仍在，只是叶子少了一小半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啃过一般，都啃秃了。清月道友在清玄洞天过得如何？李长生笑问道。很好，去了清玄洞天才知清玄之好。柳清月道：以前受牛问道所影响，觉得灵虚洞天更好，现在才知各有各的好，这就对了。李长生点头，又问道：柳贤道友和前辈呢？他们出去了，如今爷爷也在清玄洞天担任执事，此次比试爷爷也要忙碌。柳清月回道。李长生微微一笑，道：爷孙3人在一宗门互有照应，真好。不知道有登门，可是有何事？柳清月道：此次登门确实有事相求。李长生作揖道：听闻清玄洞天有玄灵液可助修行，不知清月道友手中有没有？我可用法器炼气丹来交换。玄灵液？柳清月眉头轻蹙，道：我每月有1滴，但都用掉了。清玄洞天的玄灵液也只够弟子们修行。如此，是我无缘了。李长生道：不过我兄长那或许还有几滴。柳清月轻声道：若是长生道友能帮我一个忙，或许能得很多玄灵液。哦，何忙？李长生问道。让牛问道拜入清玄洞天。柳清月低声道：若能办到，可许诺道友100滴玄灵液。李长生错愕：你在打牛问道的主意？非是我，是宗门的意思。柳清月道：牛问道乃是古妖天才，未来成就极高，留在灵虚洞天只会埋没他的天资。李长生听闻此言，眉头一皱，这么说来，清玄洞天自认比灵虚洞天强了。灵虚洞天内斗连连，来了清玄洞天，牛问道可安心修行。柳清月道：而且清玄洞天可以送他去更大的宗门。李长生闻言沉默了，柳清月的话语透露的信息有些精数，清玄洞天背后还有大宗门，道友考虑考虑。柳清月又道：清玄洞天没有内斗，会真心培养牛问道？李长生面露忧色，你也知道我与牛问道算得上朋友，若是去了清玄洞天还是内斗，岂不是推入另一个火坑？道友放心，清玄洞天上下和睦，师尊温和良善，善待每一位弟子，绝非灵虚洞天可比。柳清月道。李长生沉吟道：灵虚洞天于牛问道而言确实非上好之地，但现在却是劝不动那牛，看来道友也明白。柳清月轻声道：那道友不妨试试，若是成了，也可许诺道友进入清玄洞天，若资质足够，亦可同往大宗门修行。李长生摇头道：现在不可能，牛问道正是风头强盛之时，再者我也不了解清玄洞天，待过段时日也好，若道友有想法后，可来青柳院寻我。柳清月道：就算是我不在，也会有人前来打扫。李长生点点头，看向老柳树道：这树叶子怎么少了？
不知道被什么妖精偷吃了，也是回来后才发现。柳青月道：“这老柳树成了精，一般动物吃不了，应是成精的妖物，成了精却来偷吃树叶，属实不该，应当严惩。”李长生道：“正想办法抓此妖。柳树与我一起长大，也算是亲人了。”第36章，我特么一棵树能吃树叶吗？老柳树成精，瞒不过柳青月一家。成精了的树也不是非要立刻砍伐，像树精这种一般无法轻易离开，只能在原地扎根，再成长一些也是炼器的好材料。当然，也有一直留着的，那是有真感情，或者是一棵好树妖，不曾害人。同为树妖，李长生多嘴了2句，便不再多言。离开了青柳院，李长生前去寻找聂球。聂球他们这些参赛者都居住在一套宅院内，灵虚洞天在这中阳城还有些产业。聂球正与参赛的炼器师们交谈，见他前来，随他出了门。玄灵液太少了，柳青月每月1滴，柳贤或许有几滴，但也无多大用。李长生道：“弄不到就弄不到吧。”聂球也不失望，他也不是非要玄灵液不可。我想见见牛问道，但以我身份，或许见不到。李长生道：“我让人传个话，你约定地。”聂球道：“多谢师兄了，我去租之前的铁匠铺。”牛问道：“知道在哪？”李长生作揖一礼，起身离开。租下铁匠铺，李长生开始炼制法器。这次出来，他带了一些材料，闲着也是闲着，炼制了法器。回去之后也能换几粒丹药休息。一直忙活到深夜，地面出现灵力波动。牛问道从地底探出头来：“长生，你寻我可是遇上麻烦了？”“是你要有麻烦了。”李长生淡淡道：“我能有什么麻烦？”牛问道从地底钻出来，坐在一旁。“青柳院可还记得？”李长生问道。牛问道面色微变道：“他们知道我偷吃树叶了，就吃了一些叶子，不至于要追杀我吧？”李长生：“那老柳树是你啃秃的，你不是答应我要改掉吃树叶的坏毛病吗？”你李长生张了张口，心中的话有些不太想说了。“长生，要不我去赔他们一件法器？”牛问道小心翼翼地道：“你可真大方，一件法器买老柳树的叶子。”李长生轻咳一声道：“那柳树成了精，食指也是柳树给的，你可是受了恩惠，怎能啃他叶子？我给了炼气丹补偿的，等我有了资源再回报他。”牛问道低垂着头，像是犯了错的孩子。“以后我换棵树就是普通树，口感差了，你吃树叶还吃出口感来了？算了，不和你谈论树叶的事情。”李长生道：“今日我去青柳院，柳青月想拉你入清玄洞天，让我加入清玄洞天。”牛问道瞪大牛眼，摇头笑道：“我都快当上大师兄了，怎么可能去清玄洞天？他们怎么想的？而且我牛问道可是感恩的牛，师尊还在灵虚洞天呢，我经过师尊教导，岂能这么背叛？”牛问道很激动，一口气说了很多。李长生静静地看着他，一直等他说完才开口道：“只是随口一提，我也不知道清玄洞天如何，是好是坏，但却证明一件事。”“什么事？”牛问道疑惑道。“清玄洞天都注意你了，你不觉得自己风头太盛吗？”李长生道：“越是这个时候越容易出事，他们想害我。”牛问道严肃地道：“是害你还是帮你？暂时不知道，倒是你和长春之事。”李长生沉吟道：“我总觉得长春和你立下赌约，是个诱惑你的陷阱，踏平陷阱就是了。现在长春还不过我一蹄子打的。”牛问道不屑道：“我知道你强，但如上次一般，明枪易堵，暗箭难防。”李长生淡淡道：“多留个心眼，保证安全，总不会错的。”牛问道闻言点头道：“你说的有道理。”接着他挠了挠头道：“长生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我怎么感觉所有人都想害牛，其余人分不清敌友，小心无大错。”李长生道：“你喜欢吃树叶，那么我问你，若是有一片树林，林中有一棵很漂亮，看起来很美味的树，你是先吃普通树，还是很漂亮的树？如果没人跟我抢，我肯定先吃普通的。”牛问道思忖道：“那漂亮的树再长一段时间，可能更美味。”李长生，你的脑回路果然不一般。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，这道理在你这居然行不通。他想了想道：“那很多人都盯着这棵漂亮的树，那肯定是打翻所有人占下这棵树。如果这群人实力和你差不多呢？我只有一个，他们有一群，我忍住不吃了。”李长生喘着气和牛犊子讲道理，怎么就这么费劲？牛问道抬头看向他：“长生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灵虚洞天就像是树林，我们是普通的树，你是最好的那棵树，所有人都想得到你。清玄洞天都注意到你了，附近的水月洞天会选择视而不见。”听闻这些话，牛问道陷入沉思，最后认真地问着他：“你们人类不是不吃树吗？”李长生：“我他妈在打比方，妖树可以炼气，比如你的牛角、骨骼都可以炼气，你的肉可以食用。”李长生深吸一口气，耐心为他讲解着：“算了，你听不懂也没关系，多准备保命手段，能准备多少准备多少，以防万一。”这件事怎么想都不对劲，可这牛犊子终究太年幼。仔细算算，牛问道不过4、5岁，确实是个小犊子。若是真出了事，一定要走远些，别被人抓到，任何人都不可轻易信任。你记住了吗？”李长生道。牛问道重重点头：“我记住了，虽然我觉得不会这么糟糕，但你的话我听，你听得进去就好。行了，你回去吧。”李长生摆手道。牛问道想了想，掏出一把柳树叶放在桌子上：“我给你留了一些，挺好吃的。”说完遁地而走。李长生：“我谢谢你，还知道给我留一些树叶，只是我特么一棵树，能吃树叶吗？还好自己藏得好，否则就是一群人分食它，然后传给自己后代。儿子，来尝尝长生树的树叶，我们一起长生不老。”这画面，黄袍连连作揖。两妖决定之后，吩咐了手下小妖安心修炼，便遁地前往天水城。李长生完全不知道这些尸体是柳无忧从战场上拖出来，正在为小妖们炼制气血丹。都是炼气境的气血丹，炼制起来容易，炼制完气血丹便炼制下品真元丹，服用真元丹修行，10颗真元丹炼化，修为精进不少。
开始研究万灵归元诀，强化自身消化血肉之法。沉浸在修行法中，再次体会到了玄天道经的神奇，哪怕是魔功也能容纳。可惜没有金丹之法，拜入玄天宗根本不可能，只能等再进一步，有几分自保能力，去天水城这种大些的城池寻找金丹法了。第63章花妖血莲魔教。李长生安心修行，过了几日，兔子精200来，黄袍呢？李长生问道。之前都是黄袍过来。回二大爷的话，黄袍大王最近都在通知别的妖怪，小心注意，让小的前来。兔子精道：拿去吧。李长生没有多想，将储物袋交给200。200抱着储物袋做了作揖，起身离开。李长生看了一眼院内柳无忧的老躯体，摇了摇头，回地底修行。通过万灵归元诀的研究，他炼化血肉之法提升了，只是没有血肉让他实践，他也不会无缘无故去伤人或者猎杀妖怪。在地底安心修行，观想自身世界，汲取天地灵气，偶尔也会在地面吸收日月精华淬体。一心潜修，修为虽然精进缓慢，却生在安全。长生术日积月累就够了，不可心急。时间流逝，眨眼间1个月时间过去。这1个月，他也出门打探过消息，只知道天水城战斗更加惨烈，不少弟子和小妖死亡。顾恒通和望月妖王战斗10余场，双双重创。蟒蛇妖王和鲶鱼妖王也都受了不轻的伤势。水月洞天和清玄洞天的金丹也没讨到好处，都受了伤。再这么打下去，3大宗门讨不着什么便宜。谁说不是呢？那3大妖王都有手段，可不是什么普通妖怪。最新消息，清玄洞天又出现一尊金丹，打了3大妖王一个措手不及。清玄洞天居然还有金丹，客栈内的修行者们都被这个消息震惊了。现在天水城都传开了，谁都没想到清玄洞天还有金丹强者。不过那位金丹本想平息此事，毕竟再打下去对谁都不好。可3大妖王不同意。3位妖王疯了不成？他们3个如何敌得过4个金丹？这就不知道。反正说和失败，天水城也没人帮忙说和。听着客栈内修行者们的议论，李长生心中思索：望月妖王为何不同意？4个金丹从数量优势胜过他们，难道3大妖王隐藏了实力？不对，打了这么久，若是隐藏实力，不至于受伤。清玄洞天的金丹修行的是高深法门，非顾恒通这种可比的。他们出手，3大妖王应该能看出不凡来。心中不解，李长生也没多留，返回院内。刚回到青柳院，200抱着一朵玫瑰花站在。200，你抱着玫瑰花，可是有喜欢的兔子了？李长生笑问。2大爷，山上的花全开了，这玫瑰开得最漂亮。200连忙将玫瑰花递给李长生，小的们去探查了，方圆10余里的花全开了。花全开了。李长生一怔，现在不是百花盛开的季节。山中的老猿说，百花盛开，应该是来了个厉害的花妖。200道：2大爷让小的们注意异常，小的就来了。好，有劳你走一遭，将玫瑰花留下，下次为你打造一件法器。李长生道：多谢2大爷。200道谢一声，准备离开。李长生叮嘱道：最近异常，寻个地方避避，没有危险再出来。小的记住了。200蹦蹦跳跳离开了，出了门就遁地而走。也许是受了他的影响，现在小妖们都喜欢遁地赶路。李长生略一沉思，遁地回了灵虚洞天，寻了顾恒通弟子长明。如今长明也是筑基初期，顾恒通成就金丹，他地位最高，隐隐有下一任掌门的架势。长明师兄，李长生求见。有弟子通报。李长生，长明眉头一皱，他来作甚？师兄若是不想见，我这便让他离开。弟子道：让他进来吧。长明淡淡道：牛问道对他有些关照，如今掌门还在，还是要给几分薄面。是，弟子恭敬一礼。李长生进入宅院，一身白色道袍的长明正盘坐在蒲团上。见过长明师兄。李长生作揖一礼。不必多礼。长明摆手道：你我并无交集，可是有何事需要我帮你？当初牛问道留下的妖怪们来报，山上10余里地的花全开了，极为反常。李长生取出玫瑰花递了过去，山中妖怪们猜测可能来了个厉害的花妖。10余里地的花全开了。长明惊讶了一下，旋即平静道：我会让人调查的。李长生见他这模样，便知没当回事，轻叹一声，他低声道：若我没记错，长春的母亲是一个花妖。长明面色当即大变，神色有些不自然地道：不会吧，这都过去几年了，上一任掌门和花妖私通，生下了长春。掌门至始至终没说过花妖的信息，到死花妖也没出现。虽然他在生存指南上写了花妖被提炼成精元，但花妖具体死活在哪，没人知道。炉中尚有丹药，告辞。李长生不想多废话，自己就是来提个醒的。毕竟在灵虚洞天这么多年，现任掌门还是牛问道的师尊，传信提个醒没什么。等白玉泉仙逝后，长明估计也不会在意牛问道之前的一点情谊，他与灵虚洞天的微弱情感也会断去。长明面色变幻，当即去禀报掌门，不管是不是长春的母亲来了，现在这个节骨眼，宗门内可没金丹坐镇，真出意外，连个准备都没有，死都不知道怎么死。李长生也去清玄洞天，将此事告诉了陆河。陆河表示会禀报上去，李长生便回清柳院继续修行了。李长生闭关修行，布下阵法，虽然挡不住金丹，但也算是心里有个安慰。3大宗门也在第一时间探查百花盛开的事情。很快，他们寻到一个筑基境花妖，可惜没能抓到，让花妖逃了。然后就传出李长生危言耸听、胆小如鼠的话。李长生没有在意，再来一次，他依旧会通报，谨慎小心才能活得长久。既然没事，那就安心修行。时间流逝，7日时间眨眼而逝。中阳城的人也在谈论百花盛开的事情。有人称3大宗门周围盛开的花朵最为艳丽，
李长生心中涌起不安的感觉，之前的筑基花妖会不会是故意让三大宗门放松警惕的？三大宗门对于花朵下令铲除，杀了10几个炼气境花妖，不到2日时间便寻出了那只筑基境花妖，论定是那只筑基期花妖报。李长生听完这些消息，反而越发警惕了。筑基期花妖不是傻子，仅凭筑基的实力能找三大宗门报复，纯粹是送死。难道这花妖觉得自己花粉特别香，特意跑来让三大宗门尝尝？李长生觉得这是不合理，但三大宗门只是将这事当成一个小插曲，觉得小题大做。他白日里在中阳城找到灵虚洞天弟，讲述不合理之处，可惜这位弟子根本听不进去，反倒是再三嘲讽他胆小。李长生摇摇头，不再多言，回青柳院闭关了。也许真是自己多想了，依旧是地底闭关，布下阵法遮掩，沉浸在自身世界之中，汲取天地灵气。而在另一边，天水城战场激烈，望月妖王带领无数小妖与三大宗门交战。战场边缘，一株柳树，一只黄皮子迅速拖走2具妖怪尸体，消失无踪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们出现在战场另一边，几具偷取尸体，偶尔也会有几只妖怪和他们一样偷取战死的尸体。这些妖怪可不管人类还是妖怪，只要是尸体，他们就偷。柳树和黄皮子没对人类尸体下手，毕竟还念着几分情。一具具尸体被他们运走，黄皮子低声道：“刘奶奶，已经有2具筑基尸体了，走吗？不走，再弄些，这战斗不知哪天就结束了。”柳无忧道：“那些妖怪信得过吗？”刘奶奶放心，二大爷名声在附近妖怪圈子里很有用，他们还不敢动我们东西。黄皮子道：“二大爷不就是写了2本书吗？”柳无忧道：“嘿，这2本书可不是一般妖怪能写出来的，筑基妖怪看了都说二大爷是潜伏在人类世界的老妖怪。”黄皮子低声道：“只要我们不说，他们就不知道二大爷是谁。”柳无忧道：“看来妖怪们都喜欢生存指南。”是啊，听说很多妖王都爱看，反复看好几遍呢。黄皮子咧嘴道：“还得是人类了解人类，二大爷虽然天资不强，但对于人类了解可比我们妖怪强多了。”柳无忧点点头道：“那就继续奋斗，我要筑基还需要很多尸体。”刘奶奶放心，小的一定多偷几具尸体出来。黄皮子甩了甩汗水，继续偷尸。青柳院内，李长生安心修行，完全不知道柳树和黄袍去了天水城修炼不知岁月，7日时间一晃而过，花妖的事情已经翻篇。李长生自嘲一笑，真是想多了，也许自己谨慎过头了。不过谨慎过头对自己是好事，无限的人生最重要的是安全。继续修行，早日筑基中期。夜幕下，三大宗门如常，弟子们休息的休息，修炼的修炼。一朵朵花朵在夜幕下悄然盛开，地底无数根须蔓延，构造成一个诡异沙阵。后半夜来临，一声声惊天巨响响彻，一朵巨大的玫瑰撕裂了黑夜，妖气滔天，花瓣漫天，猩红的血水染红了地面。咚咚，红钟响彻，打破黑夜，一道道金光亮起。花妖来袭，花妖来袭！一声声惊叫响彻，一位位弟子、长老从修炼和熟睡中醒来，刚一打开房门，放眼望去，黑夜下全是盛开的玫瑰花，花朵鲜艳，沾染着血水，变得妖异，整个宗门成了花的海洋。灵虚洞天，还我命来！尖锐的叫声，一名红衣妇人立于花海之中，杀意滔天。灵虚、水月、清玄都将为我而付出代价。你是长春的母亲？一位长老面色大变，真的是这个花妖寻来。葛望仙，这就是你的保证，会照顾好孩儿。红衣妇人寒声开口，花瓣飞舞，化作利刃，绞杀宗门内的活人。而水月洞天这边同样如此，宗门山头化作了花海，却不是玫瑰花，而是血红的莲花。你是血莲魔教妖人？水月掌门面色大变，惊恐地看着花海中那道红衣人影。血莲教13血莲。红衣人影声音冰寒，不带丝毫感情，特来为水月洞天送葬。我水月洞天并未招惹你血莲魔教，为何？水月掌门怒声道：“长春！”红衣人影淡淡道：“当年你们先与长春合作，后又倒戈，偏向牛问道，欺压长春，背信弃义，留你不得。当年是长春不对，我水月洞天是被他所欺骗，是长春陷害牛问道不成？”水月洞天掌门心中大怒，却是自知惹不起眼前人，忍着怒火辩解道：“你要寻麻烦，也该去寻牛问道。玄天宗，我们可招惹不起。”13血莲冷嗤一声，一抬手，万千血莲花绽放，无尽杀机笼罩水月洞天。玄天宗可是顶级大宗门，宗内大能大妖无数，他们血莲魔教遇见了也只能退避三舍。你不要指望清玄洞天了，我既知玄天宗岂会没有法子拦住他们？13血莲冷笑。清玄洞天这边同样有花海，但下一刻大阵启动，有2位金丹强者踏出密室。三大宗门的变故距离有些远，过了半个时辰，消息才传入中阳城。一时间，整个中阳城沸腾起来，紧接着便是封闭城门。城主连忙派人前去查探，打探情况。李长生也被惊醒了，他修炼本就会留一分心神，防止有什么变故。二白来了，这个兔子惊吓得身子颤抖。二大爷，真出事了！二白颤声道：“花妖？”李长生问道：“是的，花妖，很恐怖的花妖，三大派都变成了花海杀阵。”二白惊恐地道：“这三大宗门很可能完了。”李长生面色难看，这花妖竟有如此本事，连清玄洞天都敢动。清玄洞天背后可是玄天宗啊！小的只是远远看了一眼，便逃走了。二白道：“多亏二大爷提醒，我们换了地方居住，才避免灾劫。之前的山头也长满了花朵，这花妖是要抹杀与牛问道有关的一切妖和物。”李长生心头发了，若是知道自己的存在，那自己还能活命。第64章，你是怎么活下来的？二大爷，小的们现在该怎么办？二白颤声问道。立刻走，连夜走，哪里安全去哪里。李长生道。
我也要走了，这里不能留了。走，二大爷，我们去哪？二白问道。不知道。李长生一时茫然了，只得道：哪里安全去哪里。他来到这个世界就在这附近，未出过远门，现在想要离开，一时间却不知道去何处。二大爷，我们去天水城吧。二白道。李长生闻言道：天水城，那里才是主战场，岂不是更危险？望月妖王在那里，清玄洞天若是解决不了花妖，花妖最后估计也会去天水城，现在也无处可去了。我们可以去找赤炎鸟，它主人很厉害。二白道。李长生沉吟道：你们先去，等我去了天水城，想办法联系你。二大爷不和我们一起走。二白道：小的们一定会誓死保护二大爷的，我毕竟是人类，对灵虚洞天还有些感情，而且我也不相信清玄洞天会这么没了。李长生沉声道：不要多言，立刻走。二大爷，你可别做傻事，你若出事，大王回来，我们如何向大王交代？二白心慌了，眼泪都流出来了。李长生叹道：我不会做傻事，只是我毕竟是人类，与你们不同，我要和人类一起走。这样啊，二大爷不去送死就行。二白松了口气，他真怕李长生直接冲过去给灵虚洞天陪葬。看着二白离开，李长生运转长生道经，化成一个老者。长生术的隐藏能力还是很强的，自己改换身形，金丹应该看不出来。而且现在自己的修行法，除了自身阵法，几乎没了灵虚洞天修行法的影子。只要不开阵，还能被花妖找出来，那就是纯粹命不好了。当然，为了以防万一，还是要谨慎一些。比如遁入地底，藏得再深一点，他就不信了，花妖还能挖地3000丈将他刨出来。这遁地也换了个地方，一个普通百姓家下，3000丈有些夸张，遁地1000米稳了，开辟一个修炼空间，安心修行。至于跑路，不知道去哪，而且知道跑路的不止他一个，中阳城的3派弟基本上全连夜跑。至于回宗门支援，整个宗门都化为花海沙阵，他们这些炼器筑基回去只是送死。李长生心中记下了花妖，等以后有实力了，可以为灵虚洞天报仇。现在保命第一，整个中阳城不少修行者担心被波及，连夜跑了。李长生不知道外界情况如何，只是安心修行。在地下修行7日，他有些不安心，便继续修炼。又过去8日，李长生才小心翼翼地遁出地。中阳城依旧只是冷清了许多，街道上修行者很少，百姓们像是无事发生一般。李长生以老者模样来到客栈，客栈外的墙壁上贴着一张通缉令：缉拿灵虚洞天、水月洞天弟子，炼器境悬赏1瓶炼器丹，筑基境悬赏2瓶下品真元丹。城主府看着墙壁上的通缉令，已经有些时日了。灵虚洞天没了，水月洞天也没了。李长生心头发凉，这花妖居然有这么大能耐，让中阳城城主府通缉2宗弟子。他进入客栈，再无2宗修行者，只有外来的，还有一些散修。没人谈论3大宗门的事情，只是随意聊着。李长生要了一壶酒，自顾自喝着。掌柜的，来2斤牛肉。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，长玄一身甲胄走了进来。原来是陆玄大人，快快请坐，牛肉马上送来。掌柜的连忙挤出笑容。陆玄？李长生诧异地看了眼长玄，他活下来了，改名陆玄，还吃牛肉。自从白玉泉当上掌门，虽然没有下令不准吃牛肉，但大家都默契的没有提牛肉。长玄大口的吃着牛肉，喝着酒。周围修行者们看了一眼，便没关注。长玄3两下吃完，连钱也没给，站起身来便走。如今的他已然甲胄军装，掌柜的也不敢招惹。李长生留下酒钱，出了客栈。长玄走出客栈，摇了摇头，酒劲还挺大。他面带笑容，昂头挺胸向前走去，殊不知走向了无人的胡同。虚空泛起涟漪，一只手将他拖入地底深处。长玄意识逐渐迷糊，再一睁眼，一个机灵，惊恐地道：长明，你还活着？李长生平静地看着他，运气好，我还活着。幻境之下，李长生已然化成了长明。我就知道长明师兄命大。长玄连忙道：长明师兄，元老呢？元老大人从天水城回来了吗？我不知道。李长生摇头道：我一夜醒来，灵虚洞天就没了，直到现在才赶出来，告诉我灵虚洞天发生了什么。长玄眼底闪过一丝喜色，接着悲痛道：长明师兄，灵虚洞天没了，水月洞天也没了，说具体点。李长生冷声道：那天晚上，长春的母亲那个花妖杀来了，早已潜伏在我们宗门地，布下了杀阵。花妖对于灵虚洞天的布置清清楚楚，他们的护宗大阵还未来得及用上就被破坏。花海杀阵之下，整个灵虚洞天都没了，只有少部分在杀阵边缘的地逃过一劫。长老、掌门白玉泉全部惨死在花海杀阵之中，而水月洞天则是血莲魔教13血莲所灭。13血莲的实力太强横了，比花妖更凶残，强行破了护宗大阵，宗门内的人一个也没逃出来。清玄洞天虽然还有2尊金丹，但都被拦住了，受了重创。为2宗收尸之后，宣布封山30年。派往天水城的2位金丹也赶回来了，顾恒通和水月洞天的金丹还在天水城内，此刻也不敢出来。血莲魔教的凶名硬生生吓住了他们。血莲魔教？李长生皱眉，对，就是血莲魔教，那是魔道宗门，传闻其门内有超越金丹的存在。长玄连忙道：对方知道清玄洞天和玄天宗有关，没敢下死手，才让清玄洞天封山。你是怎么活下来的？李长生问道。我？长玄沉默片刻，眼中寒光乍现，扑向李长生。我现在就告诉你，我怎么活下来的。灵虚余孽。一柄刺骨的寒芒直逼李长生咽喉，却见李长生伸手一指，点在寒光之上，叮当，清脆声音响起。长玄僵硬在原地，不可思议地看着他。你怎么？他全力一击，居然被一根手指拦住了，而那根手指上连一丝痕迹都没。
一股恐怖的压迫感席卷而出，像是一尊古老的凶兽复苏，压迫的长玄身子都佝偻下来。长玄还未来得及反应，一柄法剑贯穿了他的右腿，凄厉的惨叫声在地底响彻。长玄还想挣扎，恐怖的道元入体，镇压他的修为，杀自己师兄弟换取的活命机会，对吗？李长生冷冷道：“长明师兄，饶我一命！”长玄惶恐求饶：“我可以引荐你加入城主府，不再被追杀。”“哦，是吗？”李长生淡淡道：“你是想骗我去城主府，拿我换取功劳？”“不敢，师兄可以给我喂下丹药，掌控我的生死。”长玄连忙道：“只要师兄能捉拿1-2个余孽，城主府就会给师兄一个官职。”余孽？李长生看着长玄，想到当初自己提醒时长玄的嘲笑，现在对宗门师兄弟却是一口一个余孽。城主缉拿2宗弟子，不怕我师尊回来？李长生问道。这是血莲魔教的意思，城主不得不从。顾恒通现在连天水城都不敢出。长玄道：“血莲魔教那般厉害，没有入天水城杀人？”李长生问道。天水城金丹颇多，天水城主乃是金丹顶峰的真人，可不是中阳城能。长玄连忙道：“血莲魔教虽强，但仅凭13血莲还不敢闯入行凶。那花妖呢？”李长生问道。都走了，花妖带走了长春和掌门的尸骨，离开了。长玄回道。李长生沉思片刻，问道：“那你可知李长生的下落？”“不知道，他胆小如鼠，早就跑了。”长玄道：“若是能抓到他，师兄禀明他和牛问道的关系，肯定能得到重用。这么说，城主也不知道李长生了？”李长生淡淡道。长玄不屑道：“一个依靠牛问道才勉强筑基的废物，谁会在意？”“很好。”李长生虽然被骂废物，却放心了，没有点名通缉他，证明一件事，花妖也不知道。毕竟花妖下杀手也不会具体问灵虚洞天有多少个弟子，他和牛问道的关系，除了柳清月、柳无忧和黄袍那些小妖，没人清楚。而柳清月早去玄天宗了，黄袍他们也跑了，自己的谨慎保下了一命。你可有聂球的消息？”李长生问道。长玄道：“听说聂球好像脱离灵虚洞天，入了张家。”李长生沉思片刻，道：“下去陪师兄弟们吧。”法剑贯穿了心脏，了解长玄性命，无数根须蔓延，将他吞噬一空。打开长玄的储物袋，5瓶下品真元丹，还有秘籍。灵虚洞天灵剑诀，水月洞天镜花水月，这家伙到底害了多少水月洞天的弟子？李长生神情复杂地看着镜花水月之法，水月洞天独门幻术，本以为自己没机会得到，没想到如今却是轻易落到自己手中。镜花水月，虚空为镜，人为花，水中月，非天上月，镜中之花，水中之月都是假象，虚幻与真实交织，让人难辨真假。清玄洞天应该没有玄天道经金丹之法。李长生思索，若是玄天道经修成金丹，实力应该会很强。先是战妖王，一直没结果。如今血莲魔教出现，2位金丹被打伤，自封山门。由此可见，清玄洞天的金丹修行的绝对不是玄天道经。不知道清玄洞天会不会将这里的事情告诉牛问道？李长生心中想到了牛问道。牛问道入玄天道宗几年了，若是听闻如此噩耗，以他的脾气，怕是会回来。但现在的牛问道还不是金丹对手，哪怕他天资再强，也不可能在几年内修成金丹。天水城内应该是个安全的地方。李长生心中思索，只要躲在城内，就不担心13血莲了。望月妖王也不用担心。再者，自己和牛问道的关系没有传出去，活下来的灵虚洞天弟子多半都不记得自己，可以放心前去，以自己炼丹炼气的手艺混口饭吃没问题。还有就是黄袍他们也不知如何了，不过他也不想刻意去寻找柳无忧他们，随缘吧。他遁地而去，远远地看了眼灵虚洞天，满目疮痍，山头崩塌，再无昔日之景。又去看了眼水月洞天，遁地前往天水城。天水城城外有北天河，资源丰富，远处有山脉，里面蕴藏着无数灵药，也藏着无数妖怪。城池远非中阳城可比，城墙上刻画着金丹镜的阵法纹路。李长生来到天水城，没有惊动任何人，买了几件法器，换了钱财，买下一个院子住下，服用下品真元丹提升修为，顺便研究灵剑诀和镜花水月之法，2门修行法都能修行到金丹境界，但品质太次。出门转悠了一下，天水城的强者很多，遍地筑基，金丹真人他都看见了几位。他也去各种法器店铺、炼丹店铺看了看，都有招收炼器师和炼丹师。不想加入店铺，也可以帮忙炼制，炼制成功就有报酬，炼制一炉1颗丹药为报酬。炼器的话，炼制法器除了大钱币，也可选择同价的材料作为酬劳。炼制失败的话，自然是赔偿对方的材料。如果加入他们，就不用赔了。李长生没有多留，继续看了一些修行法店铺，但卖的都是一些品质一般。稍微好一些的不是残缺，就是价格贵的离谱，需要4-5件同阶法器才能换取。在之后，他换了一副面孔，去打听灵虚洞天的事情。顾恒通和水月洞天的金丹聚集参与弟子已经改换名字了，灵虚洞天叫做灵天殿，水月洞天换成花月门。灵虚洞天和水月洞天成为过去式，都开始了新的生活。李长生没有去找他们，独自回了宅院修行。第65章柳树世界法。时光荏苒，2年时间过去，李长生在天水城扎了根，为店铺炼器炼丹，每炼制1瓶丹药，都会奖励1颗下品真元丹。他的炼丹技艺不差，至今还没失败过，深受店铺们喜欢。炼器手法风云极炼，放在天水城也是一门顶尖炼器法门。凭借得来的真元丹，1年前他已经踏入筑基中期，就算是筑基后期也破不了他防御。他炼器换了材料，都存起来，交易了2本残缺的修行法。虽然残缺，但也是金丹篇，比起灵虚玄功要强一些。
筑基修道元金液，金丹篇便是金液化为金丹，但也不只是单纯的凝为金丹这般简单。金丹凝聚的是修行者道元精气神，金丹乃是修行者的一切，是修行的结晶。它感觉像是古妖符文的路子，古妖符文乃是自身修行法和修行感悟凝聚而成，这金丹则是自身修行所凝聚。当然，金丹还比不上古妖符文，人类修行也能凝聚道文，金丹可远远做不到。这2年时间，李长生也注意了下关于黄袍他们的消息，可惜没能打听到。倒是听说有一个可怕的树妖吞人血气，修为诡异可怕，具体是什么树妖，这些人类却不知道。传言中有筑基中期死在树妖手中，成了肥料。李长生照常来到炼丹店铺帮忙炼制丹药，店铺内的2位炼丹师正在谈论着树妖的事情。李长生早已和他们熟悉，2人名为刘全、吴峰。刘全比较瘦削，嘴角有颗黑痣；吴峰则是大腹便便，一脸富态。那树妖真是可怕，又死了2个筑基中期。刘全道。吴峰感叹道：“是啊，听说那树妖来天水城才2年，最开始只是一个炼气境小妖精。”听着他们谈论，李长生道：“那树妖还没抓到，哪有那么容易？那树妖可怕的紧，听说投靠了望月妖王。”刘全道：“自从2年前斗法之事，望月妖王名声大噪，在北天河混得风生水起。听说望月还得到北天龙君召见，估计学了本事。”吴峰接话道。李长生轻叹：“有望月护着，那树妖应该难抓了。”也不一定。刘全笑道：“望月最近过分了，在河里如何，我们管不着，但他想上岸，会触碰到城内力。”望月想上岸？李长生诧异道：“我们也只是听说。”刘全想了想道：“听说望月想登上岸来，在岸上占据山头，修建什么禅王宫殿。”吴峰嗤声道：“癞蛤蟆就是口气大，不知天高地厚。癞蛤蟆打哈欠，口气不小。”这话形容望月这个蛤蟆确实贴切，但望月比较谨慎，应该不会失了心智来和天水城的金丹争夺利益，除非这望月又有什么倚仗。血莲魔教。李长生没有再聊，去了炼丹室炼制丹药。一炉炉下品真元丹炼制出炉，1日时间便炼制完成10炉，他也得了1瓶丹药。而刘全和吴峰2人只是炼了6、7炉，他们属于店铺炼丹师，每个月拿固定工资，修行资源也不少，才不像李长生这般卖力。李长生带着丹药出了门，返回宅院。夜晚的天水城依旧热闹，灯火通明，小贩众多，摊位上售卖基本都是妖怪尸体或者采摘的灵药。李长生没有多留，正准备快步返回院中，人群中一道矮小身影吸引了他的注意。一身黑袍，裹得很严实，在人群中穿梭，像是急着离开，偶尔因为被人蹭到，袖口会露出一缕白毛，这气息也很熟悉。200，这兔子精大晚上跑城内来，而且也太不小心了，已经被人盯上了还不知道。200迅速离开人群，向人少的街道走去，暗中有2道身影在后面追着，连续转变方向。200来到一个宅院内，推门而入，2道身影迅速闪入其中，没有发出一丝声响。200来到院内，便抱起了一根胡萝卜，狂啃起来。确认院内没有其余妖怪，2道身影同时出手，法剑斩向200。200面色大变，这2人都是筑基，根本不是他这个炼气小妖能挡的。正惊恐之际，虚空泛起涟漪，2道金光洞穿了2人身躯，金光一闪而过，带着200和2人遁入地。200，怎么只有你一个，还敢跑到城内来？地底内，李长生神情严肃看着200，柳无忧和黄袍呢？二大爷。200惊魂未定，看清他之后，面色大喜。2大爷，见到您真是太好了。黄袍大王和刘奶奶可想你了。2名人类修行者昏死在一旁。我一直在天水城，只是不知道如何寻你。李长生道：“无忧和黄袍都还好吧？”都很好。刘奶奶更是潜伏到了望月身边，成为望月手下。200道：“现在我们都很好，只是刘奶奶很不好。”柳无忧出了什么问题？李长生问道。刘奶奶修炼出了岔子，说是模仿你给她烙印什么符文，却失败了，受了伤，吸了好多妖怪才恢复一些。200道：“修炼出问题了？等等，你们现在在望月妖王手下，吸了好多妖怪。”李长生一怔，柳无忧就是刘全他们口中的树妖，弄死筑基中期的那个。柳无忧这么强了？是啊，望月妖王也不认识我，之前交战死伤太多，望月招募妖兵，我们试了一下，还真成了。200道：“刘奶奶十分厉害，凭借那万灵归元诀提升很快，只是她修炼什么世界法时，烙印符文出了问题，大王让我来买疗伤药。”万灵归元诀，吸人精元，这个他知道，还强化了自身炼化血肉精华的法门。只是这世界法是什么鬼？柳无忧真打算修出3000大世界？他还模仿自己烙印符文，他现在在哪？李长生问道。在城外山头内，刘奶奶带我们占了山头，整座山都是我们的。200昂头道：“比之前的地盘大些，带我过去看看。”李长生轻叹道：“他还真是冒险，烙印符文，怕是还不懂其中原理，胡乱瞎来。”刘奶奶也说：“要是2大爷在就好了，现在遇见2大爷，刘奶奶肯定没事。”200激动地道：“这2人你认识吗？”李长生问道。“不认识。”200摇头道。李长生敲醒了2人，询问一番，得知这2人只是发现了200的身份，便想抓妖。200虽然裹得严实，但气息收敛的还不够完美，再加上偶尔露出的白毛，还是被人察觉了。以后可别这般冒失了，我先处理一下这2具尸体。李长生道：“2大爷，让我来处理吧，小的有食人花毒液，可将尸体化为血水。”200连忙道：“食人花毒液也会留下痕迹，被人发现可不好。我有个朋友专门处理尸体，你在这等着。”李长生道。说完直接离开，不给200再开口的机会。这可是2个筑基，直接用食人花毒液化去，白白浪费，让自己炼化血肉精华，体魄又能精进一些。没有离开太远，只是遁得更深了，双手画出根须，2具尸体迅速分解。
两人的储物袋内还有4瓶下品真元丹、2瓶疗伤丹、解毒丹、一些大钱币，也算是丰收了。带上200，悄无声息离开天水城，遁地前往山头。天水城10里外，山脉连绵，北天河贯穿了山脉，流入大海之中。一座小山比之前的山头确实大一些，但也大不到哪去。现在的柳无忧也只是筑基妖怪，在这天水城附近还占据不了大山头。山下有小兵巡逻，山上草木精怪排列成阵，倒也有模有样。李长生换了身衣服，黑衣蒙面，随着200进入山上。山上有2间木屋，黄袍在门口来回踱步，心情烦闷。见200回来，黄袍连忙迎了上来。200，你可算回来了。这时他看向李长生，一时皱眉。李长生扯下面罩，是我，二大爷。黄袍一震，激动拜道：“二大爷，可算是再见着您了，小的还以为再也见不着您了。”吱呀，木屋房门被打开，一根枝条探了出来。长生，柳无忧的声音响起，充满了惊喜。李长生走向木屋，枝条摩挲着他的面颊。听200说，你受伤了，是怎么回事？李长生道：“我想烙印五行阵的，可是失败了。”柳无忧道：“当初你为我烙印符文时，我记得，可这次却失败了。”李长生闻言明白是怎么回事，想学他的法，但这事可不是轻易就能做到的。柳无忧连其中情况是怎么回事都不清楚，还好只是伤了身体，没有玩出真火炼体这种危险事情。先服下疗伤丹吧。李长生道。柳无忧摆动枝条，已经服下了，伤势稳定，你直接为我检查身体吧。李长生点了点头，运转灵力探查柳无忧身躯。黄袍和200在外面守着，灵力运转，柳无忧的伤势不算糟糕，只是需要休养一段时间。不过探查之时，他发现柳无忧的叶子都蕴含充沛力量，其中一片叶子蕴含的力量很强，那片叶子就像是另一个丹田一样，储存着道元。虽然这道元不足柳无忧树干内储存的1%，但也很强了。特别是那片树叶根基脉络都极为坚固，像是一件法器一般。而柳无忧的躯干也十分强横，比起他的也只是差一些。这2年时间，柳无忧到底修了什么法，吞了多少生灵？李长生探查完毕，盘坐在一旁道：“这烙印阵法其实是我效仿古妖符文而为。”古妖符文？柳无忧疑惑道：“不错，10人10指，上面纹路乃是古妖符文。”李长生将自己想法讲述出来：“你对自身不够了解，随意烙印只会失败。”原来是这样。柳无忧恍然，难怪我烙印五行阵失败。你怎么会想到烙印五行阵？李长生问道。因为世界以五行为根基，我以自身为世界当烙印五行阵。柳无忧道：“我们虽然铸就天地之基，但并不足以支撑出更多的世界，五行阵就是很好的根基，开辟出新世界。”李长生，你真走3000世界法？那真的只是一段佛经内容，不是修行法。长生，柳无忧以一种近乎癫狂的语气道：“我已经找到了我的法，将来一定会真正的无忧。那我只能恭喜你了。”李长生这次没有再泼冷水，既然柳无忧决定了，那就由他去吧，自己倒也可以参考一下，将自己上下祭炼一遍。长生，我想和你探讨一下。柳无忧道：“探讨什么？”李长生道：“探讨修炼之道。”柳无忧低沉着声音道：“水生木，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金生水，如此5行相生。我需要5行相生之法，让我领悟五行阵，构建自身世界。只有五行之根基，方能稳固。我祭炼的一片树叶，便是无法稳固而失败。”李长生略一沉吟道：“我可以为你寻些5行相生之法，但想要观想出另一个世界，还有些难。”他刚才检查，柳无忧还未修成世界法，只是祭炼了树叶，尝试修行而失败。这次寻找五行阵，应该也只是个尝试。我知道很难，但没关系，没有具体法门，本就是要摸索和尝试。柳无忧道：“我这2年不断收集法门，可惜没再寻到高僧讲经内容，其余修行法收集到不少。”高僧，哎，李长生摇摇头道：“那等存在，距离我们太遥远，也只能听听传言了。对了，我依靠万灵归元诀，还有一些残缺法门，研究出一门新的法门。”柳无忧又道：“可以迅速炼化血气、丹药，甚至人的修为，我称为化灵法，还能炼化人的修为。”化灵法？对，炼化一切生灵，所以叫化灵法。李长生，你是不是想着将来有能力了，将整个世界给炼了？只是这炼化人的修为，你是怎么想出来的？柳无忧道：“可惜他人修为毕竟不是自己的，转化不了多少，差不多10个人相当于1颗下品真元丹，至少能精进也算不错。”李长生道：“我也是这么想的，能有一点提升就是一点，我不挑。”柳无忧摇曳着枝条道：“我将化灵法传给你，你也能提炼妖的尸体。你是人，应该和我炼化妖差不多。”那多谢了。李长生没有拒绝，能精进一点是一点。听完柳无忧的化灵法，李长生沉吟道：“这化灵法除了你我，还有谁知晓？无人知晓，我连黄袍都没告。”柳无忧低声道。李长生点点头：“此法独特，还未完善，切勿暴露。”我为树妖，本就能炼化血肉养料，一般人看不出异样。柳无忧道。第66章，我要你帮我寻找修行法。柳无忧的化灵法比起他强化的炼化之法要差一些，但自己的法门可没有炼化修为，等自己回去好好研究一番，或能强化一些。这2年你都是依靠化灵法提升？李长生问道。是的。柳无忧道：“我以化灵法吞了不少妖怪和人修，但是那些人修仙招惹我，这个不能怪我。”在他眼中，李长生毕竟是人类，这一点要说清楚。有人想害你，有能力就杀，没能力就……李长生道：“对了，你们怎么想着加入望月妖王麾下？我们出来天水城，无处可去。”柳无忧叹道：“本来想安心修行，初始还好，可时日一久，妖容不得我们，人类也想抓我，他们需要生存之地，没有办法，只能动手了。”
他们杀了不少妖怪和人类，占下这座山头。可这样依旧不安全，没有妖王在背后，其余妖怪便会不断找他们麻烦，甚至遭遇过筑基后期的妖怪追杀，死了几个小妖。没有办法，他们只能去拜妖王，而望月妖王又在征兵。至于蟒蛇妖王、鲶鱼妖王并未招募小妖，他们只能加入望月妖王麾下。起初还担心，可后来发现望月压根就不认识他们。堂堂望月妖王怎么可能关注之前只有炼气境的几个小妖？他们又不是古妖天才牛问道，当时的望月也只是见过牛问道。拜了妖王望月，那些筑基妖怪就算是恨得牙痒痒，也不敢对他们动手。真是应了那句话，最危险的地方便是最安全的地方。我们这叫先潜伏在敌人身边，等以后有实力了再吞掉望月妖王。柳无忧低声道。李长生点了点头，既然没有威胁，那就安心在这待着。对了，我也打听到关于花妖和雪莲魔教的事情。柳无忧低声道。为此，望月妖王被北天龙君叫了过去，责罚了一顿。责罚？李长生沉吟道。对，听传言说北天龙君不愿和血莲魔教打交道。柳无忧道。那花妖倒是留了下来，不过是藏在北天河内，没有现身。花妖没有离开。李长生面色微变，沉吟道。也是，当初掌门乃是顾恒通所杀，顾恒通还活着。当初牛问道给了丹药，帮助顾恒通踏入金丹，杀了中毒的掌门。这花妖仇还没报完，自然不会离开。我们还听到一些关于牛问道的事情。柳无忧道。李长生问道。牛问道？他知道灵虚洞天的事情了？不清楚，只知道牛问道拜入玄天宗，便跟随一尊牛族大能修行，展露出不凡天资，还极会讨好人。柳无忧道。但玄天宗好像有什么规定，像他这等古妖天才，想要出山，至少得超越金丹才行。李长生。好家伙，在这天水城，金丹都是顶峰，他们想要下山超越金丹，居然只是最低标准。那牛问道现在是铁定下不了山，出不了宗门。等他能下山的时候，都不知道何年何月。周边的势力我们也差不多摸清了，在200里外还有个城池，名为恒运城，城内有一个恒沙寺。柳无忧道。恒沙寺内有高僧，可惜我是树妖，不然一定去拜访。拜访就算了。李长生嘴角一抽道。妖怪就别往高僧面前凑。柳无忧又和他讲述，北天河内龙君手下有10大妖王，蟒蛇妖王和鲶鱼妖王只是排在末尾，望月妖王根本排不进去，还算不上北天龙君的手下。新的妖王想要成为10大妖王也容易，打败其中之一就能加入。妖的世界弱肉强食，很直白。柳无忧现在还不想10大妖王的事情，只想着等有一天吞了望月妖王。李长生也告知他城内的事情，这2年来他也了解一些。城内有4个家族，分别是宋家、张家、陆家和秦家，每一个家族至少有5位金丹。聂球加入的就是这个张家。而在300里外还有2个人类宗门，药王谷和青云宗，传闻里面宗门有超越金丹的存在。一直和柳无忧聊到快天明，李长生才离开。本来柳无忧还给他准备了筑基尸体，可惜一直没找到他，自己炼化。李长生也不失望，这次收获了化灵法，五行阵也能完善自己的法门。回到天水城，便开始为柳无忧寻找五行法诀。至于化灵法，身为树妖的他没有任何障碍，轻易修成。起身前往丹药铺帮忙炼制丹药。今天没有炼制太多，他要去处理炼器材料，炼制几件法器。柳无忧连件趁手的法器都没有，黄袍他们也都是捡的别人，自己这2年加上以前存的，再弄些材料，才够炼制3件中品法器。他自己的法剑早已炼制到中品，他之前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炼制丹药，赚取下品真元丹了。来到法器店铺，找到一份炼制法剑的任务，凭借他精湛的手艺，轻易下任务。前往炼器师交谈声传入耳中：“我的张姑爷，可不是我们不让你炼器，你身份不一般，若是让张家知道了，哪还有我们活路？”一个小厮唉声叹气道：“张家姑爷来我们小店炼器，为我们工作，这不是打张家脸吗？张家自己都有几间法器店铺，小兄弟，你通融通融。”一道魁梧身影近乎祈求道：“只要你们不说出去，没人知道我来了。”见到那道身影，李长生一怔，不自觉脱口叫道：“聂球！”魁梧身影一怔，回头看去，面色一变，长生叫完之后，聂球转身便想离开。李长生连忙拦住他：“聂师兄，见我何故躲藏？”聂球神情有些尴尬，颓然叹道：“哪还有脸面见师弟你了？师兄这是遇见什么难处了？”李长生皱眉道：“看向小厮，这法器任务我今日不做了，陪师兄喝喝酒。”“好嘞！”小厮大喜，连忙道：“你可一定要陪好张姑爷。师兄，去我那喝一杯。”李长生拉着聂球向外走去。聂球本不愿去，但李长生又开口了：“师兄该不会嫌弃师弟吧？”“哎，走吧。”聂球叹息一声，随他离去。聂球待他不错，本来觉得聂球入了张家也算是有个好去处，便没去打扰。现在看来，聂球的日子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好。豪门是非多，买了4坛灵酒，一些小菜，回到院内。2人在院内喝酒，聂球一脸愁眉苦脸。李长生道：“师兄这是遇上什么难事了？”“唉。”聂球叹息一声道：“是我无能，本以为凭借一身技艺能够养家糊口，结果入不敷出，怎会如此？在那张家还会入不敷出？”李长生诧异道：“我岳父于半年前陨落了。”聂球沉重地道：“陨落？”李长生一震，这天水城还有人敢杀张家人？非是天水城，而是在恒运城遇见了血莲魔教的人，遭其毒手。聂球脸色难看地道：“岳父死后不到半年，家业被那数败收了回去，只给我们留下城外2块废弃的药田。我和你嫂嫂修行资源完全不够用。你嫂嫂想放弃修行，学了炼丹技艺，但去哪都不要。我出来帮忙炼器，一件事物也是不敢要。”李长生听完这些，轻叹道：“世事难料，不曾想师兄也这般艰难。”
本来聂球身份也不算差，将来的灵虚洞天长老背靠一宗。虽然灵虚洞天比不上张家，但也是有金丹的宗。可灵虚洞天没了，聂球也没了靠山，如今老丈人也没了，他们夫妻二人都没了依靠。说来，你小子什么时候来的天水城？聂球问道。来了怎么没去寻我？当初宗门被灭，怎么活下来的？当初我心有预感，提醒宗门。李长生将事情讲述出来，道：最后我杀了长玄，才来的天水城。长玄这混账，求活便求活，怎能对昔日师兄弟下手？聂球怒骂一声，道：还好你机灵，提前躲了起来。可惜了宗门，没想到花妖那般强大，还能请出血莲魔教。李长生道：血莲魔教那些玩意，只要你有资源就能请动。聂球冷声道：不过还得要自身有实力，否则他们连请他们的雇主都杀，这血莲魔教招惹不起。李长生叹道，也顺便提醒聂球别失了理智。我明白。聂球道：报仇什么的我是不敢想，张家都没提报仇的事情，那血莲魔教太过可怕，太过可怕。李长生挑眉，传闻血莲魔教教主本是一位高僧培育的灵种白莲。聂球讲述道：不知何因，那白莲化成了血莲，修炼有成，离开了寺庙，创建血莲魔教。当然，血莲魔教的人自称是圣教，听说有高僧在追查血莲魔教，但都失败而归，具体是怎么回事就不清楚。聂球摇摇头，但不管是什么原因，血莲魔教能在高僧追查下肆意妄为，足见其可怕。喝酒。李长生饮下酒水，道：我这2年都是炼丹炼器，那些店铺都有任务，也是方便，那还不错。聂球道：对了，青云宗过些时日可能会开山门，招收弟子，是个机会。弟子？李长生愣了下，道：我们这年纪，这修为还去拜宗门，他们收吗？为何不收？聂球淡淡道：只是没机会接触高深法门罢了，以我们筑基修为，捞个外门执事什么的，也算有了去处。李长生思忖道：听闻这青云宗有超越金丹的存在，倒也是个好去处，只是我们过去注定不受重视，难，除非你真有本领，为青云宗立下功劳。聂球道：师兄的风云极炼也算独门技艺。李长生道：聂球吃道：风云极炼哪还是什么独门技艺？顾恒通为了留在天水城，早就将风云极炼交出去了，被血莲魔教盯上，就算是天水城也感到压力。顾恒通为了留下来，必须有所表示，而灵虚洞天最珍贵的便是风云极炼。当然，风云极炼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学，毕竟是一门不俗的炼器技艺，在各大家族之中也是珍贵法门。那水月洞天是不是也献上了镜花水月法门？李长生问道。那倒没有，但也不知道能坚持多久。聂球叹道：想想当初3大宗门来天水城，都想着再进一步，可惜如今清玄封山2大宗门就剩下残存的一点力量，被天水城各大势力压迫，日子凄惨。李长生沉默了。聂球灌了一口酒，道：长生，跟我去青云宗吧，若是能入青云宗，哪怕是个外门执事也能好过不少。外门执事应该很难吧？李长生问道。确实难，筑基修为还要有一技之长，独门手段才行。聂球道：青云宗这次共招收30名外门执事，分别负责丹药、炼器，还有管理弟子们修炼，各10个名额。天水城各有4个名额，其余的名额给了恒运城。师兄若是没把握，我更没把握。李长生道：试试看，我炼器手艺也荒废2年了，说不得已经被你超越了。聂球自嘲笑道：2年好日子，让他几乎没怎么炼器。当然，李长生可不信什么荒废的话，只是2年时间还没到荒废的程度，顶多有些手生。想要成为外门执事的不少吧？李长生思索道：特别是4大家族，他们应该也会安排炼器师，还都精通风云极炼。没错。聂球苦涩地道：他一点优势都没有。那管理弟子修炼呢？李长生道：管理弟子修炼就是引导那些刚招收的新弟子修行，还有就是外门弟子修行遇到难处也要指点。聂球道：我虽然在张家看了不少修行法，但比起青云宗修行法还差得多。距离青云宗开山门还有多久？李长生问道。3个月。聂球道：那够了。李长生笑道：小弟不才，这些年来于炼器竟有些感悟，师兄若是信得过，或许能成。他参悟了玄天道经，铸就天地道基，青云宗拍马也赶不上这种高深秘籍。他不需要传给聂球，只要给他丰富理论知识就够了。外门执事引导弟子修炼，考的不就是这些基础吗？聂球一怔道：长生有法子。牛问道：当初特意给我留了一些炼器，筑基修炼心得，传承自玄天宗。好师弟，你可真是我聂球贵人啊！不过师弟也有条件，请讲。修行法第67章参悟五行。师兄也知道我缺金丹法门，若是师兄能成为外门执事，就算是接触不到高深法门，普通金丹法门也能一关。李长生道：我就不去青云宗了，暂时这样清闲自在。金丹法门这没问题，我回去便抄一份给你。聂球道：虽然他现在在张家过得不如意，但一些修行法还是能翻看的。李长生轻叹道：我需要多种法门参考一下，我所修行之法已算得上高深。我明白了。聂球沉吟道：你是想参考法门独自摸索？这里的修行法确实不如玄天宗。是的，请师兄帮我。李长生作揖道：我现在想寻一些五行法门都寻不到，只能慢慢积攒钱财去店铺购买。师弟放心，明日我便为你送来。聂球肃然道：我若真入了青云宗，就为你收集修行法。多谢师兄。李长生作揖道谢。你可真是我命中贵人，在灵虚洞天时，若无你发现牛问道，也无我顺利筑基。聂球面露感激，如今又是李长生出现，帮了自己一把，能进入青云宗，师兄再谢不迟。李长生淡笑道。聂球开开心心走了，李长生让他回去帮忙收集五行修行法，自己则他整理修炼心得。
玄天道经是肯定不能传的，但长生道经的通天之意却也写下。通天道基，青云宗就算是高深，应该也就这个层次。柳无忧需要五行修行法，他自己也需要。虽然柳无忧想要开创世界法几乎不可能，但他那一套猜想却能让他再强一些。比如五行为基础，自己也可以尝试利用五行来强化自身。若是能成，他应该能更快踏入筑基后期。不得不说，柳无忧虽然自身天资不如牛问道，但悟性方面怕是在牛问道之上。一天时间将功法整理完毕，聂球早早到来，打开储物袋，里面是26本秘籍，其中1本是五行法诀，其余的都是单一或者2、3种五行之力修行法。大海无量经、烈焰真经能修行到金丹境界，其余的只能修行到筑基。多谢师兄。李长生道谢一声，将自己整理的秘籍交给聂球。聂球看了一眼，面露惊色。通天道经，上古有部洲，称天为柱，这是玄天道经之真意。若是师兄能领悟，自身也能强一些。李长生道：何止是强一些？聂球神情复杂，如此高深秘籍，师弟却传给我，师兄有愧。师兄还给了这么多秘籍呢。李长生笑道：你我之间不必客气，当初师兄对我也颇为照顾。你放心，若我真入了青云宗，绝不忘师弟之恩情。聂球作揖道：此修行法不可让人瞧见了，师兄一定要谨慎小心。李长生道：我明白，我这边回去参悟。你嫂嫂还在整理其余秘籍，到时一并给你送来。聂球作揖一礼，转身离开。李长生将所有修行法抄录一份，这才起身离开宅院，前往城外。出了城，遁地而去。来到山头，依旧是黑衣遮面。二白将他带上山，黄袍和二白在外守着。李长生进了屋，长生寻到了吗？柳无忧迫不及待地问道。寻到了。李长生打开储物袋，将秘籍取了出来。五行俱全之法只有1本，有就很好了。柳无忧惊喜地摇曳着枝条，等我研究出来，同阶一定不弱于古妖。以后那牛问道还敢啃我树叶，直接吊起来打。李长生虽然牛问道给了补偿，但对于树叶被啃这件事，柳无忧一直忘不了。那不打扰你闭关了。李长生说完，离开木屋，他也要回去研究了。等柳无忧研究的差不多，他再来拿现成的。完美！以后是不是可以多养几棵树，让他们都拼命的研究树妖修行法？但想想还是算了，从头开始养需要时间太长，直接找那些开了灵智、正式踏入修行道的树妖，未必能养熟。无限的生命很漫长，自己有的是时间研究。出了木屋，二白送他下山。一只赤红鸟在空中盘旋，身上燃着熊熊烈焰。那是李长生看向那赤红鸟，有筑基后期修为。回二大爷，那就是赤炎鸟，最近跟着他主人出来采药。二白道：我们也给他面子，约束附近小妖，不去惊扰他主人。李长生点点头，没有多言。来到山下，黄袍匆匆赶来，等一下，还有何事？李长生看向黄袍，黄袍喘着粗气，递给他一个储物袋。时间仓促，只杀了一只筑基初期的虎妖。二大爷拿回去泡酒，有心了。李长生收下虎妖尸体，遁地离开，回到宅院，将虎妖吸收了，用的是化灵法。可惜虎妖死亡时间有些久，体内修为不多了，道元精进了一丝。说起来，我也该烙印新的阵法。李长生道：炼气境烙印了幻阵、玄金阵，十指符文就到了极限。这也让他明白自身承受是有限的，没有好的阵法，不敢再随意烙印。而且仿造古妖的路子走，必须烙印与自己修行法有关的才行。他翻阅着五行俱全的修行法，开篇便是天地以五行为根基，五行顺则生，逆则毁。李长生观想自身世界，汲取天地之力，感应天地间的五行元素。他遁入地底深处，布下幻阵，双足化作无数根须，体悟着厚重的土元素。身上的十指符文此刻也泛起光芒，竟是牵引着他的心神参悟土元素。厚重辽阔，承载万物，亦有孕育万物之生机。土元素汇聚，亦有坚固之意，让人难以摧毁。李长生沉浸在修行之中，周身倒映出血泉，让他吸收力量更加快速，感悟也更加清晰。一股股厚重的大地之力入体，配合他体内储存的虎妖，还有2个筑基人修的血肉精粹，快速淬炼全身，强化着他的体魄。那妖异的树干扎根泥土之中，疯狂汲取大地的力量，血红树干多了一抹淡黄。李长生进入闭关状态，虽然留了一分心神，但也只是在闭关之地附近。宅院内，聂球来过，气息比之前强了不少。他又抄了几本修行法，但却没有寻到李长生，将秘籍放入房间，便离开了。地底之中，李长生感悟到了土之力，随后他又开始感悟金之力，自身已经烙印了玄金阵，再加上翻阅了这么多秘籍，还有在灵虚洞天的积累，很快他感受到了金属性的锋利、尖锐，像是要撕裂万物一般。金之锋锐。至于火焰，到了筑基已孕育出真火，炼丹炼气也没少和火焰打交道。李长生又开始感悟火之力，金生水，水生木，水滋润万物，润物细无声，却也在另一个极致，令人心惊，那就是寒冷。水德的柔和、冰寒汇聚在一起，亦可成就毁灭性的巨浪洪水。大海无量经，海纳百川，五行无形无量。李长生沉浸其中，脑海中浮现玄天道经筑基篇：四肢为大地，可存土之力；血液为河流，可存水之力；双眸为日月，太阳为火，太阴为寒，亦可存水火之力。虽然没有眼睛，但可如日月之镜一般存于体内。本就烙印了玄金阵，亦可存于体内，让自身树枝变得尖锐如法器。至于木之力，它本身就是树，浑身上下无处不充斥着木之力。而随着他对于五行之力的参悟，他那血红色树干也变得五彩斑斓起来。五行之力充斥全身，他也顺势凝聚五行阵法。玄金阵可以退休了。
十指符文还得留着，现在的阵法还没超越十指符文。观想自身世界树干通天，五行交织，无尽的生机世界也弥漫起五行之力。他感觉自身更加稳固，观想的世界吞吸起天地灵气也更快。每一片树叶都经受五行之力淬炼，变得锋锐而坚固，如同法器一般。但想以树叶开辟世界，真正做到一叶一世界，那还是做梦好了。沉浸在修行之中，李长生不知时间流逝。外界，聂球成功加入青云宗，成为外门执事，震惊了张家人。张家人本以为他会报名炼气执事，可没想到他选了外门管理执事，而且对于炼气和筑基的修炼心得，震惊了青云宗的招收长老。要不是聂球刚加入青云宗，估计还得给个更好的职位。而成为了外门执事，聂球也算是一飞冲天，有了保障。虽然张家叔伯没有将所有产业归还，却也还了一半，足够他们夫妻二人修炼。聂球很大方，大手一挥，表示不计前嫌之类的，得到张家老爷子赞赏。聂球也去了宅院，可没寻到李长生，他之前放的秘籍已经落了灰尘。他取走了秘籍，每隔一段时间会过来看看。若是他没时间，就让他妻子前来。时间飞逝，一年年时间过去，宅院不见动静，但宅院也没住进新人。聂球出钱买下了，以李长生的名义。黄袍来过，但没见到李长生，只能回去。而城外山脉也发生大事，树妖蜕变成功，再进一步，实力达到筑基中期，在山中开启杀戮。一些筑基后期妖怪都不是对手，为望月妖王开疆拓土。一些人类修士想要斩妖除魔，但都死在柳树枝条下。有人说柳树已经是筑基后期，也有传言是筑基顶峰，但具体的没人清楚。而柳树也得到望月妖王重用，成为望月手下得力大将，占据2座山头。柳树地盘内，无论是人还是妖，都不敢轻易踏足，除非你有足够的自信与实力。而柳树也并非见人就杀，听闻宋家小姐每次带着赤眼鸟在柳树领地自由采药，没有遇到危险。约莫过去1年，望月妖王与一尊妖王开战，大批妖怪参战，柳树再次展现了恐怖战力，所过之处几乎没有妖怪敢当。那些筑基顶峰妖怪出手将他重创，却留不住他，事后会遭到他疯狂报复。柳树的名头又凶了几分。而柳树麾下还有一只妖怪，名为黄袍，也有些手段，臭屁熏晕不少妖怪，筑基中期都奈何他不得。2只妖怪配合，让人闻妖而逃。令天水城不少修士惊讶的是，这2只妖怪，一个会炼气，一个会炼丹。他们手下其余小妖倒是十分低调，看起来人畜无害，毫无骨气。打不过就求饶，求饶不行就报靠山，能活命绝对不反抗。在外争夺灵药，一看打不过，马上就走。只要不与他们冲突，还是不会有事。但若是得罪了他们，只要敢出城，就会被围杀，连他们的行踪都能知晓。人类感觉很奇怪，特意抓了一些小妖，问出了妖怪生存指南、野生篇和家养篇。这个时候，天水城的人类骂了：这书谁写的？自己家养的妖怪有没有看这书？有没有和他们有联系？他们想到了宋家小姐，她每次带着赤眼鸟都能在柳树领地自由采药，难道是赤眼鸟和他们有关系？不过他们养的妖怪确实听话了很多，也更能理解他们意思，表示忠心什么，也算是有好有坏。好的是家养的妖怪更听话，更懂人心；坏的是外面的妖怪变得狡猾阴险了。一时间，人人猜测妖怪生存指南是一个潜伏在人类多年的老妖怪写的。4大家族差点没把自家老妖打一顿，那些老妖也不承认是自己写的。天水城城主本想下令封禁妖怪的生存指南，但想想又放弃了。他还能以人族的规定命令妖怪不成？根本就是扯淡！而且北天河那位龙君居然也在看妖怪的生存指南，还称赞过此书定是妖族老前辈所写，很想见一见这位老前辈。龙君都开口了，天水城城主也只能给面子，不敢封禁。而那些大家族也将妖怪生存指南改了改，给自家妖怪看。这书的内容完全改成了家养妖怪的职责，告诉他们身为一个妖怪应该怎么做，怎么讨好主人，方便他们驯化妖怪。李长生完全不知道他的妖怪生存指南在天水城闹出大风波，他还在地底闭关修行。第68章，龙君想与您坐而论道。五彩光芒弥漫，照亮地底。妖异的血树摇曳着枝条，树干上一条条阵法脉络交织，五行之力波动。五彩光芒化作一个屏障，笼罩着树木，周围浮现一棵棵一样的树木，四周像是变成了镜子一般，镜花水月。不知道过去多久，树木停止吸收天地力量，枝条迅速收缩，它幻化成人形，气息内不露分毫。筑基后期，真是要感谢柳无忧，若无他，我一时间还真想不到参悟五行之道。而且以我现在的积累，成就金丹只是时间问题。李长生轻叹一声，相比起来，柳无忧才是一个合格的树妖。五行阵法已经烙印，配合幻阵，可化五行幻阵，以五行之力调动防御，再配合十指符文，筑基境内应该无人能伤我。至于金丹，他还是不想了，那是大境界的差距，根本不会去与金丹对视。若是有这种可能，肯定是有多远跑多远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该出去看看。李长生遁出地底，回到院内。院内空荡，房间久无人居，却一尘不染。李长生回到房间，整理着这次闭关收获，参悟五行，烙印五行阵法，他的长生道经更完善，观想自身世界也更加坚固且强大。而化灵法也强化了炼化同阶血肉精华，一只妖怪只需要瞬息之间便会被五行之力分解，强化自身，以自身为世界，五行为根基，再炼化炼丹药和血肉精华，相当于一个小世界炼化养料。他的幻阵御剑之法也飞跃式提升，五行幻阵，五行剑阵，信手拈来，只是还没领悟到五行演化万物的程度。
想要演化万物，那估计得成为大能层次，具体何等境界不敢想象。一直过去半日时间，李长生才打量房间，一尘不染，应是有人打扫。这套宅院莫非已经被人租下了？李长生沉思，若是这样，那可得寻个新住处，也不知聂球师兄有没有进入青云宗。说话间，李长生离开房间，准备换一套宅院。吱呀，宅院大门被人推开，一名年轻温婉妇人走了进来，看见了李长生，微微一愣：“你是？”在下李长生曾是此地租客，一直在闭关，如今才回来。可是道友租下这宅院。李长生作揖见礼。可是长生师弟。年轻妇人面色一喜，俯身一礼：“妾身张若雨，聂球之妻，一直在等师弟回来。”原来是嫂嫂。李长生连忙行礼道：“嫂嫂一直在等我，不知师兄如今可入了那青云宗？多亏师弟传授，夫君已入青云宗，也为师弟搜寻了不少修行法，却久不见师弟。”张若雨道：“不知这5年来，师弟去了何处？怎么没个音讯？”5年。李长生一怔道：“出门闭关，忘了时间，让嫂嫂和师兄担心了。”连忙将张若雨请了进去。李长生没想到这次闭关居然用了5年，还真是修行无岁月。下次师弟闭关，还请提前知会一声，夫君很是担心。张若雨说着，取下腰间储物袋，递给李长生：“这是夫君为师弟收集的修行法，多谢嫂嫂，多谢师兄。”李长生再次道谢，不知师兄如今在青云宗过得如何？夫君有师弟传授之法，在青云宗过得甚好，宗门很是看重，如今已晋升内门执事。张若雨面带笑意，已成筑基后期，此生有望金丹。师兄晋升内门，嫂嫂和师兄的日子也好过。李长生笑道：“都是托了师弟的福。”张若雨道：“对了，师弟一定要藏好自身，不得泄露灵虚洞天弟子身份。”又出什么事了？李长生皱眉：“哎，那雪莲魔教暗中潜入天水城了。”张若雨叹息一声道：“自从2年前雪莲魔教暗中闯入，杀害不少灵虚洞天和水月洞天剩余地，血莲魔教竟然这般大胆，敢入天水城行凶。”李长生面色一变，只是一些筑基和炼气弟子，金丹还不敢闯入。张若雨道：“发现的都被斩杀了，可暗中仍藏匿了不少，杀之不尽。而且什么？望月妖王发布了悬赏令，每一个灵虚洞天弟子可换10瓶同阶丹药。”张若雨凝声道：“这望月好生富有。”李长生面色沉重，没想到这么久了，对方还没放弃，真是要将2个宗门赶尽杀绝啊！又交谈了一会儿，张若雨起身离开了。李长生送他出了宅院，自己在城内闲逛。到了夜午，他遁地离开，来到柳无忧的山头，遇见了一只小妖，才知道他们已经搬去另一座山了。遁地前往，二白正带领小妖巡逻。二白，李长生低声唤了一句，二白连忙迎了上来，将他请上山，低声道：“二大爷，您怎么5年没来了？闭关修行去了？”李长生淡淡道：“你们可还好？我们很好。刘奶奶现在可是望月妖王座下，得力大将。”二白昂头道：“4周小妖听闻刘奶奶大名，无不闻风丧胆。”李长生没有多言，来到山上住处，依旧是2个木屋。黄袍和柳树正在屋外谈论着如何产出一只筑基顶峰的豹子精。二大爷，黄袍大喜，连忙迎了上来。如今的黄袍已经快有成年人高了，浑身孔武有力，修为也到了筑基中期。柳无忧的修为倒是让他一惊，筑基后期。不过想到化灵法，也就释然了。5年时间，柳无忧不知道吸了多少人和妖。长生，你终于来了。柳无忧欣喜地道：“我刚出关。”李长生道：“看来这5年你们过得不错。我在城内听说血莲魔教入城杀2个宗门弟，望月妖王也发了悬赏。”“是的，他们还让我们杀戮妖怪，收集妖怪尸体。”柳无忧道：“杀戮妖族？”李长生皱眉道：“望月又想扩大地盘了。”北天龙君不管。北天龙君不管这些。柳无忧道，顿了顿道：“你需要我们调查清楚原因吗？这太危险了。”李长生摇头道：“我们可对付不了他们，安心修行就是了。”二大爷，北天龙君想要拜访您。黄袍低声道。李长生一愣：“北天龙君拜访我作甚？”龙君看了您的妖怪生存指南，震惊的不行，认定您是混在人类世界的老妖。黄袍道：“龙君想向您请教，与您坐而论道。”李长生，妖怪生存指南，龙君都喜欢，我就不该写这本书。李长生严肃地看着他：“你们不会泄露我身份吧？”二大爷放心，我们哪打？黄袍连忙道：“我们瞒着都来不及，若是让龙君知道您是人类，估计会大怒。”李长生想了想也是，若是人类写出来的，龙君得怀疑这妖怪生存指南用意了。毕竟看了生存指南，让妖怪变得更狡猾，懂得求饶，但人类杀妖的心也更坚定，有的压根就不上当，直接开杀，算是互有利弊。李长生问道：“无忧的五行之法参悟的如何了？”有些进步，但更多时间都在战斗。柳无忧道：“我收集了与五行相关的妖怪和灵物，提升自身，也给你留了一份。”说完，打开储物袋，递给李长生。李长生看了一眼，面露惊讶：“筑基上品材料，筑基镜、材料和法器，上中下3品和顶尖4个品质，其中上品乃是筑基后期所用，里面的木属性乃是一节木材，土属性和火属性是一块矿石，水属性的则是一块蔚蓝水晶，金属性则是一柄短剑。我想和你探讨一下五行之道。”柳无忧道。李长生点头道：“去你屋内探讨1、2。”两人进了屋内，李长生展现自己的五行之力，构造五行之阵。幻阵没有显露，五行屏障也没有施展，做人不做妖也要有点私心。不过他还是给柳无忧露了一手五行剑阵，五行轮转，生生不息，剑气仿若无穷无尽一般。柳无忧的五行之力虽然也领悟了，但比他的差得很远。他连忙用心感悟李长生的五行之力。李长生也将自己这5年的修行感悟传给柳无忧，虽然隐藏了一些，但那只是隐藏防御手段。
柳无忧最后能不能从他身上领悟出什么，那就看柳无忧自身悟性。一者传授，一者用心学。一晃眼，月余时间过去，柳无忧才从五行之力中醒来，他身上也弥漫出淡淡的五行之力。多谢你了，长生，我有把握完善修行法第一步，那可要恭喜你了。我也想看看世界法是何模样。李长生道，一定不会让你失望，到时我教你。柳无忧自信地道。李长生笑了笑，起身离开。黄袍准备了2具筑基后期妖怪尸体，让他带。他自然不会客气，带着东西遁走。回到天水城宅院，李长生再次闭关修行起来。先炼化2具妖怪尸体，血肉精华化作精纯养分，滋润全身。然后是五行材料，纯粹的五行之力融入体内，淬炼整棵长生树。他的本体如今已有1丈5了，五彩斑斓的光芒下是妖异的血红色。李长生迅速炼化五行材料，壮大体内的五行之力。他的体魄在增强，修为也在快速增加。3日时间过去，他将所有五行之力炼化，体内的五行之力更浓郁了几分。这份材料也节省了大半年修行了。李长生感受着体内浑厚的道元，还有增强的体魄，面露满意之色。若是再来个10几份，应该能突破到筑基顶峰。可惜这种材料柳无忧收集应该也不容易。他又试验了一下五行剑阵，还有五行幻阵，五行防御都增强了不少。出了宅院，出门看看，他现在穷的一颗丹药都没有，还得去店铺炼丹，挣上瘾。依旧是老店铺，5年时间过去，并未忘记他。嘿，这些年没见到你，还以为你没了呢。炼丹师刘全见到他，打了声招呼。李长生一脸不满：“你这死口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，咒我死呢你！”长生别生气，还不是最近血莲魔教闹的。吴峰连忙出声道：“昨夜又死了3个筑基，尸体都被带走了。又死了3个筑基。”李长生皱眉道：“这血莲魔教真是无法无天了。谁说不是呢？”刘全叹道：“本以为天水城没事，没想到那血莲魔教真是胆大，完全不在乎弟子死活。不过血莲魔教猖狂不了几日。”哦，此话怎讲？城主要动手了？李长生问道。城主早就动手了，只是血莲魔教妖人太多，杀之不尽。吴峰说到这里，神情凝重下来。大前国国师请出了一位高人。国师？李长生怔了怔，他还是第一次听闻国师这个称呼。能够在大前国担任国师，想必是一位大能。是啊，国师玄机子，可是玄门一位高人，他请出的这位高人，听说也十分厉害。吴峰道：“那位玄门高人一到，这血莲魔教定然蹦跶不起来。这位高人什么时候到？”李长生问道。自己得好好在院子里待着，别被这位高人给撞上了，当场斩妖除魔，那才完蛋。听说明日便到。刘全接话道：“明日？对，明日。”李长生扯了扯嘴角道：“炼丹吧，这来的也太快了。本来还想存些丹药回地底闭关的，现在丹药是存不了。不对，若是高人的话，那感知能力估计十分恐怖。安全起见，应当跑路。反正自己金丹之法已有，找个安全的地方成就金丹去。找柳无忧肯定不行，他们和望月妖王混的，望月妖王和花妖脱不了干系，而花妖和血莲魔教脱不了干系。这要是出去，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去问问嫂嫂有没有什么安全的地方。”李长生沉吟道：“不求太好，只要偏僻，不会被高人撞上就行。”想到这里，李长生炼制完一炉丹药，便再匆匆离开，来到张家府邸，让人通报一声，张若雨亲自相迎，打算请他进屋坐坐。嫂嫂，小弟此次前来，只是想寻个僻静之地静修，最好不在城内。李长生直言来意：“不在城内。”张若雨沉吟片刻，道：“夫君前些10日回来一次，曾言青云宗在城外立了一处龙池，正愁无人看守，那里灵气充沛，暂无人居。师弟若是不嫌弃，可去龙池处闭关。”龙池就是养龙鱼。张若雨道：“不是什么好差事，若师弟不是要求不在城内，我是不会提此事。那就龙池了。”李长生道：“原来只是养鱼的差事，这种不是什么好差事，没有人去才是自己藏身之地。”第69章道长降魔。李长生接下了养鱼的差事，张若雨取出一块碧绿玉佩递给他，这是青云宗的传音玉，可联系夫君。传音玉？李长生没有接，作揖道：“嫂嫂帮我转告师兄，我自去那龙池便可。”灵虚洞天太过弱小，他还是第一次见传音玉。张若雨道：“你带在身上，待夫君回来，我再要一块。夫君托你的福，在青云宗也有些地位，应能再得一块。那谢过嫂嫂了。”李长生收下传音玉，起身离开。出了城，先是去通知了下柳无忧他们，这才前往龙池所在。龙池就建立在北天河边一片空旷之地，四周只有杂草，连妖物都没有。一块巨大的石碑矗立，青云龙池，有青云宗之名，附近妖怪还不敢前来。龙池在杂草之中，距离北天河不过1000米。池边有一个木屋，暂无人居。李长生来到木屋，取出传音玉佩，正要传音，聂球声音先响了起来：“宝宝，有没有想为夫？”李长生嘴角一抽，传音道：“师兄挺会啊。”没想到5大3粗的聂球叫起宝宝这么自然。长生，聂球的声音带着几分惊疑，几分尴尬，好像干了什么见不得的人事情，被发现了一样。我刚去寻嫂嫂，寻个地方静修，听闻龙池缺个人，便过来了。李长生传音间已经来到龙池所在。龙池有10米宽，20来米长，里面已经有15条金黄龙鱼苗，最大的也不过巴掌大小。师弟去龙池了，这可让我省了大麻烦。聂球喜道：“看守龙鱼还有何麻烦？”李长生问道。当然麻烦了，这龙鱼不一般，须得灵气喂养，单纯的聚灵阵还不行，须得凝聚灵液。聂球解释道：“可凝聚灵液的阵法，青云宗还不会，只得让修行者来提炼灵液。看来我找了个苦差事。”李长生道：“暂时来看是苦差事，不过师弟放心，青云宗也不会亏待师弟。”聂球道：“我会为师弟讨一些丹药作为补偿，那就劳烦师兄了。”李长生道：“
师弟也记住，这龙鱼以每隔3次喂养1次灵液，每次普通龙鱼3滴，不得多也不得少。聂求道，其中有一条龙鱼乃是血脉珍贵，好似开了灵智，它需要4滴，师弟一定要照看好。师兄放心，可别忘了，我是学了妖语的，只要开了灵智，会说话，便能交流。李长生道，师弟且听好，我传你凝聚灵液之法。聂求所传凝聚灵液，不过是凝聚灵气，压缩成液体，与清玄洞天的玄灵液没法比。李长生记下凝聚灵液之法，看向15条鱼苗，其中1条确实开了灵智，在偷偷注视着他。李长生盘坐而下，运转长生道经，吸纳灵气，压缩成一滴滴灵气液。只是片刻间，已经凝聚了10来滴。这些龙鱼现在还吃不了太多灵气，凝聚起来简单。灵气液出现刹那，那些龙鱼像是感应到了，纷纷聚拢而来。唯有那条开了灵智的龙鱼没有过来，保持着警惕。李长生以水族语言道：“你可会说话？”龙鱼吓了一跳，迅速遁入池底，搅得池水浑浊。李长生微微一笑，开始用灵气液喂养龙鱼。可惜这些龙鱼全都没有灵智，只知道哄抢。李长生只能以道缘定住它们，挨个喂养。很快，龙鱼们都吃完了。那条有灵智的龙鱼小心翼翼地浮出水面，看着他。李长生再次开口：“你可以将我当成龙鱼精，成了精的化形龙鱼。”龙鱼狐疑地打量着他，没有直接相信。以后我每隔3日会给你们喂养灵液。李长生凝聚出4滴灵气液，这是你的。龙鱼游了过来，吞下4滴灵气液，迅速遁入池底。李长生笑了笑，回木屋修行。四周静悄悄的，除了他和龙鱼，再无其余生灵。偶尔千米外，北天河内有大鱼翻起浪花，也影响不到他。青云宗龙池招牌立在这，一般妖怪不敢来打扰。1日修炼到了夜晚，李长生出来看看龙鱼，咚咚，却见北天河内擂鼓响彻，一只只鱼妖、虾蟹妖怪浮出水面。这些妖怪全都披着甲胄，持着长枪法器，排列整齐。李长生微微一怔，小心地走了过去，借助杂草和夜色掩藏。一个巨大的擂鼓，一条巨大黑纹蟒蛇以自身尾巴敲响擂鼓，鼓声震天，群妖却是静默无声，肃穆地看向前方。这北天河出什么大事了？难道要与谁开战？李长生心惊，可这附近除了天水城，还有什么值得水族调动大军的？他远远地看了眼那擂鼓蟒蛇，身子有水桶粗，气息强横至极，绝对是一位金丹妖王。一直敲击半晌，河面上是密密麻麻的水族军队，蟒蛇精停下了。黑纹蟒蛇半个身子露出水面，如同一根柱子一般，巨大眼眸扫视四周水族军队。小的们，全部操练起来，明日便是无尘道长前来之日，一定不能丢了龙君的脸。黑纹蟒蛇声音远远传开，谁明日在迎接仪式上出了岔子，本王就吃了谁，记住没有？大王放心，小的们一定不会出岔子。水族军队激动回应：好，先来训练一下蛟龙出海第一梯队。李长生错愕地看着这一幕，整出这么大动静，是为了欢迎即将到来的高人。这高人的牌面真大，还好自己躲到龙池了。他没有多看，返回了木屋，毕竟有金丹妖王在，若是被发现，会很难交代。北天龙君未必会怕青云宗。龙池内的龙鱼也没这动静惊醒了，激荡出水花，表达自己的不满。李长生只能安抚一声，那是北天龙君手下妖王在操练军队，招惹不起，安心歇着吧。开了灵智的龙鱼这才不闹腾了，带着其余龙鱼休息。虽然这条龙鱼还无法开口，却听得懂他的话。北天河的水族军队一直闹腾到下半夜，水族们才去休息。李长生很羡慕，不知道这辈子什么时候自己才能享受到这待遇。人还没到，一条河的龙军都开始筹备欢迎仪式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李长生查看龙鱼，和有灵智的龙鱼聊了会，当然是他说这龙鱼听，只是随意讲一些话，算是拉近双方距离。这龙鱼还是有些警惕，对他不够信任。李长生也没指望2天就能建立起信任。时间流逝，一直到中午，北天河再起，擂鼓声再起，高空之上金光四射，一道道妖气冲天起，融入高空金光。啊！一声高亢龙吟响彻，一条百丈蛟龙浑身鳞片金黄，四足聚起祥云。下一刻，蛟龙化作一名年轻男子，头戴冕冠，作揖行礼：“北天河龙君率北天河水族恭迎无尘道长。”北天河恭迎无尘道长。河流之上，水族军队高声附和，声浪汇聚，震动苍穹。那高空金光之上，此刻也化作一条金黄之路，吹落而下，连接到北天河。一朵祥云飞来，一名白发道人，一名青年道人手执拂尘驾云而来。龙君此举确实折杀老道。白发道人悠悠一叹，却也踏上了金光之路。那青年道人连忙跟在老道人身旁，走上金光之路。道长，请入龙宫。北天龙君作揖道。白发道人顿住了脚步，环视一圈北天河，轻捻胡须。可北天龙君松了口气，恭敬地将2位道人请入龙宫。